独乐寺山门与观音阁呢，都是纯木结构建筑，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这座建筑是梁思成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首先发现的。在这之后呢，梁思成先生又到了山西、河北，做了一系列考察，发现了唐宋辽金的一系列建筑。在这之后呢，梁思成先生做了系统的研究，建构了中国建筑史。我们这门课主要是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特别是木构建筑的发展历史。紫禁城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在之后数百年的时间里，演绎了无数的王朝兴衰故事，宛如一部波澜壮阔的空间交响乐。站在祈年殿的前面，会让我们感觉离天的距离非常非常近，仿佛触手可及。天坛是明清2代帝王祭天的地方，在大片柏树的映衬下，具有庄严肃穆的气氛。同时，为了体现天圆地方的观念，多处单体建筑和围墙采用圆形的平面。Well, the question today is to give the similarity and the dissimilarity of 2 11th century Dogon brackets. 我这一部分课程实际关注的是建筑设计本身。中国古代的建筑设计和西方大大不同，从体系开始就不一样。有一句中国古话说：“3分匠人，7分主人。”而对于3分匠人，我们的研究领域还对他关心的不够，而这恰恰是我这堂课要讲述的内容。胡同这个词来源于蒙古语，它的意思是街巷的意思。这样由四合院落和街巷组成的居住模式呢，自2000年前的西汉时代就已经有了，而且至今仍然被北京人所沿用着。同学们，大家好。今天呢，将由我来给大家讲述中国建筑史的第9讲，元明时期的城市与建筑的上半部分。那么我们呢，先从元代的城市与建筑说起。在公元12世纪末的时候，北方的草原上崛起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蒙古族的部落首领铁木真的带领下，逐渐统一了蒙古的各部。在公元1206年的时候，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蒙古人的军事能力非常的强大，他们东征西讨，一路上面征服了很多的国家，其中包括像西辽、西域的花剌子模等等，一直打到了东欧的伏尔加流域。之后呢，又先后攻灭了中国版图内的金朝、西夏、大理，还招降了吐蕃。公元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正式称帝，就建立了大元王朝，而且呢，把首都定在了大都，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北京。公元1279年，元朝彻底灭亡了南宋，从此呢，就完全占有了中国的全境，建立起了一个版图空前辽阔的庞大帝国。蒙古统治下的大元王朝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统一的帝国。在民族政策方面呢，
它具有很强的矛盾性。一方面呢，元朝实行很严格的民族的等级制度，它把这个天下的人民呢分成了4个等级。第一等呢就是蒙古人，第二等呢是所谓的色目人，主要是来自于西域、中亚和阿拉伯地区的这些人种。第三等呢称之为汉人，其实呢主要就是中国原来北方地区的汉族人以及契丹和女真人。最后一等呢称之为南人，其实就是南宋统治区内的那些广大的人民。但是呢，在民族等级制度和歧视政策的同时，元朝呢它其实也善于去吸收不同地区的不同文明的各种先进的文化，这就使得中国本土的建筑文化的记忆呢与其他的地方有一个很大规模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面也促进了中国建筑艺术的发展。蒙古人原本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他们所熟悉的居住的空间呢是一种可移动的毡帐式的房屋，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蒙古包。正因为如此呢，蒙古人原本对于固定的城市和建筑物相对的缺乏珍爱之心，所以在他们的征战过程当中呢，就常常会对欧亚大陆的其他的先进文明的城市和建筑造成巨大的破坏。但是呢，随着统治的日渐稳固，蒙古的这个上层的这个统治者呢，也逐渐受到一些先进文化的影响，开始去尝试着修建一些自己的都城和宫殿的建筑，而逐渐就在很大程度上面放弃了原本的那种临时式的毡帐式的那样的一个居住形式。特别是在元朝中后期的都城和宫殿建设方面呢，汉化的倾向日渐的明显，就是它很多的建筑的形式，包括技术包括这个一些装饰呢，都有模仿汉族原本的建筑的这么一个企图。但是呢，在汉化的同时，在很多方面，蒙古人还能保持自己的一些传统的特色。等一下呢，我们会具体的来解说。在元朝时期呢，中国的宗教有很大的发展，于是呢，在整个统治区域里面，先后兴建了很多的不同的宗教建筑。其中呢，这个蒙古的上层统治阶层呢，主要信奉藏传佛教，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喇嘛教。除了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寺院之外呢，其实还修建了很多的中国本土原来汉传佛教式样的寺院。与此同时，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还包括这个摩尼教这些相关的宗教的建筑物，也都得到了一个大的发展的空间。特别是有一些港口城市，比如说泉州、广州，先后新建了不少伊斯兰的清真寺。因为那个时候呢，到中国来做生意和当官的阿拉伯人数量相当的多。元朝建筑，特别是皇家建筑呢，有2个很重要的特点，一个就是崇尚白色。这个有可能因为原本蒙古人所住的这个蒙古包，它就是白颜色的。那么所以呢，当他们兴建固定的建筑物的同时，也非常喜欢以白色作为一个主打的色调，包括屋面常常会铺设白色的琉璃瓦。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呢，元朝的宫殿，包括一些住宅，非常喜欢采用工字形的平面，也就是说，它会分成前后2个房屋，中间呢用一根竖向的走廊把它们串联起来。这种形式其实呢，在宋朝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但是呢，在元朝的时候呢，得到了更大面积的一个普及和推广。元代建筑在木结构体系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具体来说呢，元代建筑大部分会采用厅堂式的结构，同时呢，在构建的形式和施工方式方面有简化的趋势。一方面呢，在柱网布置方面，它会采用相对比较自由化的方式来进行摆布，同时呢，还常常使用所谓的减柱造和移柱造，也就是说呢，会把这个柱子呢从它原本应该待的位置呢减掉，或者呢把它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同时，这个斗拱的作用相对宋代建筑来说有所削弱，
而梁幅的跨度与断面相对会增大。此外呢，元朝建筑常常会使用一些没有经过仔细加工的原生态的弯料，这样也使得整个建筑的风格具有某种率性和质朴的特征。再其次呢，元代建筑也相对会比较多的使用斜向的支撑构件，也使得它的整个的这个木结构体系呢显得更加的灵活。所有这一切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为元代之后的明清木结构体系的高度成熟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元代的都城建设。其实早在1235年的时候，成吉思汗之后的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就曾经在草原上修建了蒙古人的第一座都城，在今天的蒙古国的境内。这座城市呢叫哈拉和林，但是呢相对的比较的简单，还不具备先进文明的城市的很多特征。那么真正意义上呢比较完备的城市呢，是在公元1256年的时候，当时尚未登上蒙古大汗之位的忽必烈，他来主导修建的。他当时呢是选择了内蒙古大草原上的滦河上游，修建了一座开平府的府城，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大本营。到了公元1260年，忽必烈就在这个开平府被拥立为大汗，正式的把这座城市来作为蒙古帝国的一个核心的统治的都城。公元1263年，正式的把这座城市称为上都。那么后来呢，因为忽必烈又修建了更为宏伟的大都，作为整个王朝的首都，那么这个上都呢就被改为了陪都，主要呢是作为皇室的避暑行宫来使用。目前呢，原上都的遗址的保存还是相对完整的，并且在2012年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上都城的总平面图。整个城市呢，实际上是由3重城墙来围合的。其中呢，宫城位于城市偏东南的这个位置，在它的外面呢是一圈接近于正方形的内城，边长大概是1400米。然后在这个内城的北边和西面，它又包裹了一圈外城，所以外城的这个空间呢，接近于一个曲尺形。整个这个内城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布局相当的严谨，有非常明确的中轴线。而这个外城区域呢，实际上可以分成2个大的部分。北边整个这个区域呢，里面有河流，有水系，布局很零散，主要呢是当时皇家的院囿区或者叫御苑区。而这个西部呢，主要是它的一个集市区，曾经是当年草原上面最重要的一个商业的集散中心，很多来自于西域、阿拉伯甚至欧洲的商人都会来此来做交易。这里面呢还分布着若干条的商业的街巷，会有各种各样形式的这个店铺。虽然这个上都建设已经相对比较完备了，但是它的位置还是相对比较偏北，不太利于来统治那么庞大的一个疆域。所以呢，后来这个忽必烈从这个地理因素、政治因素来统一考虑，决定呢要迁都。他依然是选择的就是当年大金王朝的首都中都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来营建新的都城。从1267年就在东都的东北面一大片平地上面开始来进行新的城市建设了。当时整个这个工程呢，有很多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能工巧匠共同参与。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呢，是一位汉族官员，名叫刘秉忠，由他来负责总体的规划。但是呢，所有的规划的方案都必须由皇帝忽必烈本人亲自裁定才能够最终定下来啊。这个大都的建设先后持续了有将近30年。我们看这张图能够理解，就是元大都和金中都这2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因为经过了金末元初的战争的破坏，金中都整个城市呢
大体还在，但是呢，相当的残破，特别是宫殿已经被烧掉了。那么这个大都呢，它其实就是把这个金东都北边偏东的这块地方作为它一个新的城址来进行建设。虽然这是一个新建的一个城市，但是呢，它也受到地形条件的某些制约。最主要就是因为城市的南边呢已经有金东都存在了，它没有办法呢再向南边去扩，所以呢，导致整个城市的布局呢，皇城和宫城呢显得相对比较偏南一些。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呢，在中国整个所有的都城建设当中啊，首次把大面积的水面纳入到城市的中心来。一块呢称之为所谓的太液池，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北京的中海和北海那个范围。在元朝时候呢，是一整个大的水面，主要是以它为核心，环绕设置这个一些皇宫的建筑。在城市的外城的这个北侧呢，还有一大片的这个水面，被称之为海子。这是因为少数民族常常喜欢把大片的湖面称之为海。元大都是一座非常宏伟而壮观的古代都城，拥有很明确的中轴线，而整个城市的道路体系呢，是所谓棋盘式的方格网的布局体系。从一建设开始，就非常明确的把这个道路呢分成3个等级。第一等呢是大街，有24步宽，大约和今天37.2米。大街之间呢是小街，比大街要窄一半，12步宽，大概和今天的18.6米。然后在小街之间呢，就分布着若干条胡同，胡同呢只有6步宽，大概和今天的9.3米。通过这样的一个很严格的一个等级体系的划分，就使得整个城市的道路系统非常的明确。元大都的规划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水系非常的科学和合理。整个这一套水系系统呢，是由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来主持规划的。它实际上呢是用2条平行的水道，分别从北京西北郊的玉泉山和昌平的神山来引这个山泉水，然后呢通过2条平行的河流，一条是金河，一条是长河，把它们引到大都的城内，然后呢又分别的注入太液池和海子这2片大的水面当中去，然后2者呢又汇合在一起，向东流入这个城东的通惠河，与京杭大运河直接贯通在一起。应该说，整个这套水系呢，它有好几个方面的优点。首先就是呢，保证了城市的用水以及雨涝天气的这个排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呢，它其实呢，直接的和京杭大运河发生联系，具有漕运的这么一个功能。特别大家需要知道的是呢，元朝时候大运河的北端的这个终点的码头，并不是在今天的通州，而是呢一直延伸到这片海子的沿岸。所以实际上呢，当年的海子的这个周围啊，是非常繁华的一种千帆云集的场景。那么这个胡同呢，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保留在北京的旧城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感到元朝时期给我们留下的这样的一种城市道路体系的特殊的魅力。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元朝的宫殿建筑。蒙古帝国在建造正式的都城和固定的建筑物之前呢，他们的宫殿其实会采用一种特殊的沃尔朵制度。所谓沃尔朵呢，其实是由若干大小不同的这种蒙古包式的帐殿组合而成的。一般来说呢，它会在中心的位置设置特别大的那一种帐殿，然后周围呢环制比较小的帐房或者帐屋，整个的这个体系呢防卫相当的森严，它其实具有某种强烈的军事的色彩。那么到了元上都时期呢，它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宫殿区了。但是我们看这张遗址平面图，能够体会到它整个的宫殿区的格局呢相当的分散。我们没有看到汉族王朝宫殿当中所常见的那种非常严整的庭院化的那种格局啊，它整个这个区域呢更好像是
比较分散的一种园林化的布置。其中呢，值得一说的就是在整个宫殿最核心的这个位置呢，有一座大安阁啊。这座建筑很有来历，它实际上呢是从金朝后期的首都开封的这个宫殿当中呢，一座非常重要的建筑西春阁啊，是把它整个给拆下来，然后千里迢迢的运到上都，再重新拼装起来的。这也反映出就是元代开国初期的时候呢，它建筑的水平可能没有那么高，它甚至就会把先进的王朝的那些旧的建筑物直接给搬运过来，来把它作为一个新的建筑来使用。这是现代学者所复原的大安阁的立面图，这是侧立面。这是后人所想象的大安阁的形象啊，它显然分了好几层，整个建筑的体量和空间都是比较庞大的。元大都的宫殿呢，主要都设在皇城的内部，环绕着那一片大水面太液池来布置。整个这个区域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金中都时期的离宫大灵宫。元朝实际上是把这个地方作为它皇室生活的一个新的核心来进行打造。大类的宫城呢，就位于城市的中轴线上，也是在太液池的东岸。而在太液池的西岸呢，又布置了另外2组相对比较完整的宫殿建筑群，那分别是隆福宫和兴圣宫。整个的宫殿建筑工程呢，主要由阿拉伯人也黑迭儿来主持规划和具体的设计。当然，这也反映出元代建筑非常强烈的国际化的特点。这个大类工程呢，实际上可以分为前朝和后秦2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每一个区域呢，我们看到都用一圈廊屋来环绕中间最核心的大殿。这个空间的感觉，似乎是当年乌尔鲁之筑的一个新的变体。其中这个前朝的正殿呢，称之为大明殿；后秦部分的这个正殿呢，是延春阁。无论是大明殿还是延春阁，都采用工字形的平面，也就是说，在一个统一的台基上面呢，它其实是由前殿、后殿以及中间的这个连廊共同组合而成的。在宫城的西北部呢，它还设有一个独立的一个佛教建筑群，那就是玉德殿。那当然了，它主要是藏传佛教的体系。除此之外呢，在整个宫城里面啊，还布置了一些非常具有蒙古族特色的一些设施，比如说鹰房、羊圈、大酒瓮啊，都是因为蒙古人喜欢打猎，喜欢吃羊肉，也特别喜欢喝酒。此外呢，在建筑的室内，大量的使用动物的皮毛做成的地毯、帷幕以及这个壁挂，所有这些呢，也可以看到，就是在积极汉化的同时，蒙古的统治者他其实在生活当中还保留了很多自己本民族传统的带有游牧色彩的一些生活的印记。这个隆福宫呢，原本是太子所居的一个独立的宫殿，那么到了元成宗统治的时期，它又被改成一个太后宫了。它的布局不像大内宫城那么严整，核心区域呢也仍然是一个工字形的大殿，然后用一圈廊屋来围合。在它的北边啊，有成排的专门给侍女所使用的直房的院落。在这个宫殿的西部呢，有相对独立的一个园林区。我们发现这个园林呢，和中国本土大部分园林的布置方式不太一样，它有非常明确的一个中轴线。在这个中轴线上面呢，依次的布置水池啊、假山和一些相关的亭台楼阁，显得具有很强烈的规整化的这么一个趋势。兴圣宫是元武宗为他的母亲所建的另外一座独立的太后宫，它的格局和大内宫城比较相似，相对也比较严谨，但是规模呢也要小很多。它的前殿就是兴正殿，后殿呢叫延华阁，在2侧啊就布置了这个很多也是相对比较独立的嫔妃们的这个生活的庭院以及相关的附属的建筑。元代的宗教建筑非常的鼎盛啊，所以有很多实例一直留存到了今天。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山西洪洞县的广胜下寺。
这组寺庙建筑群呢，位于霍山的脚下，它的旁边呢就是霍泉的发源地。整组建筑呢，其实是可以分为山门、前殿和后殿这样几座主要的建筑物来组成的。在这个广胜下寺的旁边呢，还有一座相邻的水神庙，那么也是元朝时候留下来的一个遗构。广胜下寺的山门是一个歇山顶的重檐建筑，3开间。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就在于它下面的这重檐呢，并不是一圈围合的这么一个檐子的构成，而是呢像悬山一样设的是一个前后檐。这个感觉啊非常的独特，也反映出元代建筑不拘一格，有时候不守常规的这么一个特点。它的前殿呢和后殿都是悬山顶，不过呢这个前殿的体量要小一些，5开间，后殿呢有7间。无论是前殿还是后殿呢，都明显的使用了简铸造的这么一个构成的方式，而这个木料本身呢，有的使用原料，有的使用弯料，整个结构体系显得相当的灵活变通。这个就是广胜下寺旁边的那座水神庙的大殿，大殿本身当然这个结构呢也是非常的巧妙。更重要的是呢，在这个大殿的内壁呢，还保存着多幅元代时候的这个壁画，显得很生动。第二个例子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北京和五台山的2座白塔。大家都知道，佛塔呢最初源于古印度的素土坡，原本是佛祖涅槃之后的陵墓，然后逐渐呢成为了佛教的一个崇拜物。后来呢又逐渐演变出了不同的样式。在这门课程的前半部分呢，已经给大家可能介绍过了楼阁式塔、密檐式塔以及单层的亭阁式塔。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介绍第4种这个不同的佛塔的形式。这种佛塔的形式呢，主要会见于藏传佛教体系，被称为喇嘛塔。而且呢，相比较其他的中国佛塔来说呢，这种佛塔的造型更接近于原始的素土坡的那么一个形式。这种佛塔在中国出现呢，也是从元朝忽必烈的统治期开始的。在公元1260年的时候啊，大汗忽必烈命令帝师八思巴在吐蕃修建一座黄金塔。当时呢，为了建这么一座塔呢，还从尼泊尔来挑选能工巧匠来主持设计。最后呢，17岁的工匠阿尼哥主动请命，来到吐蕃，完成了这座黄金塔的设计与建造任务。在此之后呢，阿尼哥得到了国师八思巴的赏识，跟随他一起来到了大都，然后呢，于公元1271年，亲自在大都主持设计的一座新的佛塔，那就是大圣万安寺北塔，前后历时8年之久。这座塔呢，实际上也就是现存的北京的妙音寺的北塔。这是一座非常典型的藏传佛教体系的喇嘛塔，通高50.9米。整个塔的立面呢，其实是由5个部分组成，下面呢有层层叠叠的相对比较复杂的塔基，有一点像汉都地区本来就有的须弥座的形式，只不过呢相对简化了。在这个座的上面呢，有这个覆盖的莲花瓣，这是第一部分，属于塔基。第二部分呢，就是塔身。这个塔身呢，更像是一个瓶子的那么一个瓶身的那么造型，它和素土坡那样的一个半球形的有点不同了。再往上面去呢，是一圈一圈的象轮，再上面呢，这是伞盖，最后呢是一个宝瓶来作为顶端的一个结束。我们看这个塔的立面呢，其实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人的化身，就是下面是他的那个腿部，塔身呢相当于他的一个身部或者肚子，象轮是脖子，上面是帽子和帽顶上的一个装饰。整个这一座白塔呢，造型非常的宏伟，都是拿砖来砌筑的，通体基本上都是白色，上面几乎没有复杂的雕刻的纹饰，就是拿建筑本身的这个体量和这个造型来取胜。它后来也成为了中原地区很多喇嘛式塔的一个最初的祖师或者说是原型。比这个时间再晚一点，
阿尼哥又在五台山设计了一座释迦文佛真身舍利宝塔，那么也就是今天保留在五台山的塔院寺的大白塔。这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塔院寺的一个平面布局，它实际上呢和很多汉地的其他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布局方式呢还有点不太一样。整个寺院最核心的就是这个北塔，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然后有山门，其他的这个殿呢只是一个配角的地位。这座塔的这个造型呢，实际上和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一座北京的北塔基本上是相同的，差别就在于每一个部分的比例上面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它好像经过瘦身处理似的，所以它的这个塔身，也就是相当于肚子这个部分呢，显得稍微的缩小了一些。这两座喇嘛塔后来呢，经常会被作为中国内地其他喇嘛塔效仿的一个对象。到了明清时期呢，还常常会修建类似形式的这种建筑物。但是相比较元代的这两座塔而言呢，以后的晚期的这个北塔的造型呢，会显得比例更修长一些，特别是那个相轮，也就是脖子那个部分呢，会显得更细一点。第三个例子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居庸关的云台。这个居庸关本身就是长城沿线非常重要的一座关隘，在这个关的内部呢，曾经修筑过一个巨大的过街塔，也就是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塔的类型，它其实是放在城市的一个核心的位置，下面有这么一个城台是可以穿越的。在这个塔的北边呢，还曾经有过一座寺庙，但是很可惜，这个过街塔呢，现在只剩下它的台基部分了，上面的塔和背后的寺院都已经被毁掉了。我们刚才说过，阿尼哥在大都所设计的北塔呢，实际上基本上没有什么雕饰，显得非常的干净。而这个居庸关的云台呢，恰好相反，它的所有细节充满了非常繁复的雕刻的图案。这些图案的题材呢，包含各种天神、动物、云彩，而且呢还参照西藏的一些古寺来设有不同文字所雕刻的陀罗尼经咒，所以它能够更加丰富或者更加多元化的去反映藏传佛教的很多特征。前面说的三个例子都是佛教建筑，其实呢，在这个元朝的时候蒙古统治者本身虽然是主要信奉喇嘛教，但是他们对道教也相对比较尊崇，特别是道教北方的那个最大的流派全真教这个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传播的空间。元代的这个道教建筑呢，最高的一个代表就是山西芮城的永乐宫。这一组建筑又曾经叫过纯阳宫，它原来位于芮城的永乐镇。1959年的时候，因为要修建水库而把它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中国文物建筑保护史上非常优秀的一个范例。尽管它的位置呢做过迁移，但是它主要的建筑包括它的一些壁画都还比较好的一直保存到了今天。这组建筑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主体部分有非常明确的一条中轴线，而且呢并没有在两边去设配殿，整个空间显得比较的狭长。最前面设有山门，然后呢第二道门呢又叫无极门，中间最重要的这座大殿就是三清殿。三清殿的北面呢分别设有三座体量比较接近的另外三座后殿，分别是春阳殿、重阳殿和丘土殿。当然我们看到现存的山门呢已经是清代重建的结果了，但是大体的空间位置呢还保持着元代的特点。这第二道无极门呢是一座5开间5殿屋顶的建筑物，它又叫龙虎殿，因为这个殿内呢供奉的是青龙、白虎这两座道教的神灵，它的地位有一点相当于佛教当中的天王殿。这个是整个永乐宫的正殿。三清殿又叫无极殿，所以它体量最大，是一座7开间5殿顶的大建筑。其中内部呢供奉的就是道教的最高的神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清，分别是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和太清道德天尊。这个看过中国一些古代神话小说的，比如《西游记》《封神榜》的这个朋友，可能会对此也有所了解。这个后面的这3个殿呢，其实是
奉的是与全真教相关的3位祖师，纯阳殿供奉的是8仙之一的吕洞宾，重阳殿呢供奉的是全真教的这个创始人王重阳，丘祖殿呢供奉的是王重阳的弟子长春子丘处机。这3座殿呢，当然地位要比三清殿要低一些，所以它都采用的是5间歇山顶的这样的一个造型。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整组永乐宫的建筑群呢，主次是很分明的，格局也相对比较严谨。还有一点值得一说，就是永乐宫里面所保存的壁画是元代绘画的非常杰出的范例，特别是三清殿里面有非常宏大的朝元图，描绘的是这个道教诸神朝见元始天尊的一个非常宏大的场景。那么刚才呢，我们所讲的呢，大部分是北方的这个宗教建筑的实例。我们再来看几个中国南方地区还保留着的元代的佛寺殿堂和道教殿宇的一些例子。那么在浙江金华呢，有一个天宁寺大殿；在浙江的武义呢，有一个严福寺的大殿；还在上海呢，真如寺也保存着一个元代的大殿。这些寺庙的其他的部分呢，都已经是后期改建的了。我们就从这个最核心的大殿上面呢，还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元代建筑的特点。它们有一些共性，都是3开间的这个殿宇，一般都是歇山顶，有的单檐，有的重檐。内部的构架体系呢，各自有所不同，但是都具有我们前面所说过的相对比较自由化，甚至有一些率性质朴的这种风格的趋势。另外呢，作为南方建筑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它相对北方建筑来说呢，显得更加灵活一些啊，特别是这个屋角的起翘显得更陡一点。那么在南方的这个元代宗教建筑当中呢，最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峨眉山的山脚下有一座飞来殿，它建于元朝的大德年间，也就是公元1298年。这是一座5间歇山建筑，整个建筑的造型非常的秀气。其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呢，它在这个前檐的位置呢，故意剪掉了2根柱子，然后呢，把这个次间的2根柱子呢，又往中间移了移。也就是说，它本来这个前檐呢，应该是有6根柱子来围成5间，但实际上呢，只剩下了4根。特别是中间这2根柱子呢，跟后面的柱子是不对位的，这是很典型的减柱和移柱的一个例证。它的柱子本身呢，造型也很奇特，它在这个柱身的上面啊，做了非常盘旋的这个龙的这个图案，甚至包括这个建筑构件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的斗拱上面啊，都刻出龙头的这种东西来，都反映出非常具有生活气息的，或者说非常鲜活灵动的这么一种造型艺术特点。元代建筑还有一种非常值得一说的类型呢，就是科技建筑。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是比较发达的，很多朝代呢都曾经为了观测天象，或者说测定时刻而修建专门的观象台。那么元代呢，在天文学的领域又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还曾经在公元1280年颁布过当时相当先进的授时律。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不光是一个水利学家，同时也是非常杰出的天文学家。他曾经主持过全国性的天文观测活动，并且为此呢，在中国版图内的27个不同的地方都修建过观象台。但是很可惜，目前呢，只有河南登封的观象台被唯一的保留了下来。不过这座观象台呢，在所有的27座观象台当中呢，地位最为重要。那是因为呢，中国古人会认为嵩山所在的地区啊，是所谓的天下之中，在这个地方进行天文观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这个特殊的效果。观象台本身呢，位于登封县城东南15公里外的一个镇上面。观象台的本身呢，是用砖砌筑而成的，从立面上看呢，是一个梯形的形式，高度呢大约在9.46米，但底边长超过了16米，上面收分的比较明显，两侧呢设这个塌道，
可以盘旋地登上来。在这个观象台的台上呢，当年曾经放置过铜壶滴漏以及其他的一些观测天象的仪器，但可惜这些仪器今天已经不在了。不过呢，这个观象台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天文仪器，可以用它来相当精准的去测量太阳的光影在地表上面所留下来的不同时刻的变化。具体来讲呢，就是在这个观象台的北面，他们建了2座非常小的这个房屋，这2个房屋之间呢，其实有一个缺口，在这个缺口的上空呢，放了一根木梁，这根木梁呢，就相当于仪器的指针。同时呢，在这个观象台北面的地面上面啊，它铺砌了一条长达30多米的石龟，这条石龟又被称为天尺，它就相当于整个这个大型天文观测仪器的刻度表。当时的观测活动呢，主要就是观看每天不同的时刻，这个木梁在这根石龟上面投影位置，以及呢它所产生的相应的变化。通过它可以非常准确地把这个时刻的变化给记录下来，科学性很高。这也反映出元代在科学技术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成就的。下面呢，我们就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明代的城市建设。元朝末年，天下大乱，中国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在连年的混战之后呢，朱元璋逐渐在南方取得了巨大的优势地位。公元1364年，自称吴王，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1368年正式称帝，建立起了大明王朝。当时的明朝呢，以南京应天府为首都，年号洪武。正式建立王朝之后呢，朱元璋派大将统兵北伐。元朝最后一任皇帝元顺帝逃到北方草原去了，元朝随之灭亡。中国重新回到了由汉族人统治的大一统的王朝之中。那么元朝整个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它毕竟是由游牧民族所建立的一个朝代，它对于宋代以及之前的汉族王朝的很多典章文化制度呢，并没有完全的继承。特别是在这个蒙古帝国初创的早期，出于这个军事方面的原因呢，这个统治者对于中国境内的很多城池，他采取的是一种摧毁的态度因为游牧民族会认为这些城市没什么用处，还特别的阻碍他去攻取很多城市的城墙呢都被拆掉了。虽然在这个元朝的中后期呢，修复了一些城池，但是到了元朝末期，因为这个战争的原因呢，又造成了许多新的破坏。那么在明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呢，它其实面临的是一个北废待兴的局面，也就是说，中国境内的大部分城市都处于一个残破的状态，特别是很多城市的城墙基本上已经毁坏殆尽了。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曾经有一个谋士给朱元璋提出了9个字的基本的国策，那就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其中高筑墙呢，就是建议这个朱元璋在他的这个统治区内呢，大力的推动地方城市的建设，把原本被毁坏的很多城墙重新的修复等到这个明朝完全建立，彻底推翻元朝之后呢，为了防御蒙古人再次南侵，又大力的去重修万里长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部分的长城的遗物，实际上都是明朝时候留下来的。明朝持续了将近280年的时间，前后一共有16位皇帝，其中有3位皇帝呢，对于城市建设和建筑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首先就是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从朱元璋称帝之后呢，他就一直致力于重建汉族原本就有的这些典章制度。这些制度呢，往往和建筑和城市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呢，他就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
对当时宫殿的规制、王府、坛庙、陵寝、学校等等所有相关的重要建筑物的制度呢，都做了一个非常规范的一个约定，从而建立起了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建筑的系统。应该说，这套系统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建筑领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之后的清朝基本上全盘继承了明朝相关的这些建筑的制度。在洪武年间呢，朱元璋是以这个自己的儿子为藩王来镇守各地，其中呢，元大都被改名叫北平，作为他的第4子燕王朱棣的封地。建文年间，朱棣以靖难为名，从北平起兵南伐，经过几年的战争之后呢，篡夺了他侄儿建文帝的皇位，成为了一个新的君主，那就是明成祖。这也是第2位对于明代的城市建设和建筑产生重大影响的皇帝。朱棣改年号为永乐，几乎从他登上帝位的同时，他就很想把首都迁回到自己的发基地，也就是北平。当然，这个思想呢，也有出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考虑。所以在永乐元年的时候他就把北平改称为北京，作为陪都来进行建设。从永乐4年开始，就大力的来修建北京城新的宫殿建筑，同时对整个城市进行改造。永乐19年，也就是公元1421年，成祖朱棣正式把首都迁回到北京。第3位对于明朝的都城建设产生重要影响的呢，是明朝中叶的世宗嘉靖皇帝。这个嘉靖皇帝朱厚熜呢，他其实是明孝宗的侄儿，明武宗的堂兄弟。那么明武宗驾崩的时候呢，没后代，经过这个皇室和大臣们的商议呢，就决定呢，把当时担任新王的这位朱厚熜作为皇位的继承人接到北京来。那么按照皇家的礼制的规定，他应该追认明孝宗作为自己的父亲，他相当于是明孝宗的一个直接的继承人，然后来统治天下。但实际上呢，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呢是新先王，也许是出于孝心，他很想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帝。这一点呢，又是不符合中国古代封建礼制的一个行为，遭到大臣们强烈的反对，在当时的这个朝野之间呢，引起了非常大的波澜。我们今天会觉得这种事情争执起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在古代封建社会，这个是头等的大事儿。世宗嘉靖皇帝为了强调自己对于这一套礼制秩序具有最高的话语权，他一方面呢和大臣们不停地进行争论，另外一方面呢，他就对北京的这些祭祀性的坛庙建筑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实际上呢，也是希望表现自己对于这套体系的一个主导的权利同时呢，还在北京的城南加轴了一圈外城，奠定了今天北京旧城凸字形的这个轮廓的体系。明朝的政治方面呢，应该说是不断的去加强君主的专制，在文化上面呢，禁锢的也比较厉害。明朝的科举很发达，主要是通过八股文来取士。应该说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严重的阻碍了思想文化和科技的发展。但另外一方面呢，特别是从明朝中叶以后随着上层社会朝政的日渐的腐败，整个大明王朝的法纪比较松弛。在江南地区和运河沿岸地区呢，又会孕育出一些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商品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社会风气呢偏向于奢华应该说这样一种社会风气对于建筑，特别是园林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于是呢，在明朝的晚期中国的这个造园理论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特别在江南地区和北京地区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园林的杰作。在宗教方面呢，元代统治者
更加尊奉道教，同时对佛教呢也比较尊崇。这样就使得呢这两种宗教建筑物呢又有新的发展。相比以前的时期而言，明代佛寺的规制呢更加趋向于定型化等一下我们会详细来解释。此外呢，还存在这个新的倾向，那就是儒释道三教合流。也就是说，在某些特殊的寺院里面呢，他可能会把这个儒家的孔子和佛教的释迦牟尼佛和道教的这个神祇共同供奉在一起。具体在建筑方面呢，明代的建筑群的设计水平相比前代来说有很大的提高，单个建筑的体量似乎有逐渐缩小的趋势，但是群体组合的方式更加的多元化。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建筑群，一大部分都是明代的遗物。在这个木结构体系方面呢，明代所做的新的发展就是定型化、简便化它的屋檐呢相比元代建筑进一步的缩短，曲线呢也不是那么的明显了有点变直了，斗拱进一步的缩小，但是数量呢又增多了看上去也许另外有一种端庄的气息。当然我们这个所说的呢主要是北方地区的官式建筑的这个造型，而南方地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呢往往会表现出更加精巧更加灵活的建筑的形象。也就是说，南北方建筑造型的差异呢到了明代会变得更加的明显。这张图呢表现的是浙江东阳的一组大型的民居建筑群这是一个卢氏家族几百年来居住的地方。目前现存的这些建筑物呢大部分是明朝时候所修建的，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恢宏非常这个具有气势的群体性的一个艺术的效果。在建筑材料方面呢，明代的砖的烧制和加工技术有非常大的提高，砖的产量远胜于之前所有的朝代。所以呢，包括城市的那个城墙和很多房屋，它的那些墙面以前大部分是以土为主来进行这个修建的，那么到了明朝时候呢，往往就改成了砖砌了。当然城墙里面的核心的部分还是夯土，但外面呢基本上都会包上很厚的那么一层砖。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应该说是极大的提高了建筑的质量。同时呢，明代还大量的出现了所谓的无梁殿，也就是说呢，不采用木结构，而就纯粹拿砖拱券结构砌筑而成的比较大型的建筑物，它里面不使用木梁，所以叫无梁殿。非常著名的，比如说明代所建的皇家档案馆皇室城，以及现在还保存着的南京灵谷寺的大殿，都是非常经典的无梁殿的形式。那么在建筑外装饰方面呢，明代在琉璃技艺方面也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它的琉璃的色彩比以前的朝代更加的丰富，而且非常非常的密实。很多宫殿、佛寺和道观的殿堂大量的使用琉璃瓦，包括这个墙上面也会使用很多的琉璃的构件，显得五彩缤纷，非常的华丽。此外呢，有些佛寺会修建用琉璃拼装的琉璃塔，其中最著名的一座呢，就是曾经在南京修建的报恩寺的这个9层塔。这个塔有一度被称为中古时代的世界7大奇迹之一，但很可惜毁于太平天国的战乱。目前呢还剩下一些残件，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当时这种非常高超的琉璃的技艺。在很多建筑群当中呢，还常常会修建琉璃的照壁包括琉璃的门，所有这一些都是这个技艺的一个进一步的体现。明朝时期，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交流其实更加的频繁和深入，因为与明代差不多同时的欧洲呢，主要处于文艺复兴时期。在明代晚期的万历年间，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陆陆续续的来到了中国。第一个来华的名叫利玛窦，他们呢不断的把西方最新的一些技术引进到中国来，开始在中国修建教堂，也从此开启了中西方建筑文化交流的一个序幕。这张图呢是利玛窦所绘制的
昆于万国全图。应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对于世界的了解也超过了之前的历史时期。大家明白啊，地球上面除了中国之外，还有若干其他的国家，还有很多别的先进的文明。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明代都城建设的情况。那么明朝初年呢，首先是以南京作为它的一个首都。我们知道，南京呢曾经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故都。那么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也曾经在这里建过都城。明朝时候呢，它实际上呢是把这个城市的核心区呢放在整个城市的东部，并不是在六朝故都的那个原本的争夺线上。城市本身由3重城墙围合，宫城和皇城相对比较规整，而外城的这个轮廓呢，顺应它原本的这个山水的地形，形状显得非常的不规整啊。它除了把这个皇城包含在内之外呢，里面还包含着大量的居民区、市场区以及城市西北部的这个军事防御区。目前，明代南京城墙当中呢，还保留着一个聚宝门，也就是今天的中华门。城门上面的建筑物已经被烧掉了，只剩下下面的这个城墙部分。这个聚宝门呢，是当时南京城南部最重要的一座城门。在它这个正式的城门的这个旁边，还设了好几道瓮城。这个瓮城呢，是中国古代城门非常重要的一种设施，就是有点像那个坛子一样，它能够加强城门部分的这个防御的强度。这张画呢，是明朝时候的画家所画的《南都繁会图》，它的性质呢，就类似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北宋时候张择端所画的那一幅《清明上河图》，它反映的是明朝时候南京作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大都会所呈现出来的非常繁华的城市的面貌。那么在洪武2年的时候，朱元璋呢又下诏，在他的故乡凤阳修建一座大型的中都城。这座中都城呢，其实只持续了6年的时间，工程就停止了，它并没有真正的建成。但是从它的这个规划和遗址的反映情况来看呢，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它的整个这个城市的格局呢，相比较南京城来说，显得更加的规整一些。它也是由宫城、皇城、外城3重城墙围合而成的。应该说，明朝初期所建的南京城和这座没有完全建成的中都城呢，为日后北京的城市规划提供了非常直接的借鉴。明朝初年占领大都的将领已经对这个城市的格局呢做了一定的改造，主要是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放弃了大都城北部的一段地方，然后把这个城市的这个南墙往南去移了一点，这样的一个情况。到了明城主朱棣迁都北京以后呢，对整个都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新的改造。一方面呢，构筑了非常宏伟壮观的紫禁城，然后呢，在这个紫禁城的外围呢，形成了一圈皇城。皇城的外围呢，就是北京内城的城墙就原本就北京也是和南京和中都一样，是一个3圈的这么一个城墙围合的构成。那么到了这个明英宗统治的时期呢，进一步的对这个城墙呢用砖来做加筑，同时呢去修造城门楼和这个瓮城，在城市的每一个角的位置都会修建角楼。目前呢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处呢，就是北京旧城的东南角楼。到了明世宗统治的时期在嘉靖32年开始呢，对北京城做了新一轮的扩建规划。原本城市的南面加筑了1圈城墙，加这个城墙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呢，到了明朝中叶呢，这个区域里面的居民的数量非常的多，城市的街道也比较稠密，它需要加强它的保卫。其次呢，明朝最重要的坛庙天坛也在这个区域里面天坛的这个西边呢，
还有一个仙洞坛，也是为了把这个坛庙呢包在城内，所以呢就加筑了这一圈外城。当然，按照他最新的这个企图或者最初的设想呢，希望在城市的西边和北边呢也再加上这一圈城墙，但是没有真的去动工，所以最后的这个北京城呢，它就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凸字形的一个轮廓的特征。它其实有4圈城墙，只不过这个外城呢和这个内城呢不是一个包裹的关系，而是一个南北并列的关系。这个北京城啊，被梁思成先生赞誉为中古时代最伟大的城市规划杰作之一。城市的布局非常井然有序，一圈一圈的这个城墙，一座一座的城门，彼此之间呢有着很好的呼应关系。特别是城市本身形成的一条很壮观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呢，是从外城的南部正门永定门开始，然后呢一直来到了内城的南面正门正阳门，再穿越这个皇城的正门承天门，再穿过整个宫殿紫禁城的这个中轴，最后呢一直到钟鼓楼为止。这是当时长达9公里的这一条壮观的中轴线，目前正在积极的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宫城当然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紫禁城，是当时大明王朝最核心的政治中心和皇室的生活中心。皇城的四面呢设4座门，南面的正门叫承天门，也就是今天的天安门，东西分别有东安门和西安门，北边是地安门。整个皇城里边啊，除了这个大内宫城、紫禁城之外呢，里面还设有太庙、社稷坛以及万岁山，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景山，还有这个大内的西苑，也就是中南海和北海。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府的机构，主要是为皇室、为王朝的核心所服务的。其中这个万岁山呢，实际上就变成了北京城的一个全城的制高点。站在这个地方，向这个南面去俯瞰整个紫禁城，还是能够体会到那种非常壮观的中轴线的关系。北京的内城一共设有9座城门，南面有3门，然后这个东西北各有2座城门。其中这个正阳门呢，和它前面那个瓮城的箭楼目前还保留着，但是所有的城墙都已经被拆掉了。此外呢，德胜门的箭楼也还在，其他大部分的这个城门都已经消失了，非常的遗憾。正因为北京的这个内城有9座城门，而皇城有4座城门，所以呢，民间又把北京城称之为4·9城。这个皇城的正门承天门以南的区域是主要的官署区，就是为王朝服务的这个6部以及呢其他各种各样的这个官署的机构都在这里设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啊。内城的北部呢，元朝时候所保留的那一片海子，到了明朝开始呢改成什刹海，在什刹海的这个沿岸呢修建了很多的府邸、佛寺和道观。这个地方呢，同时也成为了北京市民最重要的一片游览区，地位就相当于浙江杭州的西湖。明代的北京城的街道系统大致沿用元大都的格局，基本上呢呈这个棋盘式的方格网的这么一个布置的方式。但是相比元代而言呢，胡同的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呢，当时的这个居民住宅以4合院作为一个最主要的形式，当然有很多4合院呢一直也保留到了今天，非常适合北京的这个自然气候条件，住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啊。此外呢，京杭大运河在明朝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基本上王朝的这个税赋收入很大一部分要通过这个漕运从南方运到北京来，而大运河的终端码头呢不再设于海子的沿岸了，而是移到了通州地区，然后呢再通过陆运的方式运到京城的城内。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导致了这个整个城市的这个居民呢，他会有一些微妙的区隔。后来北京流传了一句话叫东富西贵，南平北贱，这个话自从明朝就开始流传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呢，很多商人喜欢住在这个内城的东部，因为这个离通州比较近，很多这个从南方运来的这个粮食也在北京的东城这个区域呢设粮仓。
而这个西部呢，它离玉泉山比较近，整个这个用水啊，包括生活设施方面呢，会更加方便一点。所以很多达官贵人啊，包括一些贵族们，都喜欢住在西城。而城市的这个外城呢，外来人口比较多，这个平民比较多，所以称为南平。城市的北半部呢，有比较多的手工业者居住，古代认为这些所谓的建业，所以叫北建。但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大致是有这么一个划分的一个趋势，但往往呢也会有一些特例出现。特别值得一说就是呢，北京的外城呢有比较多的斜街，这是因为当年在元大都修建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西南面啊有京中都存在，两个城之间呢不但有人往来交通，于是呢就走出了很多捷径，都是斜向的。后来在这个斜路的边上面呢，再修建房屋，就把它变成一种固定的胡同，保存下来了。它也反映出了城市发展和变迁中所呈现出的不同时代的烙印。北京外城的这个住宅的质量，包括尺度，明显不如内城，显得呢比较拥挤，比较稠密一点。从明朝中叶开始呢，外城逐渐成为了整个北京城的商业中心啊，在这个钟楼线上的前门大街的两侧，然后包括这个外城东西部的很多胡同里面啊，发展出了很多的商业的店铺。特别是呢，从永乐年间开始啊，也在外城出现了很多的会馆。这种建筑呢，主要是外地人啊用同乡的关系在北京所设的这么一种临时性的住宿和聚会的这么一个场所，所以使得外城呢具有更为广泛的一个接纳外来人口的这么一个特点。明代的整个版图内的城市建设是非常鼎盛的，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3座都城之外呢，其实在整个的统治区内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无数其他的城市。明代呢，它的行政划分的方式是这样的：全国一共分为13个布政使司的辖区，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省。每一个辖区里边呢，它会设府、州、县3个级别的城市。除此之外呢，其实还会有一些军事防御性的卫所，以及一些镇啊，包括一些堡啊，都有可能会用城墙来维和，所以使得它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实际上的等级呢，比这个最常见的3个级别显得还更要丰富一点。我们拿明代的陕西布政使司辖区来作为例子，当时的这个明代的陕西地区啊，比今天的陕西省其实范围要大得多。在方志里面呢，很明确地提出，整个这个区域的特点叫做内列8府，外控3边。什么意思呢？就是它里面的核心区呢，主要由8个府所控制。一般的居民大部分都生活在这个8个府的范围里面。当然，每一个府的里面呢，还会设若干的州和县，所以它的总数呢，除了8座府城之外，还有21座州城和95座县城。除此之外呢，我们发现，在整个这个区域的北边和西南边呢，它有3个军事防御的区域，就是它所谓的外控3边。在这个地方呢，一共设了13个卫所。那么这里的居民呢，主要是士兵和他们家属。之所以要设这3边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北边是蒙古人活动的区域，当时还和明朝频繁的发生战争，而它的那个西边呢就是藏区，它的这个南边呢是四川的少数民族聚居地，都是对这个大明王朝存在军事威胁的地方，所以在这些地方呢需要来设这些防御性的区域。在这个西安地区所有的府城当中呢，陕西布政使它的衙署所在的地方就是西安城，啊，它就相当于省城的这么一个地位。明代的西安城的城墙，今天还基本完整的保存着。当然，整个城市的规模比起隋唐时期的长安来说，那就差距很大了，只有当年的1/10，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首都了。周长40里，除了这个西安府之外的其他的府城呢，周长一般在9到12里之间，而州城呢
是6到9里之间，县城是3到4里。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就是不同等级的城市之间，它是存在着这个尺度的差异的。每一座地方城市啊，都把这个城墙和这个护城河作为它最重要的城防设施来加以修建。一般这个在这个城门的前面都会建瓮城，而且城墙呢，它不是一个非常笔直的那么一段墙，它每隔一段呢还会有一段凸起，这个凸起呢称之为马面啊，而且呢上面还会设一些其他的像窝铺这样的一些防御性的东西。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呢是明代西安城的长乐门以及护城河的情况。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明代的华安府是京杭大运河沿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它大部分的这个城市呢都依运河而设，所以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整个华安府呢，它一共下辖2个州、9个县，其中个别的县呢是没城墙的，一直没有把它建起来，但大部分县是有城墙的。整个华安府的辖区内呢，就设有1座府城、2座州城和7座县城。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府城的尺度是最大的。当然，这个府城同时也是山阳县的这个县城，所以府县同城。此外呢，其他的几座县城我们看到形状不一，有的是接近于正方形，有的接近于圆形，有的甚至有点像琵琶形。除了这个府州县3个等级之外呢，它还有一些比较独立的一些守御性的城池，比如说在海州的东面呢，专门设有一座东海守御所的这个城，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它设在一个海岛上面，当时主要为了防范倭寇。另外呢，有一些镇，它因为地位很重要，也可能会用这个城墙来包裹。那么比如说当时沿海的庙湾镇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整个区域里面的这个城池的类型呢，可以有5种情况。这些是方志里面所反映的明代不同时期的不同地方的一些府城的平面图。左边这个呢是四川地区的成都府，右边的呢是山地当中所营造的重庆府，这个是江南地区的松江府，实际上就是今天的上海市的所在地。这个是山东的临清州，这个是长衡县的县城，这座呢是一座卫城，就是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的这么一座城市。今天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实际上整体的规划和大部分的建筑物都是明代留下来的。河北怀来有一座鸡鸣驿，这是一座大型的驿站，也呈现出了一座城池的规模，所以被称为鸡鸣驿城，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例子。明朝之后，沿着长城设了多处重要的关隘，每一座关隘呢也拥有自己的这个城墙和城门，当然也有相应的一些衙署和居民区。当时这些关隘呢，最主要有9处，被称为皇明9边。我们拿这个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来举例，大家可以发现，山海关呢是在万里长城东端的起点。虽然整个长城走向呢是东西向的，但是山海关这一段呢，它的主要的这个走向是南北向的。山海关往东去就东北地区了，所以我们一般把东北叫关东，是以山海关作为界限来说的。整个这套关隘呢，其实不仅仅是有这么一座关城，它还有相关的其他一些附属的设施，形成了一种非常完善而严密的立体性的防御体系。明代的每一座地方城市，不管是府城、州城和县城，它里面都会包含一些比较重要的建筑的类型。首先就是公署，也就是说衙门，或者说是官员办公的和住宿的场所。明代的公署呢，大致可以分成3种类型：县司公署、郡邑公署和伍署。县司公署呢，一般是由中央或者说省级的这个领导机构派驻地方的办公的地方，比如说漕运总督的公署就是这样的一个性质。郡邑公署呢，那就是府州县地方长官的办公场所。伍署呢，一般就是军事长官办公的地方，特别是那些卫城，最高军事长官就叫什么什么卫的指挥使，他们的办公场所都属于伍署这个性质。一般来讲呢，地位最高的公署就会位于这个城市的核心的部分，规模有大小之别，但基本上的这个空间模式是比较相似的。他们一般都会设有正门以及第2道门仪门，
北边呢继续还会设介石亭。最核心的空间呢，一般是大堂，大堂的后面有2堂，分别就是这个最为核心的一个办公和举行仪式的一个场所。在整个宫储的北半部，一般会设有官邸区，而两侧的院落里面呢，会设有它相关的一些附属的设施。明代地方城市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建筑类型就是坛位。坛呢，指的是用于祭祀的一种露天的一种台基状的建筑物，就上面没有其他的房屋了，就是一个台子。位呢，原本指的是这个祭坛四周的矮墙，两个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种祭祀场所。明朝因为非常重视礼制秩序，也很讲究祭祀，还特别的把一些坛位，包括一些祠庙，都被列为官方所承认的正祀，也就使得这些行为的话呢，带有很浓厚的官方色彩。一般来说，地方的府、州、县，甚至包括一些卫城都会设有3大坛。这3大坛分别是社稷坛、风雨雷电山川坛和历坛。社稷坛嘛，就是祭祀土地和这个农作物之神的地方。风雨雷电山川，那么主要指的是一些自然现象与它背后所代表的那种神。历坛就是祭鬼的地方。我们看到呢，在一些方志资料里面呢，会显示当时不同的城市里面这些坛的这个基本的构成的模式。一般来讲呢，规模都不很大它会有一些附属的一些设施，然后核心的设施呢，就是这个祭坛本身。这都是一些府城和县城里面这个祭坛造型的一个基本的模式。明代地方城市另有一种重要的建筑类型就是儒学。这个儒学呢，指的就是祭祀孔子的文庙，以及跟他同时设置的官方的这个学宫机构。根据城市的规模不同，那么它这个官学呢，分别会称为府学、州学或者是县学。按照明朝科举的规定呢，考中秀才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到这些官学中去学习，所以古时候也把这个中秀才叫进学了。除了这个官方的儒学之外呢，民间还有很多自己所设的这个书院，这些往往是由官员或者由当地的富商自己捐款集资而修建的。它显得这个机构和这个教育内容呢，都要更自由一些。二者的差别就好比前者相当于公办的学校，后者相当于这个私立或者民办的学校。地方上面除了坛位之外呢，还有一些特殊的祭祀建筑就是有一些祠庙。明朝相对比较重视的呢是城隍庙、八腊庙，还有一些每个地方祭祀自己本地的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的一些祠堂。目前山西长治所保留的陆安府的城隍庙呢，还是明朝时候的原件。还有一点特别值得一提就是呢，明朝它是有一个封王的制度的，也就是说皇室宗亲呢会被有可能分别的分为亲王和郡王2个级别，并且在全国的各地一些府城当中呢，它会设有相应的王府。明朝的这个朝廷专门对这个王府的规制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比如说亲王府大概周长是多少，城墙多高，这个它都有记载。总面积呢大约是33万平方米，这个尺度是很大的，大致相当于紫禁城的45%。包括整个这个王府的相应的这个城门的规制、大殿的规制我们都发现呢，它其实好像是紫禁城的一个缩小的版本。它也分成前朝和后秦，然后里面也是相当的对称，整个的空间显得很庄严、很壮观。不同的城市设的王府的这个尺度，当然可能会有现实上的一些差异，但是呢，无一例外，这些王府呢都会在相应的城市里面占据比较核心的一个位置。目前保存相对比较好的明代的王府呢，是广西桂林的晋江王府。地方城市当中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建筑类型之外呢，其实更多的是大量的居民住宅，还有很多民间自己所建的寺庙、道观，当然还会有集市区，还有一些仓库区，甚至呢还会包含一些官方所设的驿站所以使得每一个城市的内容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大家好，今天由我来给大家讲述中国建筑史的第10讲，元明时期的城市与建筑的下半部分。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明代的宫殿建筑。早在元末明初的时候，朱元璋定都于南京，就开始在中山的西侧的山脚下修建大型的宫殿建筑群。刚开始时候呢，规制还比较简单，后来呢陆续扩建，力求恢复之前历代汉族王朝所讲究的所谓3朝5门的制度。洪武2年开始修建的中都宫殿，大致上面也遵循着这一套布局的体系。后来呢，整个这套规制又被北京的紫禁城所完全的继承。早在永乐4年，明成祖朱棣就下令在全国各地采办各种各样的材料，并且征召民工。紫禁城正式的动工是在永乐14年至18年，也就是公元1416至1420年。相对比较短的几年间，就初步完成了非常庞大的一组新宫殿的建设。当时呢，主持整个紫禁城的规划和设计的是来自于苏州地区的香山籍的一位叫蒯祥的匠师，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能工巧匠也在此贡献了自己的智慧。紫禁城的维护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大明王朝延续的过程当中，不断的遭遇火灾。为了修复被烧的殿宇呢，在明英宗统治年间呢，曾经做了一些重建的工作。之后呢，又有不断的增筑改建，一直到明朝万历25年，也就是公历1579年，才大体上宣告完备。明朝末年，李自成打入北京，崇祯皇帝被迫上吊自杀。但李自成在北京待的时间很短，很快又被迫败退了。在他这个退出北京城之前呢，曾经放了一把大火，把紫禁城大部分的建筑都烧掉了。有幸的是，清朝入关以后呢，按照原有的规制，又对紫禁城做了很大力度的重建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紫禁城的绝大部分的建筑物都是清朝重建或者改建的结果，但是呢，基本的规划和大体的格局仍然延续着明代原有的那一套体系。当然，其中呢也有很多地方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一些重要建筑的名称也前后有所不同。明代的紫禁城大致上延续南京宫殿的格局面貌，但是呢，总体上更加的宏伟，更加的壮观。其实，整个紫禁城是一座城市的一个格局，里边呢大大小小设了无数个院子，所以我们说这种空间体系叫做院套院。每一个院子呢，它其实也可以分为北边的正殿、左右的配殿以及前面的门殿，大概这样的一个思路，来把整个几十万平方米的这个范围里面铺展开来。紫禁城的功能分区是非常明确的。从总体上看，南面主要是外朝区，北面主要是内廷区。外朝呢，包含着三大殿、文华殿、武英殿以及内阁办公的公署等等，主要呢是为朝政仪典和朝廷的日常办公来准备的这些空间。内廷呢，其实主要是生活区，它会分成皇帝、皇后、其他的妃子以及皇子们，还有太后们他们不同的生活的场所。紫禁城最重要的建筑物都分布在那一条中轴线上，而且我们知道这条中轴线实际上是和北京城的轴线是重合的。中轴线最南端，我们其实可以从皇城的正南门承天门，也就是今天的天安门开始算起，然后呢会经过端门，这样呢就来到了紫禁城的正门午门的前面。午门的前面和承天门的前面都设有金水河，并且呢在河上面架设了汉白玉的石桥，显得空间形制非常的隆重。这个紫禁城本身呢，除了南边的午门之外，东西两侧开东华门和西华门，北边呢
有这个玄武门，不同的城门它其实是归不同的人出入使用来预备的。一般来说呢，皇帝的车驾出入主要是走正南的午门，而这个大臣们上朝呢，从东华门进。西华门呢，是一些大臣的眷属得到朝廷封赏的命妇，他们进宫朝见太后和皇后的时候呢，就从西华门出入。而北边的玄武门呢，主要是一些后勤辅助的这个人员，比如说太监和一些杂役出入宫廷时候来使用的。这个功能的分区是非常明确的。其中这个正南面的午门呢，地位最为崇高，它采用的是所谓的门阙合一的制度，也就是说，除了正中央的这个城门楼之外呢，它两边像人生出两条臂膀一样，延伸出两翼来，整个这个空间呢，就变成了一个倒过来的 U 字形，具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这个地方啊，是朝廷颁布大典以及呢打了胜仗之后献俘的一个场所，所以具有非常庄重、非常强烈的仪式性的空间效果。午门之内呢是奉天门，明代的皇帝按照规定，每天清晨的时候是需要在这个地方来理政的，在史书上称之为御门听政，也就是说皇帝直接上班的地方。奉天门之内就是奉天、华盖、景深三大殿，其中的奉天殿呢，就是今天的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我们看它的立面呢，好像分成了11间，其实呢，仔细的看一下，它是由9开间的正身加上1圈周围廊组合而成的，然后采用重檐5殿的屋顶，铺设黄色的琉璃瓦。这是整个大明王朝所有建筑物当中等级形制最高的一座，它也是王朝最高的一个象征。在太和殿的前面呢，有一个3万多平米的广场，上面还用这个铜铸了品级山作为标志。那主要是在举行大型朝典的时候呢，大臣们都会在广场上面站立口拜，然后呢，这个品级山呢，就是标识着不同的人所应该站的位置。奉天殿的后面，华盖殿就是现在的这个中和殿，它的造型呢，很像是一个方形的亭子，它实际上是一个过渡型的空间。皇帝临时在这个地方召见群臣或者赐宴这个亲王。在北边的景深殿就是现在的保和殿，它采用的是9开间重檐歇山顶，那么比前面的奉天殿呢显得要略微低这么一个等级。景深殿呢实际上是一个服务性的空间，主要是在大朝的时候呢，皇帝在这个地方完成更衣和其他的一些准备活动。3大殿本身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呢，他们坐落在同一座大型的汉白玉台基上，整个台基还分成3层，分别设立了非常精致的栏杆，所以整体上的气势显得非常的雄浑壮观。在3大殿两侧的院落里面呢，分别设有文华殿和武英殿，这2座殿堂呢都采用工字形的平面，那么和元朝皇宫所喜欢采用的平面形式比较相似。这2个地方呢，也是皇帝在不同的时候分别召见群臣的场所。后来李自成呢，就是在武英殿举行的登基典礼。另外呢，在皇后生日的时候，也会在武英殿升座，来接受朝廷命妇的叩拜和朝见。内廷部分的大门就是乾清门，在门内呢设有内廷的3大殿，它的基本格局模式和外朝3大殿其实比较相似，也是在大家共用的一个大型的汉白玉台基上面来排列前后3座殿宇。其中乾清宫呢，主要是皇帝本人的一个起居的场所，而这个坤宁宫呢，实际上是皇后的寝宫。交泰殿呢，有时候也临时用作皇后的寝宫，它的这个地位呢，和这个外朝3大殿里面的这个华盖殿其实比较相似。在内廷3大殿的两侧分别设东西6宫，还有这个乾清宫东5所，乾清宫西5所，所有这些呢都是自成院落的居住空间，绝大部分情况下呢都是给不同的后妃们来居住的。紫禁城的最北边呢是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御花园，这是乾清宫的建筑形象，它也是一个9开间重檐5殿顶，是整个内廷部分
地位最高的一座建筑物。在整个紫禁城的东部呢，设有慈庆宫。明朝时候呢，主要用作太子所居的宫殿，它也成为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一个格局。在慈庆宫的北边呢，设有奉先庙，它实际上呢是为内廷服务的一个小型的太庙，里面主要是供奉明代皇帝皇后的神位。在紫禁城的西边呢，设有慈宁宫、咸安宫，都属于太后的居所。此外，还设有一个仁寿宫，那是给这个本朝皇帝之前的先朝的一些宫廷嫔妃们养老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内廷区其实它的功能分区呢也是比较复杂的，它是给皇室的不同成员都安排了相对独立的一个空间。当然，其中呢地位最高的仍然是皇帝的寝宫。紫禁城的艺术特点呢非常的多，我们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呢有4点。第一呢，紫禁城这个词的本身是天地所居的紫薇园和宫境这2个词语的合称，既象征着天地所生活的地方，又表示这是一个凡人不能够插足的禁地。它的整个格局呢，一方面附会中国古代宫殿传统所说的所谓3朝5文制度，还有就是呢左主右摄，也就是说，在这个紫禁城的东边设有太庙，西边呢设有社稷坛，这些都是呢中国传统的古制，具有非常强烈的象征的含义。同时呢，整个紫禁城内部的这个功能分区相当的严谨，无论是外朝还是内廷，它所有的这个庭院、所有的建筑物都有它相应的特定的功能。第2点就是呢，紫禁城的空间秩序非常的严谨，在大体对称的前提下呢，也有一些灵活的变化。其中尤其讲究的是建筑的等级，因为实际上呢，不同的建筑它相应的功能和使用者，就决定了它本身的形式是属于哪一等的。中国古建筑在这方面呢，尤其的周密。一般在建筑的开间、屋顶形式、彩画，包括建筑的用料和室内的陈设各个方面，都会显示出非常明显的等级的差异。比如说最高等级的那就是奉天殿，9间周围廊、重檐、五殿、黄琉璃瓦、金丝楠木的柱子，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最高等级的。其他相应的殿堂，根据它的空间位置，根据它的功能，根据它使用者的地位的高低，各安其位，形成了一个非常主次分明的体系。这套系统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儒家的思想，那么在宫廷建筑当中又得到了强化。第3点，紫禁城的庭院处理手法十分的高明。我们前面说了，紫禁城其实是由大大小小不同的院落组合而成的。我们就拿中轴线来说，从午门开始，一直到出玄武门，前前后后就串联了大小、形状各不相同的8个院子。我们可以把每个院子呢看作是一小段独立的乐章，而把这些高矮、大小、朝向各不相同的建筑物呢，看作是一个一个跳动的音符，大家共同组合在一起，进退开合，既有前奏，又有序曲、铺垫，有高潮，有转折，有最后的结束的尾曲，整体的效果就好像是一首波澜壮阔的交响乐，能够给人以非常强烈的震撼。第4点，紫禁城中有大大小小无数的建筑物，这其中的建筑类型也是很丰富的。除了大殿和配殿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门、楼阁、亭子，还有屋房，还有走廊。所有这些建筑物呢，色彩都很丰富。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会采用白色的石头砌的基座，屋面上面铺的是黄色的琉璃瓦，墙面呢刷的是红色，再加上建筑梁方和柱子上面所呈现的金碧辉煌的彩画油饰，整体上面是一种暖色调，特别是以红黄为主的这样的一种色彩感，能够烘托出至尊无上的皇家气派。明代北京的皇家坛庙经过历代帝王的修建，那么到了明朝的中后期呢，已经达到了非常完善的地步，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
其中最重要的一座坛庙呢，就是皇室祭祖的太庙。太庙位于紫禁城端门东北侧，它和社稷坛实际上是左右对称的。始建于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在嘉庆时期最终得以完成。太庙建筑群空间不算很复杂，它由2重墙垣组合而成。那么在这个外墙的这个里面呢，也有一条金水河，然后跨河设了7座汉白玉的桥梁，这一点呢和宫门情况很相似。在这个内墙里边呢，它实际上主要是设了3座大殿，然后每一座大殿的左右两侧都设一个配殿，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这座正殿。正殿的北边呢是寝殿，寝殿的北边是挑庙。3座大殿呢其实都采用9开间的这个形式，但是呢明显正殿的体量要大于后面的2座殿堂。那是因为呢正殿本身它是整个太庙的一个最核心的建筑物，所以呢它采用了9间周围廊的形制。皇帝呢每一次进入太庙都要在这个正殿里面来举行隆重的祭祖的典礼，所以它是里面最为核心的一个仪式的空间。9间寝殿呢主要供奉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的历代的皇帝，当然也包括皇后的神位，其中最核心的放的是太祖的牌位，然后之后的历代皇帝会按照左右的次序，然后排列在两侧。挑庙也是9间殿，它这里面主要祭奉的呢是明朝皇室的元祖，就是朱元璋他的父亲、祖父乃至于曾祖之前的那些人。整个建筑群我们发现呢，它的格局还是相当的紧凑，最直接的反映的就是封建王朝举行祭祀典礼时候的那些规矩和相关的典章制度。再来说一下与太庙对称的社稷坛。我们前面讲地方城市的时候也说过，明朝的很多府州县城也会设社稷坛。这个社呢是对土地之神的一个尊称，而稷呢指的是五谷，就是所有农作物所代表的那一个神。二者合在一起，其实是反映了古代农耕社会对于土地、对于庄稼的这么一种特别的尊崇的态度。社稷坛和太庙对称，但是呢，它的主入口并不是在南面，而是北边。整个建筑群采取的是坐南朝北的这么一个格局。其中北面呢，除了是正门之外，还是有拜殿和祭殿。这2座殿宇呢，都是5间歇山顶建筑，一般呢是皇帝来社稷坛举行祭礼前休息的地方。当然，如果遇上了风雨，不太方便露天行礼的话呢，那么就在殿内也可以完成这个仪式。但是整个社稷坛最为核心的建筑并不是这些殿堂，而是一座由五色土覆盖的方形的祭坛。这个祭坛是露天的，分为上下2层，大概是5丈见方的这么一个尺度。祭坛的上面呢，专门铺设了5种颜色的泥土，中央是黄土，东边是青土，西边是白土，南边红土，北边是黑土。这实际上呢，和中国传统的5行方位以及它相关的色彩是一一对应的。早在明朝的时候呢，坛周边的矮墙，包括这个矮墙的这个檐，都铺设了相应颜色的这个琉璃瓦，来和这个五色土来进一步的做对应。在社稷坛的中央呢，专门埋了一个方形的石柱，这个方形石柱的顶上面呢，还做成锥形，这个就被称为社主石，也被称为太社，就是对于这个社稷坛之中社的一个最高的象征。那么明朝还有一座非常重要的坛庙，那就是天坛这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古代建筑优秀的范例。它的总面积呢很大，有273万平方米，大约是紫禁城的4倍。它位于北京外城的东南部，也是整个明朝规模最大的皇家建筑群之一。现存的建筑物呢和紫禁城一样，大多数为清代所重建或者改建，但是呢整体的格局也依然保存着明朝时候基本的一个规制。整个天坛也分成内外2重墙垣，但是和一般的建筑群不一样的是呢，它的2重墙垣的北半部
都出现了这种圆弧形，以此来表示天圆地方的观念。主要的建筑物呢位于中轴线上，但是这中轴线呢其实是略微偏东的，其中中轴线的南部就设置整个天坛的最核心的建筑，也是一个露天的祭坛，它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圆丘，分成了3层。在明朝的时候呢，每一层的栏杆，包括祭坛的这个台基的表面，都曾经铺设青色的琉璃，以此来象征青天。当然，到了清朝的时候呢，一律改成白色了。在圆丘的北边呢，有一个独立的圆形的小殿，看上去非常的精致，名叫黄琼宇。这里面存放昊天上帝的牌位。黄琼宇的北边啊，有一圈半圆形的围墙，就是今天为游客所津津乐道的回音壁。这实际上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并不是有意而为之的结果。中轴线的北部呢，专门建了一个太享殿，清朝之后改成祈年殿。这也是天坛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物，采用了圆形的平面，然后呢，底下有3层的汉白玉的台基，上面呢设3重屋檐。明朝时候呢，很明确的记载是3重屋檐的颜色各不相同，最上面的一重屋檐是青色，其实颜色是偏蓝的，中间呢黄色，下面是绿色，据说象征着天地和万物。那么到了清朝时候呢，一律改成了这个所谓青色的琉璃瓦了，看上去更单纯，但是原本的象征寓意呢被削弱了。这个地方啊是皇帝祈祷丰年的一个重要的场所。除了中轴线上的核心建筑之外呢，在天坛西部还设有斋宫，因为按照规制呢，一般皇帝在举行祭天大典之前呢，他需要提前一段时间赶到这个地方，先要斋戒沐浴，然后呢住几天，先做一些准备，心灵净化，然后再来行这个大礼。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神乐署、牺牲所，这些都是辅助的建筑。主要呢在祭天的时候呢，它有非常复杂的乐器的伴奏。另外呢，祭天的时候要献上不同的由牛、羊、猪宰杀而供奉的祭品，这种地方都是来做这些准备的。天坛的艺术成就啊非常的高啊，有以下几点尤其值得大家去关注。首先呢，它强烈的体现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无论是建筑物本身还是围墙，大量的使用圆形和弧形的平面，这是不同于很多别的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另外呢，在数字方面也非常喜欢用5和9这样的数字。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呢，这都属于阳数，天就是属阳的，同时呢9和5呢也可以代表帝王的95之尊。在整个的环境塑造方面呢，天坛尤其值得称道。这是一个皇帝与天进行沟通、进行交流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并没有特意修建高耸入云的建筑物。它采取的手法很特殊，实际上整个中轴线呢，铺设了一条高出地面之上的单壁甬道。这条甬道呢有360多米长，30米宽。其他地方呢，大量的种植柏树。那么当人站在主要的建筑物的前面，或者行走在单壁之上的时候呢，会发现你的视线是漂浮在这些柏树的树梢之上的。除此之外，就是蓝天和白云来作为一个宇宙的背景来给你仰视了。这时候会给人一个错觉，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啊与天的距离非常的近，具有很强的艺术的感染力。此外呢，我们还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北京城周边的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坛庙建筑啊。方哲坛，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地坛，它设在北京北面的安定门外，与天坛大概的相对。那么它也是呢，把这个主入口放在北面，核心建筑呢是一座2层的祭坛。那么我们说天坛的那个核心是一个圆形的祭坛，它就是一个方形的，天圆地方嘛。而且它里面所有的数字呢都是偶数，尤其喜欢6这个数字，因为这是非常具有象征寓意的阴数，因为天为阳，地为阴，而且呢大量的使用这个黄色的琉璃和青白色的石头，这些都是象征着大地的。还有一点很重要，在祭坛的周边呢，它设了一圈水渠，那就代表大地上面的那些河流。在北京的朝阳门外和
阜神门外分别设有朝日坛和西月坛，也就是我们今天简称的日坛和月坛。这两座坛庙呢，一个西向，一个东向，一个呢用圆形的外墙，一个用方形的外墙，一个用奇树，一个用偶树，一个用红琉璃，一个用白色的这个石头，二者之间故意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因为它们分别象征的就是太阳和月亮，也是阴和阳的一个对比。先龙坛呢，位于外城的西南部，大致是和天坛左右对称的，但是规模要比天坛小很多。因为在古代的农耕社会呢，农业是国家的经济的命脉，皇帝呢常常需要到先龙坛来亲自履行耕田的一个仪式，并且呢对于这个农业的一个之神的象征神农进行祭祀。先龙坛的这个核心呢，也是一座单层的一座露天的祭坛。当然，皇帝在祭祀的时候呢，会在坛上面搭临时性的一个帐篷。先龙坛很重要的一个设施就是，它专门设有所谓的1亩3分地，是皇帝专用的一块吉田。特别是每年春天的3月时光，皇帝亲自要在这块田上面呢，扶着犁来演示一下耕种的过程。这当然完全是一种表演性的一个举动，大臣们在旁边做陪同。此外呢，这个先龙坛的这个附近，它还会设有太岁殿、拜殿这样的一些附属性的祭祀的殿堂，另外还有斋宫、聚福殿这样的一些服务性的设施。先禅坛呢，原本在安定门外，与先龙坛南北对应。它是由大明王朝的皇后来演习所谓蚕商之地的地方。中国古代讲究男耕女织，那么皇帝和皇后呢，作为社会最高的阶层，他要为天下万民做出表率。这个先龙坛后来呢，迁到了西苑的北海，它的这个格局呢，其实和其他的几个坛也有相似的地方，一般都是拿祭坛作为核心，还会设有斋宫，设有一些其他的辅助的设施。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明代曲阜的孔庙。孔庙呢，实际上位于孔子的故乡曲阜，因为孔子后来呢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儒家的圣人，所以呢这座故宅呢也在后世一再得到了扩建，规模越来越大。明朝呢以复兴传统文化为旗号，也大力的去复兴儒学，并且呢尊孔的程度比起前朝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呢进一步的对曲阜的孔庙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奠定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孔庙的宏伟的格局。这也是全中国版图内规模最大的一座孔庙，甚至比北京的太庙空间更加的复杂。目前的这个曲阜孔庙呢，有相当一部分建筑呢是清朝雍正年间重建的结构，但是呢它仍然基本上保持了明代原有的格局。我们可以发现整组建筑群的空间相当的壮观，而且有一条漫长的中轴线。在这个整个建筑群的前面的大半部呢，我们可以发现它设了5道门，这5道门分别是圣石门、弘道门、大中门、同文门和大成门，以此来比附天子的5门之制，这也表现出了对孔子最高的一个尊奉。在这个5道门的前面呢，实际上还设有几道石牌坊以及一座棂星门，整个这个空间的体系非常的复杂。这是不同的门的建筑的情况。最后一道门呢，就是大成门。在同文门和大成门之间呢，还建有一座特殊的楼阁建筑，名叫奎文阁。现存的呢是明朝弘治年间重建的结果。它其实是7开间，分为上下2层，重檐歇山。这座建筑物的楼下呢，主要是举行祭祀前演习的一个场所，而楼上呢，实际上是一个藏书楼，相当于图书馆。大成门的里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座方形的建筑物，名叫信坛殿，这也是明朝所建，重檐10字脊，以此来纪念当年孔子在信坛讲学的故事。信坛的北边呢，就是整个孔庙的正殿大成殿，
在这地方祭祀大成先师孔子。九开间非常的巍峨，重檐汉白玉的石台阶，所有这些都基本上可以和皇家的宫殿、皇家的坛庙相媲美。明朝时候的屋面铺设的是绿色的琉璃瓦，当然清朝的时候呢改成了黄颜色了。大成殿的后面呢还有寝殿，然后北边呢还设有圣极殿这一些相对比较次要的殿堂，里面都有特定的纪念功能。特别圣极殿里面呢布置了120幅反映孔子事迹的图画。在孔庙的东西两路呢，又是有大量的附属性的建筑，还有很多的碑刻。另外呢，历代所种的一些古树都能够比较好的保存下来，使得呢整个这个建筑群呢堪称是明代建筑群体塑造艺术的最高典范之一。它同样具有主次分明、秩序严谨的特点，然后同时呢又通过环境和室内陈设的方式，进一步的强化对于孔子的一个高度的纪念的意义。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明代的皇家陵寝建筑。在中国历代王朝所有的陵寝当中，明朝的皇陵系统很可能是最复杂的。它前后呢，一共在6个地方都建有陵寝，总数有18座之多。首先呢，朱元璋在位期间就已经在南京中山的山鲁营建孝陵，作为他日后的归葬之地。同时呢，又在自己的这个老家泗州为这个3代祖先修建祖陵，在故乡凤阳为自己的父母修建皇陵。所以在朱元璋的时代啊，就已经建了3种这个陵寝了。这是明朝祖陵的神道。那么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呢，他在昌平营建长陵，他之后的这个子孙们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昌平这个长陵的附近呢修建新的陵寝，最后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13陵的格局。在这个明朝中叶时候呢，曾经出过一个代宗景泰皇帝，因为他在死后呢有一度被废了帝号，所以他并没有机会葬到13陵这个群体当中去，而是以亲王之礼葬在北京西郊玉泉山的金山口。他的陵寝的规制就比这个13陵要低一些。此外呢，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父亲兴先王，因为后来被他儿子又追封为皇帝了，所以他安葬的那个王陵被升格为皇陵了起名叫显陵。那么它的位置是在湖北的钟祥。当然我们最值得一说的呢是南京的明孝陵和昌平的13陵。这个孝陵呢作为开国皇帝的这个陵墓它的选址非常的优越，恰好位于南京中山的这个南部的这个山坡上。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呢，陵墓前面这个漫长的神道并不是笔直的，而是呢顺应地形绕过了梅花山，然后再向北去延展。这个在中国所有的皇家陵寝当中都算是一个特例。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这个梅花山上面呢仍然保存着东吴开国皇帝孙权的讲陵，也许是为了表示对全朝皇帝的一种尊敬吧。朱元璋采取的是比较谦虚的做法，绕道而行。这个神道呢是每一座陵寝的前导空间，一般会在两侧布置各种各样的这个石雕的动物或者是人像，我们称之为石像生。过了这个神道之后呢，它还会设有一些固定的一些设施，比如说陵心门、石桥，最后才能到达主陵区。一般主陵区呢是用围墙来环绕的，最核心的空间就是它北边的是一个宝顶，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坟包。在这个宝顶的前面呢，一般会设一圈城墙，这个城墙上面呢建有一个城门楼，我们称之为方城明楼。在前面呢会设有这个祭祀用的这个大殿，一般叫灵恩殿，包括一些附属的一些门殿。那么孝陵的这个建设呢，就基本上奠定了明代皇家陵寝的一个布局的模式。之后的几乎所有的这个皇陵呢，都是遵照这个模式来进行适度的变通所形成的一个效果。我们再来看一下13陵。13陵呢，位于北京昌平的天寿山。
环境闲置非常的优越，依山就势。整个这个石山陵呢，它其实是共用一条主神道。这条神道呢，是在城主朱棣修筑长陵的时候就奠定的，它好像是整个陵区的一条主干线，然后其他的各座陵区基本上都相当于这个主干上面衍生出来的分支，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空间关系。从成祖一直到末代的崇祯皇帝，前后有13位皇帝的遗体安葬在这片地方。这条公用的主神道呢，以宏大的石牌坊作为一个入口的标志，然后沿着神道也是会有一系列的这个仪式性的建筑，比如说大红门、华表、碑亭、石像生、棂星门。相应的，每一座帝陵呢是分别会依托一座山峰来设，各自独立，但是呢又能够组合成一个很和谐的群体。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长陵的神道、石像生，还有这个碑亭里面所供奉的翠捧皇帝一生功绩的神功圣德碑，这是它的碑楼和小碑亭。这是石山陵各个主陵区的平面图，我们会发现呢，彼此之间呢大同而小异，基本上呢都会在这个最北边设有这个宝顶，然后在前面呢有方城明楼，在前面呢有这个宁恩殿这个区域。实际上这个宝顶呢是皇帝的这个真正的葬身之所，然后这个宁恩殿呢是举行祭祀典礼的一个地方。其中呢长陵的规模最大，规制也最完备。这是长陵宁恩殿的一个立面图，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标准的9开间重檐5殿的大殿，仅次于紫禁城奉天殿的另外一座非常恢宏的皇家建筑。这个是站在宁恩门然后看宁恩殿的这个效果。我们发现不同的这个建筑之间啊，这个空间关系是事先经过很严格的一个推敲和设计的。这个是长陵的方城明楼，在这个每一座陵区的宝顶下面呢，都设有地宫，其中唯有明朝神宗万历皇帝的定陵的地宫被发掘出来了。我们发现这个地宫本身的构造也是比较复杂的，它其实也可以分成前后的这个不同的殿，还有左室和右室。整个石山陵呢，除了有非常壮观的这些建筑物之外啊，我们也发现它的环境塑造艺术同样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其中这个神道呢，能够依据两侧山峰的高度来不断的去调整位置。在整个陵区呢，主要种植的是松树和柏树，一年四季常青，形成了一个庄严而肃穆的气氛。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明代的佛教建筑。明代的汉地佛教寺院呢，有了一个新的发展，它的格局呢具有定型化的趋势。也就是说，相比以前的朝代而言呢，佛教不同宗派之间的差异缩小了，基本上不分宗派。我们最常见的明代佛寺的格局呢，是在入口设山门，山门之后呢设天王殿。当然，一些小的庙宇呢，会把二者合而为一。在天王殿的北边呢，东西两侧设置对称的钟楼和鼓楼，正北方设大雄宝殿。大雄宝殿之前的东西配殿呢，一般会设为祖师殿和伽蓝殿。在北边呢，可能会设一座藏经楼。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到的比较典型的明代佛寺的实例之一呢，就是北京的智化寺，它位于北京的东城区，由公元1443年的时候呢，大太监王振把自己的住宅舍弃出来，然后建成的一座大型的佛寺。我们看一下它的总平面，最南端设山门，山门里面呢已经有一对钟楼和鼓楼对峙了。二道门呢称之为智化门，同时也兼作天王殿。其大雄宝殿的正式名称叫智化殿。东配殿呢是大智殿，主要供奉四大菩萨，而西配殿呢是轮藏殿，里面设有一种转轮藏，特殊的一种藏经的设施。在北边呢设有一座2层的如来阁万佛殿，再往后边呢还分别设有这个大悲堂和万法堂。另外在这个北边区域的东西两部呢，
有方丈室和其他的一些附属的庭院。这个如来阁造型比较特别，底层5间，上层呢是3间，其中这个楼下呢主要是供奉佛祖释迦牟尼，所以又称如来殿。楼上呢供奉了很多的佛像，又称万佛阁。这个字画式的建筑群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呢，全部建筑的屋面采用黑色的琉璃瓦，这点很特殊。因为宫廷一般是用黄色的琉璃，而在这个寺庙里边的话呢，用这个黑色的琉璃呢，既表示它的等级很高，同时呢又没有超越皇家建筑之上，这是它不同的建筑的造型。第二个实例呢，我们想说的是北京真觉寺的一座造型独特的佛塔。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佛塔的4种不同的类型了，这是将要给大家介绍的第5种佛塔的形式，称之为金刚宝座塔。这种塔的基本模式呢，是在大家共用的一个大台基之上来设大小不同的5座塔。中央的一个塔呢，体型最大，4个角上的呢4座塔体型要小一些，对大塔起一个拱卫的作用。一般会认为呢，这种塔的原型是古印度的菩提迦叶金刚塔。这种塔呢，被认为是按照佛教的这个传统呢，对宇宙模式的一种概括。早在北朝时期的东方壁画里面，就曾经画过这种塔的式样。但是目前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实例是建于明朝成化年间，公元1473年的北京正觉寺塔。这座塔呢，我们可以发现啊，它通体是拿砖和汉白玉的石块砌筑而成的，基座啊相当的敦实，有7.7米高。基座之上呢，建了5座相对独立的密檐式的方塔，中央那个大塔呢分13层，4角的小塔分成11层。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发现呢，这种金刚宝座塔呢，其实是若干个塔的一个组合群体，它并不是单个的一个塔，只不过呢，这些大小不同的塔共用一个大的台基。这是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的平面，就实际上它的内部呢是设有这个楼梯坡道的，是可以登到这个台基之上。塔的雕饰呢也融入了一些藏传佛教的题材。与此相类似的，在中国其他的地方也见过这种金刚宝座塔，其中云南昆明呢有一座过街塔，它名字叫官渡塔。这座塔的这个底部呢，同样是一座非常坚实的大台基，只不过呢，作为过街塔，它有一道门可以从里面穿越而过。在塔的那个上面呢，同样也排列了大小不同的5座塔，但是与北京真觉寺塔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呢，这5座塔的单体造型都是藏传佛教的喇嘛塔的形式。也就是说，这种金刚宝座塔呢，更强调的是群体之间的这种组合的关系。具体塔的造型，它其实是可以灵活处理的。第3个例子呢，我们来说一说太原的永坐寺。这座寺庙呢，位于太原城东南郊的一个山岗上，它背后就是太行山，所以这个环境非常的优越。由明朝万历年间的一位著名的僧人，叫做妙峰禅师，由他来主持建造的。这位僧人呢，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建筑的匠师。这组寺庙啊，与一般的佛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呢，它主要的建筑物都是拿砖砌筑而成的。除了3门之外呢，它的核心的建筑物实际上是一座5间楼阁。这种楼阁呢，就是我们所俗称的无量殿。虽然完全是拿青砖砌筑而成，但是呢，还特意模仿了一些木结构的特色，比如说拿这个砖刻出了柱子、梁和斗拱的形态。楼阁的底层就是大雄宝殿，上面呢设为3圣阁、歇山顶，连室内的这个藻井都是拿砖砌成的。这也反映出明代这个砖结构的技术已经非常的高超了。除了这个无量殿楼阁之外呢，在这个永坐寺呢，还有一个独立的塔院，建造了2座宝塔。这2个塔呢，都是11层，54米高，但是建造的时间一前一后，我们仔细辨别一下就可以发现，旧的这座塔呢，上下收分不是很明显，而晚建的这座塔呢，这个收分就已经看上去非常的明显了。这也反映出虽然是兄弟俩，但是呢，长相上面其实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的。
这同样是拿砖模仿木结构，最后建成的这么一座杰出的建筑范例。第4个例子呢，我们来说山西洪洞县的广胜上寺。我们上一讲提到过，广胜下寺呢是元代的遗物，而这个广胜上寺呢，主要是明朝时候修建的成果。它位于霍山的一个不太高的山峰上，其中这个山门之内啊，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宝塔建筑。这座塔呢，修建于明朝的正德至嘉靖年间，它有个名字叫飞虹塔，一共是47.31米，13层，8角形的平面，主体结构完全用砖砌筑而成。但是呢，在这个外墙面上面有非常漂亮的琉璃装饰，底层呢又加了一圈木结构的复阶围廊。在这个塔的2层呢，供奉着佛祖的雕像，佛祖的头顶上专门用琉璃还做出了非常精彩的藻井。在这个塔身的外部呢，并不是满满的用琉璃来装饰的，在局部的关键的部位用五彩琉璃来进行点缀，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菩萨像，还有这个神将的像，还有一些动物的像，显得非常的丰富。飞虹塔的北边呢，依次排列了弥陀殿、舍迦殿、毗卢殿3座大的殿宇，分别采用不同的开间和屋顶的形式。其中这个毗卢殿呢，尤其比较重要，因为它的石类结构呢，采用了简筑的手法，延续了元朝的一些技术传统。这个呢是弥陀殿的这个形象，以及它的平面和剖面。这个就是毗卢殿，3间五殿顶，但这个五殿的正脊显得非常的短，石类的梁架呢也很复杂，它的木格扇尤其精美，也代表了明代对于这个木装修的加工技术。第5个例子呢，我们来说一说比较偏的西北地区的青海乐都的瞿昙寺。这个瞿昙寺呢，也是位于县城以外的一片这个山林地带，它的背后有罗汉山，由明朝初年洪武26年，也就是公元1393年始创，也是目前西北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明代的佛教建筑群。西北地区大部分会崇信藏传佛教的体系，这一座瞿昙寺也不例外，但是它的主要的建筑的形式呢，却基本上接近于汉地佛教寺院的这个造型。它呢，这个前后分成了3个院落，这个繁简不同，整个空间的这个格局啊，相当的复杂。前院呢，主要有山门，有左右的这个碑楼。中间这个院子的话呢，里面会设有一些不同的殿宇，包括金刚殿、瞿昙寺殿这样的一些大殿。特别是这个钟鼓楼，在这个瞿昙寺里面啊，它前后设了2次，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种这个做法。其中最高大的一座殿呢是龙国殿，又叫大持金刚殿，采用7间重檐5殿的形式，这个等级已经非常的高了。此外还有宝光殿、护法殿、三世殿等等，这都很丰富。瞿昙寺这个大殿里面的壁画，也代表了明代壁画的一个最高的水平。整个建筑群呢，以汉式的建筑风格为主，但是里面局部呢，也融合了一些藏式的风格，特别是藏式的一些装饰的题材。第6个例子啊，我们来看一看南方地区的四川平武的报恩寺。这座寺庙呢，位于四川平武县龙安镇的东北边的一座山上啊，它前面就是涪江。这座建筑呢，是当时龙州地区的土官为了报答皇恩而建的，所以叫报恩寺。因为也算是一间世界的庙宇，很可能呢，朝廷对它有所这个资助，或者说有所帮助，所以呢，整个建筑的造型和四川地区的一般的地方寺院不太一样，而更加接近于北方的官式建筑的形式。整个寺庙坐西而朝东，拥有一条300米长的中轴线，它主要的山门和一些殿宇呢，都排列在这条轴线上。门前设有一对金床，就是经过繁复雕刻的一种标志物。在山门的2侧设有琉璃的8字墙，在门内呢有水池，一般佛教这种水池呢具有方程池的功能。水池上面架设3座石桥，之后为天王殿，在北边呢就是大雄宝殿。这个大雄宝殿呢，采用3间周围廊的形式，重檐歇山顶，2侧
专门还用倾斜的这个走廊跟它相接，使得这个大殿看上去更加显得巍峨壮丽。这是大雄宝殿的立面图和剖面图，相当的高大。大雄宝殿两侧呢设有大悲殿和华严藏殿，都有自己特殊的功能。另外还有一些长的无房，里面供奉的是罗汉像。最后呢，供奉了一座万佛阁，立于高大的须弥座台基之上，分为2层。屋面呢用绿色的琉璃瓦，也是整个寺院当中最为华丽和最为显赫的建筑物。第7个例子呢，我们来说一下福建泉州的开元寺。开元寺的双塔可能在课程的上半部分曾经提到过，它是宋代建筑物，而这个寺院的主体部分呢，主要是明朝洪武年间重建的结果。山门同时兼作天王殿，山门里面呢设有9间大雄宝殿。我们看山门就能够感觉到，到了明朝时候像福建这种地方的南方建筑体系已经和北方建筑有非常大的区别了。尤其是这个屋面的正脊是一条很夸张的曲线，这里面已经看出不同地域的这个建筑已经可以走向不同的方向。开元寺大雄宝殿的柱子呢，在明朝末期的崇祯年间被换成了石柱，一共有80多根。它的屋顶呢采用这个重檐的形式。屋内的梁架体系呢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特色，特别是在天花板以上采用穿斗式的草架，相对比较简单，柱子和梁都可以变得比较细。而这个天花板以下可以看到的斗拱部分呢，相当的雄大，又保留了宋朝的一些遗风。特别在斗拱的某些细节上面呢，可以看到一些外来音响的影子，比如说会出现飞天祭月的造型。除了山门和大雄宝殿之外，开元寺的戒坛殿也是一座明代的遗构。戒坛呢是佛教僧人受戒的地方，一般来说它也要设一个石头砌筑的这么一个坛的形式。坛本身造型比较复杂，而这个戒坛殿呢，在坛的外面，它其实又加建了一座很特殊的这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的总体部分呢是方形的，然后呢在往上盖了以后呢，就变成了一个8角形的重檐，下面还加了一圈围廊，所以看上去非常的特别。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明代的道教建筑。早在明太祖朱元璋开国的初期，就已经设置了玄道院来专门管理道教的事务。之后呢，从明成祖以后的历代皇帝，大多数比较崇信道教，先后在全国各地兴建了很多的道教宫观，各地的藩王也随风投入道教建筑的修建当中，使得道教的势力呢，在明朝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空间。明代最重要的道教圣地是湖北的武当山。武当山传说是真武大帝修行的地方，唐、宋、元各朝都曾经在此修建道观。那么明成祖朱棣呢，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得天下登皇位，是得到了真武大帝的保佑，所以呢，在永乐11年，也就是公元1413年开始，就由皇家出资，花费了11年的时间，在整个武当山上面大肆修建道教的宫观建筑群，前后呢一共建成了33处之多。整个建筑群都采用北方的官式做法，设置和北京的紫禁城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呢，与武当山的山林环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具有非常强烈的整体感。各处宫观主要沿着2条溪流水道来布置，最后的终点呢是太和宫和金殿。这33处建筑群呢，又分为宫、观、庵堂、檐庙等不同的等级，大小尺度有相当的差异。其中最大的一座呢，原本是玉虚宫，但很可惜已经毁于火灾了，目前只能看到遗址。其他比较大的这个道观呢，有一处是紫霄宫。这个紫霄宫的前面呢，就有呈之字形流淌的小溪，所以环境显得很优雅。它的主要建筑物呢，严格的按照对称的方式来布置，
然后通过斜长的灯道加以串联，其中包含龙虎殿、东西碑亭、十方堂、紫霄殿、父母殿等等。在东西两路呢，还是有附设的东西宫的这个附属建筑群。这是紫霄宫的正殿，在烟雾缭绕的环境烘托之下，显得很有仙气。太和宫是这个接近于武当山主峰的一座重要的道观建筑，它在永乐14年的时候兴建完成。最鼎盛的时候呢，包含了500多间的建筑物，当然现在呢已经剩的不太多了。目前现存的主要是正殿、朝拜殿、钟鼓楼、铜殿等等。其中正殿呢，里面主要供奉真武大帝的铜像，以及4大元帅、水火二将、金童玉女等等道教传说中的神话人物。武当山的主峰是天柱峰，在最高的山顶上呢，建有一圈石城，称紫禁城。其中这个最高峰上面呢，还用铜鎏金建造了一座金殿。这座金殿呢，分为3间，放在这个绝顶之中呢，任凭风吹雨打，岿然不动，被认为是古代金属建筑的一个杰出的典范。这个金殿呢，本身虽然是铜铸的，但是它非常逼真的模仿了木结构的形式，里面有斗拱，同时呢，在殿内呢也供奉了真武大帝的铜像，在殿后呢还设有父母殿，来象征真武大帝的起居场所。除了武当山的道教建筑群之外呢，还值得一说的呢，在广西容县有一座玄武宫，这曾经是一座大型的道观，但可惜呢，大部分建筑物已经不存了，其中唯有一座真武阁一直保存至今。这座阁呢，是在1573年时候重建完成的，它本身呢也含有一定的风水含义。据说呢，这个因为北方真武大帝属于水德，它可以压制火灾，所以在这个阁里面呢，专门的供奉真武大帝。这个阁本身呢有3重屋檐，13.4米高。它的木结构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内部的4根柱子在近现代被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悬空了，并没有落地。包括梁思成先生在内的前辈学者一度认为，这座楼阁呢是非常巧妙的利用了杠杆原理来完成的。所以这4根柱子呢，主要是起一个平衡的作用，而不需要承重。但是经过再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之后，发现呢，实际上这是因为木结构本身干缩变形的一个结果。但是比较巧合的就是呢，尽管这4根柱子悬空了，但是这个楼阁仍然非常的稳固。所以后来呢，这个真武阁还被中国的邮电部门搬上了邮票。最后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明代的教育建筑。这个中国古代啊，学校一般可以分为官方办的官学和民间所办的书院这2个大的系统。通常来讲呢，这个基础教育呢，主要就由这个民间的社学、义学、私塾这些更低层次的教育机构来承担。当然，比较高等的教育呢，就由官学和书院来举办。其中官学呢，因为是官方出资兴办的，直接为科举服务的，它特别强调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我们前面提到过，明朝是一个制度重建的年代，尤其呢非常标榜要复兴汉族文化，所以对于官学的重视程度呢，远远超过元朝。因为元朝的统治者有一段时间把科举都废止了，所以使得读书人的地位相对比较低。而明朝时候呢，极大的加强了各地不同城市的官学的设置。在中国所有的官学系统当中呢，地位最高的是首都所设的国子监，其中明朝初期的首都南京和后来的首都北京都曾经受过国子监，又叫国子学。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为贵族子弟服务的宗学，而各地行政机构所设的府学、州学、县学、卫学、司学等等啊，它也有自己相应的级别。最能够反映明代教育机构特点的呢，实际上是南京的国子监，又称南雍。当然这个建筑呢，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南京的国子监呢，它的东面
就是当时南京的文庙。整个这个教育设施呢，由西边的院落来组合完成。国子监的前面有一条承贤街，然后临街呢就会设有2座牌坊和3座前导的入口大门，分别是集贤门、太学门和仪门。整个国子监最核心的建筑物呢，就是仪门内的这一座仪伦堂。这个仪伦堂呢，实际上是一座15间的一个横长的建筑，中间的这3间主要是供皇帝临幸讲学之用，同时呢，也是供这个国子监举行一些典礼所用的地方，所以相当于整个这一组建筑群的大礼堂的地位。2侧呢有博士厅，这都是一些教学的机构。在仪伦堂的北面，我们看到有连续6座横长平面的厅堂，分别叫率性堂、修道堂、诚心堂、正义堂、崇智堂和广业堂。这实际上呢，都是国子监的学生啊，明朝时候叫监生，由他们来使用的教室以及相关的这个设施。每一座堂的正中呢，这5间都是给这个国子监的教师们来使用的，其他的地方呢，就是给这些监生们自习的地方。按照明朝时候的规矩呢，一般新入国子监的人呢，要从第1座率心堂开始用起，随着他地位的升高，然后他会逐步的移到后面一个堂里面去，最后呢，最高的这个广业堂就相当于他的最高年级了，临毕业时候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它能够代表不同的学习的阶段。这个国子监啊，其实历史是源远流长的，它往上可以追溯到汉代的太学，是古代的最高学府，它也是为国家培养高级人才的地方。而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北京的国子监呢，实际上是在元代北平郡学的基础上面改建而成的，所以规模不是很大，整个的规制呢，也远远的不如刚才我们说到的南京的国子监那么完备，但是大体上还是相似的。其中的核心建筑呢，也是仪伦堂7间，现在仍然保留着明朝时候的原构，来代表当年皇帝临幸讲学的地方。在仪伦堂的后面呢，会设有静仪亭，这座建筑呢，也是明朝嘉庆年间所建的。此外呢，还设有祭酒的厢房，还有司业的厢房。这个祭酒啊，就是国子监的校长，啊，是地位最高的一个主管者。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北京国子监呢，还有牌坊，还有那个方形的屁雍，这些呢其实是清朝时候所建的，并不是明朝时候规划完成的一个结果，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除了国子监之外呢，我们说不同的府州县都会设有地方官学，这些地方官学一般都会与地方的文庙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有时候呢，文庙在东面，学校在西面，所以叫左庙右学。有的时候呢，文庙在南面，学校在北边，那就叫前庙后学，这都是可以的。这些文庙呢，一般就是相当于曲阜孔庙的一个缩小的版本，我们前面也提过，它会包含临兴门、大成门、大成殿、启圣祠所有这些建筑。而这个学校的部分呢，往往又称为学宫，它一般呢会拿一座明伦堂作为它的核心，那么也相当于这个学校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礼堂性的空间。此外呢，也可能会设静仪亭、尊经阁、社圃这些设施，还会包含一些教师的住宅。目前明朝时候的文庙和这个学宫保留下的建筑已经不多了，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苏州文庙的大成殿。中国古代建筑史讲到今天，由我来讲授清代建筑部分。我计划按照类型学的划分，
来逐一展开。同时，我的讲述将不涵盖2部分内容，一部分是清代的园林，另外一部分是清代的民居。今天是第11讲，清代建筑的第1讲。那我主要涵盖几个内容，一部分是清代建筑历史背景的概述，再有我会提及清代的皇家宫殿建筑和皇家陵寝。那先做概述好了。清代建筑要进行概述的话，我想先给大家提供一摞参考资料。这个参考资料再进一步划分，可以涵盖4部分内容：最基本的参考资料和一些专门化的参考书，以及一些最重要的研究素材，还有就是那些跨越时代的基于清代文化的一些研究专题。那最基本的参考资料包括的内容，我想举4本书。一本是梁思成先生撰写的《清室营造则例》，这本可以说是研究清代建筑的必读书目，而且成书年代比较早。虽然其中内容在后代的研究中得到很多修正和改良，但是基本的框架、撰写方法和内容都是我们学生所必须参考和借鉴的。第2本参考书是梁思成先生的学生，叫孙大章老师，他在中国古代建筑史第5卷清代建筑部分对清代建筑进行了比较完整的综述，是我们一个实力检索的基本参考书。再有一本是由王朴子先生撰写的，王朴子先生原名王弼文，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他的毕生的研究经历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一本书，叫做《工程做法注释》。没有它，我们就很难理解清代宫廷官式建筑的一些详细的做法问题。还有一本就是姚承祖原著，张志刚增编，并由刘敦桢先生校阅的一本叫《营造法源》。《营造法源》介绍的是江南地区建筑的工艺、工匠做法。好，这4本参考书可以说是必读书目。另外还有4本要介绍的是比较专题化的参考书，它直接关乎清代匠作工艺的总结。这4本书其实是按不同匠作类型划分的。一本是马炳坚老师的中国古代木作营造技术，但是主要介绍的是清代的木作营造技术。还有一本是刘大可老师的中国古代建筑瓦石营法，介绍的是瓦作、石作以及部分土作的内容。再有也是故宫博物院的一个老先生李全庆和刘建业2人合著，叫《中国古建筑琉璃技术》。还有一本是蒋广权老师所写的，叫《中国清代官式建筑彩画技术》。所以这几个著作基本涵盖了清代建筑最重要的几个匠作门类。第3部分是清代的研究素材非常丰富，包括清实录、清会典、清史稿。当然更重要的一部分是清代的档案。清代档案汗牛充栋，清复之后，民国初年有一批清代的宫廷档案被卖到了琉璃厂，用来做仿古纸。仿古纸被罗振玉看到了，他就花双倍的价钱把这书买回来。这些被称为8000麻袋事件。当时罗振玉书买回来的有8000麻袋，这是清代档案的一部分，所以可见清代档案的巨大数量。而这档案中包括所谓奏销档、活计档、陈设档，这些现在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等处。而这些档案是研究清代历史的必不可少的材料，有了它，研究清史的方式完全不同。不同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以前只能看文人笔记、正史、地方志来梳理历史，而现在我们可以精确到每天皇帝的活动、穿什么衣服，这些资料都能从历史档案中提取出来。当然，关于建筑，哪个小的建筑部件得到了更换，哪些工程花了多少钱，这些信息我们都能从中得到。与此重要性相类的，有一批
跟建筑非常直接相关的档案，我们叫做样式雷档案，或者有的单位叫样式房档案，但它是样式雷家族收藏为核心的一批直接关于建筑的图纸、文档和建筑模型。它现在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华大学等等单位。有了这些研究素材，我们可以对清代的建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所以除了上述参考书之外，我希望大家能逐步的接触到一手素材本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独立的思考清代建筑问题。当然还有第4部分参考书，我想也应该提到，这部分参考书就是现有的研究者基于清代历史资料所做出的一些研究。有代表性的，比如紫禁城学会等研究主体对清代皇家建筑的专门化研究，王其亨等老师关于风水理论、陵寝建筑的研究，还有就是陈志华、陆元鼎等先生以清代为主的地方建筑为对象进行的专门化研究。所以我在此提供4个类型的参考资料，希望大家能有时间逐步的查阅，拓展自己的知识面。介绍完一摞我们需要参考的资料之后，我想介绍第2个问题，所谓研究建筑史的3个终极目标。至少我认为，研究建筑史的3个终极目标包括：第一，我们希望对当时的建筑体型环境的真实面貌得到真实的了解。体型环境这个词是梁思成先生翻译的，所谓小到可以把玩的器物，大到城市环境，中观的当然就是建筑环境，这些环境都是你生存的体型环境。而你对它的了解，其中有很多线索是一脉相承的，是贯通的。对于体型环境真实面貌的研究，是我们搞建筑史的第1个台阶、第1个目的。第2个终极目标是对清代建筑业真实面貌的了解。到底这个房子谁来建造，谁来设计，谁来提设计的要求，谁来使用？这个建筑业不同的人员组成了这个行业，而组成的行业人员的地位高低、知识背景的情况，能综合决定，能综合解释我们为什么看到今天的清代建筑是这个样子，能解释前面的真实面貌。那第3个问题就是专业化的问题，也就是我想说3个终极目标的第3个台阶，就是清代建筑设计的基本模式和方法。这个话题的解读和讨论，当然直接需要参考那些比如样式雷的资料啊、皇家宫廷档案。但设计是使建筑不同于一般建造工作的一个环节。我们如何理解设计？设计是怎样进行的？设计的要点是什么？而这个设计的过程和设计的方法又有哪些？这个的理解，我想清代建筑是能给我们更多的解答。这是我要讲的第2个要点，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在讨论一切问题的时候，不妨经常想一想，我们那个终极目标是什么？我们现在看的这个问题，是不是看到的问题的终极问题？是不是还有讨论和解释的进一步的余地？那接下来，历史背景的再一个要点，我想说，清代建筑之所以形成的历史因素的2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清代的西学东渐，中西方交流。当然，中西方交流不是始于清代，古已有之。而西学东渐在清代之前最重要的一个事件是利玛窦的来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像徐光启之类的文人学者的合作，当然当时还诞生了一部隶书，叫做《崇祯隶书》。《崇祯隶书》因为明代的命运多舛，流产了，到了康熙得以刊行。历法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科学技术也是重要的因素，西方的科学到中国都是因素，但这些因素哪个对中国的建筑影响很大呢？
这我不得不提到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中国一个圆周的365又1/4度体系。西方的圆周，一圆周360度，我们小时候就学过。但中国古代一直沿用一圆周365又1/4度，就是每年的天数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使用圆周度数的人，在古代主要是天文学家。天文学家观星象，他只要每天按照365又1/4度序列挪移，那他任务就完成了。相反的，要用360度，可能会对他们的日常工作带来挑战。在唐代曾经有一度，这西方体系险些传入中国，但是由于瞿昙悉达家族和当时僧一行竞争的关系，最终没有实现。到了明朝，这个任务实现了，但是清朝才真正得以贯彻。对于建筑上的影响，便是一些建筑设计，一些关于斜度、角度的建筑设计，很可能在深层上影响中国古代匠人的思维。那这是一件大事。这件大事，简单的说就是西学东渐，是一全方位的事情，角度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第二件大事叫摊丁入亩，这是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在雍正朝基本得以实现。这个政策是什么呢？就是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人头税。当然，前期的准备工作是废除匠户。明代在识货制里面明确规定，有匠级的人，这些人视被为工匠，而农民给国家交的是田税、田赋，匠级应该给国家付徭役，给国家干活。但是这个匠级一直是一个很难废除的弊端。在清代，真正的废除了匠级，解放了匠人，然后匠人可以在社会上自由的服务，人身约束也解除了，这样可以说是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而农民和手工业者可以自由迁徙，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使得从制作施工技艺到设计类的匠人都得到了解放。这两件大事，外在的和内在的，非常潜在的，给清代的建筑较明代发生变化提供了一个环境和土壤。继此之后，还有一个小的话题是历史背景。这个话题是清代的12位君主，从入关前的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入关后的福临，当然咱就说年号吧，顺治、康熙、雍正等等等等，一直到最后的宣统，12位皇帝。这12位皇帝中，真正在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要有康熙皇帝玄烨。玄烨执政61年，相当长了，长于一甲子。那在他的这61年里，皇帝的想法、政策上的想法、制度上的要求，当然制度上要求肯定会影响到建筑制度的形成，还有自己审美口味的好上，都会真正的影响清代建筑。再接下来一个皇帝是康熙的孙子，是乾隆皇帝。关于乾隆可以多说两句。在乾隆执政的60年间，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都发生过很多领导人的变化，而乾隆一直稳定地坐在他的皇位上。当然，乾隆的视野也不局限于满族统治者传统文化，他非常喜爱汉文化，对汉文化历史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梳理。他视野中还有西藏的布达拉宫，当然应一些功能需求，他在承德也盖了普陀宗称之庙，就是所谓的小布达拉宫。他视野中当然也有传教士给他带来的信息，比如说西方广场上的喷泉，
所以他也很感兴趣，在自己的圆明园，叫西洋楼一角做了海晏堂的水法。它始终还有汉文化中的南方的私家园林，比如说无锡的寄畅园，它有类似的创作就是颐和园的谢曲园。对制度上的考虑，对审美上的需求，对工艺上的关注，深刻地影响了清代建筑。而这个对宫廷建筑的影响，辐射到了外围，影响了整个社会。再有，从后来咸丰皇帝、同治皇帝、光绪皇帝的背后，还有一个其实也不隐藏的角色了，就是慈禧皇太后。慈禧太后对于艺术、对于建筑的影响，我们也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看到这幅画像，是一个西方男性叫 Hubert Fos 给慈禧画的一个荷兰画家，所以他也接触西方的艺术。当然，他还跟当时驻华的大使夫人们合拍过照片。比较有趣的一个直接的实例，是当时同治年间有重修圆明园的企图，因为所谓同治中兴，清代在那个时期相对稳定了下来。皇上有重修圆明园的愿望，在这个重修圆明园的企图中，有一个工程，这工程已经画完图纸，已经做了模型，甚至开始了一些建造。那这工程是圆明三园万春园里面的天地一家春。这个天地一家春是专门为了慈禧皇太后盖的，而天地一家春的主殿那个大殿，反映了慈禧对建筑的一些要求。这个模型烫样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间的4坡顶的房子就是天地一家春。这个建筑形式在我们整个中国建筑史中是非常少见的。4坡顶的建筑，当然从构造上说有很多问题，比如说防水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建筑等级并不是很高的问题啊。但是慈禧更需要的是一个大空间，是一个在里面可以自由走动的空间。而这个对空间的需求和对敞亮环境的需求，实际是慈禧品味的一种体现。我们可以看这张图，这张图是慈禧皇太后命样式雷所画的天地一家春的平面图。这个4卷的建筑只略作隔断，中间的空间是很敞亮的。解读它需要一定的历史知识。还有一个知识要点需要提到的就是，不仅是那些皇帝，还有皇帝的口味辐射到其他清代的省、府、州、厅、县等等各级单位，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们今天来观察清代建筑，那还要了解一个事情，就清代建筑的文化中心。清代建筑的文化中心基本跟行政中心是挂钩的。关于这部分内容，有几个资料可以考察。比如说，重点的一个代表性的著作是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当时是故宫和德国马普学会合作的一本书。这本书非常的有趣，叫《宫廷与地方》，它针对17、18世纪的宫廷与地方的技术交流。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书对清代的文化进行了划分，比如说William Skinner 翻译成中文，他的名字叫施坚雅。施坚雅曾经把中国版图划分为9个区域，它的划分重点当然以这个流域为一个重要的线索，以经济交流、经济圈为重要的线索，打破了我们常规的这种对行省的划分。可是清代真正的根本行省划分也是必不可少的。与施坚雅进行过讨论的有比如说我们的曹树基先生，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学者的研究的重点是比如清史稿的地理志啊，这些东西。这是我们清代的一个基本中心的面貌。但真正宫廷特别直接的发生工艺技术交流的关系是有几个，我们可以简单提一提。就紫禁城，它与外界的技术交流，当然不仅限于建筑，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3织造，就是所谓江宁织造在南京，
苏州织造，苏州、杭州织造三织造为皇宫提供丝织品，比如说景德镇为皇宫提供瓷器，比如说西藏为皇宫特制一些造像，还比如说两淮盐政和一些地方的工艺，粤海关为皇宫提供家具、木料、建筑装修。所以这些皇宫与地方重要点的直接联络，使得宫廷和地方的工艺发生非常有趣的交流，这也是我们将要关注的一个基本点。如果还要补充一些基本背景材料，我想再提一提清代建筑的时代特征。当然，我们的基础不是截然的画，这是明代建筑，这是清代建筑。明代匠人也会活到清代，也会在清代盖他的房子。我们介绍的是一个基本的时代特征。这个特征显然应该首先涵盖建筑确实在清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个微妙的变化一直固化到就像我们人体的骨骼的变化一样，我是这样的肩胛，有的人是这样的，有的人甚至比我还要瘦小。这个骨骼的变化，我们专业上会叫做比例的改变。我们看这两张片子，一张其实并不久远，大概是16世纪的作品，一张是18世纪作品，两张时代差别并不久远，而建筑的形式，如果你仔细的观察，会马上注意到其间的差别。16世纪的作品，外蒙卡拉和林额尔德尼昭的这座大殿，它斗拱比例相对的大一些，疏朗一些，而斗拱下面的栏额非常细而窄，窄而长。与其形成对比的是乾隆时期改造的在北京先农坛的一座大殿，庆成宫的大殿。而这个殿我们可以看出来，斗拱比例缩小了，斗拱的数量增多了，而斗拱下面那个额方，也可以叫额，比例却变高了，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装饰很强的画面。这两座建筑的比较之间的差别是微妙的，但是确实存在的，而这种存在恰像中国建筑从早期一直延续下来的演变一样，像一个树木的年轮逐渐增长发生变化，而不是某种突变。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归到一类，这一类叫做比例的改变。作为比例改变更深层的改变，实际是构造的改变，构件之间交接关系的改变，工艺技术的改变，但真正反映的还有匠人设计逻辑的改变。我们可以看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都是梁思成先生画的，一张是画的宋营造法式基础上的结构图，一张是以清工部工程做法为蓝本的一个五殿顶的图。两个建筑都是五殿，两个建筑都使用斗拱，都是很高的等级，但是其间的构造却发生了非常重要的进化。那我们还应该提到第三个差异，这个差异更多的反映在艺术装饰上。所谓口味的改变，我们更直接的可以用家具来作为例子。这一例被称为明式的黄花梨锁纹绣墩，它这个环锁纹连接在一起，结构清晰，用同样的材料，质地统一。而清式的紫檀木嵌珐琅绣墩，它首先用了不同的材料，不仅用紫檀木，还镶嵌了珐琅，珐琅还有不同的色彩，而其简约的结构却被遮掩在绣墩的装饰的内部。它所追求的是无所不在的装饰，是变化的感觉，是为了装饰感而做的设计。所以这种品味的改变，当然我们如果追溯的话，可能品味要追溯到皇帝等更有影响力的人员、文人、皇帝他们的身上。这种改变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整个清代社会。到此，我们对于清代
建筑大背景的叙述基本告一段落。清代的紫禁城用4个字来概括，很多学者都用清因明旧，但实际清在明旧的基础上做了很多自己的调整。要了解这些调整，我们还得基于一些历史资料和当代前辈学者的那些研究。我在这里列了一个书单，这个书单主要是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学者们包括咱们中国的前故宫博物院院长朱成儒、茹敬华老先生、傅熹年先生、余卓云先生、朱家进先生、傅连仲先生、周苏秦老师，当然还有我自己写的一些著作。外国的有一些对于皇帝和皇帝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的整理，比如在英国的曾经办过一个3君主的展览，比如说美国有个学者叫 Nancy Bellina， 他写过一些关于乾隆花园啊、镇庆斋的著作，和其他一些故宫博物院展览的图录，这些材料是我们的一个了解的基础。那紫禁城清因明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最基本的一个方面，我们先提一个词汇，叫3朝5门。这个说法一直可以追溯到周礼，3个朝，所谓外朝、至朝、燕朝；5个门，所谓高、库、至、英、禄5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解读。到了清代，根据茹敬华先生的研究，我们往往可以把3朝5门附绘成这样一张图纸：3个外至燕的朝的部分和高库至英禄5个门的对应关系。当然这是比较具有清代特色的，因为清代对皇宫的使用进行了自己的调整。当然关于紫禁城的整体情况，我们可以从看照片和总图上来看，和明代的格局差别并不是很大。变化大的集中在乾隆朝的一些改造，当然比较有代表性的对规划布局的改造体现在宁寿宫上。宁寿宫在乾隆的时候被改造成为所谓太上皇宫，他想执政60年后退位，就要为自己找到一个退位养老的地方。这个地方他选择了紫禁城之内东北角的一个区域，叫宁寿宫区。在这个区域里面，太上皇宫一定要遵照他理想的工程模式来进行布置。这理想的工程模式既是紫禁城中路乾清宫一区的翻版，又有他很多自己的理解在里面。你比如说，宁寿宫被分为了朝仪和寝兴2部分，而朝仪部分的主殿宁寿宫对应着紫禁城中路的殿宇坤宁宫，宁寿宫后面的殿皇极殿对应着紫禁城中路中轴线上的殿宇乾清宫，而寝兴部分第一座重要殿宇是皇帝所谓宵衣干食办公之所，这个殿对应着紫禁城中路偏西的一个殿，被雍正以来用作皇帝办公地方的养心殿，在宁寿宫里面叫养性殿。而宁寿宫后面其他的殿宇，比如说乐寿堂，对应乾隆比较喜欢的一个在圆明园里的场所，叫纯化轩。后面还有颐和轩、景祺阁一路，相应的都对应颐和园、长春园中的含经堂一区的主要殿宇。像这样的布置，基本体现了乾隆皇帝理想中的一个宫殿格局。当然，如果说到紫禁城里面清代的改造的细节的问题，这个知识点是很多的，我们可以从前往后一个一个梳理，看看都做了哪些具有清代特色的手脚。当然，说太和殿是毫无问题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太和殿为3台之上，3殿之首，大概是这个位置。而太和殿今天看到的，其实还不是明朝的太和殿，而是清康熙34年重建的结果。这个殿外表长成这个样子，请允许我借用基泰工程公司在1940几年拍摄的太和殿照片，现在收藏在清华大学。太和殿的外景，而太和殿在清代史料里面有这样一段描述，这个史料是当时的官员叫江藻所记录下来的康熙34年重修太和殿的情况。这段文字可以这样讲：太和殿一座计9间。我们从外立面上看一数，太和殿立面有11个开间呀。为什么计9间呢？因为在清人的头脑中，周围的一圈周围廊，在早期被叫做复阶周匝的东西，是单独计算的。所以在江藻的文字里面是这样写的：太和殿一座计9间，东西2，边各1间，被称为边间。那9间里面，明间若干，次间若干，这个边间若干，是这样来计数的。而太和殿的形式叫做五殿重檐。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顶有个五殿顶，一个广字下面一个无字，而在档案里面，将作和将作官僚经常用通假的方式在这里称为无殿重檐。鎏金斗科，鎏金斗科指的是太和殿所用的斗拱，这个斗拱的样子是有一个斜杆向上，这种做法被称为鎏金斗拱。当然在早期不用斗拱这个词，经常叫鎏金斗科。上檐单翘3昂，下檐单翘重昂。翘在清代斗拱里面指的是华拱，一个拱头；昂指的是有斜尖的一个构件。这个翘经常我们今天以及在清代其他文献中会用翘尾巴的翘的那个字，而在档案里面有时候也被讹写成为这个翘字。中明间龙井天花，安照壁，周围隔景天花，两旁垂花门，装修菱花格扇，雕作玲珑云龙等等等等。这些术语其实就是描述当时康熙34年装饰太和殿的手法。我们一一的相应可以看照片来解释一下。到它的木结构是用的典型的已经简化了的晚期的木结构形式，而上面的龙井就指的是这个藻井，藻井雕龙，轩辕镜。这个龙井的位置位于宝座的正上方，宝座下面有高台，高台上面还有一层台阶，台阶上面宝座屏风一套，还有路端宝相的陈设。4根宝座周围的金柱用贴金来形成一个非常炫目的效果，而宝座的细节我们可以在今天的太和殿里面见到。屋顶用的黄颜色的琉璃瓦，同样排设脊兽等装饰构件。屋顶在档案里面叫做头亭，所以头亭就指的是头顶的瓦面，这在档案里面常见的一个词汇。我们可以看到太和殿屋脊的一些情况的照片。这是简短的介绍太和殿，以后我们会展开介绍它木结构的设计和比例问题。那太和殿之后，刚才提到乾隆所兴造的宁寿宫，有皇极殿仿坤宁宫。那坤宁宫又是什么样的呢？坤宁宫位于后两宫，乾清宫之后。而我们如果到了坤宁宫，就可以体会到坤宁宫的独特之处。这是坤宁宫的外景，独特之处有什么呢？显然我们马上可以看到的是它的窗户，用术语来说叫装修的形式，与其他大殿不同。其他大殿往往采用隔扇门窗，而在这里用了大型的支窗。我们再来看一张坤宁宫揭开屋顶的平面布置形式。坤宁宫的门没有开在明间，开在它的东次间，开歪了。而这样的做法使室内的左侧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大空间。在这个大空间里面，可以沿着
外檐装修和墙，做一个 U 字形的床章，其实是大家可以坐在这里休息、集会的场所。而正对着坤宁宫的门的是一个大灶，里面有2口大锅。大锅是用来煮白肉啊，不是为了日常的烹饪，而是为了烹饪好了祭神、祭萨满的。所以我们马上可以判断，坤宁宫的这种形制来源，一定可以追溯满族独特的习惯，而不是我们所熟知的明代的皇帝的做法。坤宁宫进入门之后，左侧是刚才我所叙述的空间，右侧是皇帝大婚之所，皇帝结婚在那里过头一个夜晚。坤宁宫的形制是从哪里来？如果我们追溯一下，我们就提到沈阳故宫。沈阳的故宫的名气虽然比北京紫禁城的要小一些，但是毕竟它是清代宫廷建筑的一个原始版。沈阳故宫如果从整体上来看，它大概分成2个大区域，一个区域是大正殿和侍王庭，是我们的照片的右手。大正殿是最里面的那个核心的殿宇，侍王庭逐渐的展开，向2侧并不平行布置，而在中间形成一个梯形的广场。研究者一致认为，这带有架设毡包式的空间原型。但这种创作在我们汉地建筑中并不常见。而沈阳故宫大正殿的西路，在高台之上是寝宫区，在高台之下是办公区，而寝宫区后面的一个殿叫做清宁宫。我们来看一下清宁宫是怎样布置的。清宁宫的门同样不开在清宁宫的明间，而开在它的东侧间。一进清宁宫室内，有2个主要空间区域，一个是由沿着墙和外檐装修展开的床章，有个独特的名字叫万字炕，在这里面可以举行集会活动。另外就是右手边帝王的寝宫。所以这个格局是我们现在可以追溯到坤宁宫的早期原型。那故事其实还可以继续往前讲，我们可以讲到努尔哈赤在万历15年时修建的自己的山寨。努尔哈赤修筑好的山寨，其实当时并没有作为一个显赫的地方政权存在，确实带有一些山寨色彩。而当时还发生了一个历史事件，使我们能够今天追溯到努尔哈赤的山寨的面貌，就是满族人越境采参被朝鲜的卫兵射杀了，这样就需要一些外交上的协调。朝鲜便派了一个人，这个人一方面是使臣，另外一方面还是特务。这个人名字叫申忠一，他沿着从朝鲜到努尔哈赤山寨的道路绘制了路线图，并在图上标注出他所见所闻。到了努尔哈赤的山寨，这个山寨的名字叫福阿拉，在今天辽宁新宾造图山下。到了福阿拉，他把福阿拉的布置也画了出来。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个图，一个叫奴酋家图，指的是努尔哈赤住的那个寨子；另外一个叫小酋家图，指的是舒尔哈齐住的地方，努尔哈赤的弟弟。那努尔哈赤住的地方里面就有一些空间，我们甚至能够看到沈阳故宫的原型。这是努尔哈赤的山寨的复原。这个空间在山寨的左半部，左半部是集会之所，右半部是起居之所。而集会之所中间的一个大房子，曾经接待过朝鲜使臣以及其他地方的使臣。而这大房子室内的描述，我们可以从2个角度来看。第一，这个大房子开门在一侧，使得大房子之内可以布置万字炕。第二，正对着开门的地方设了一个大灶，
申中一记载，此大灶每日烹2鹅首，就煮2个鹅头啊，来祭天，与清宁宫和坤宁宫的布置如出一辙。还有一个小的线索需要提到，这个小的线索就是皇太极最后继位啊，皇太极便出生在福阿拉，就是这个山寨里边。他在这个山寨里面一直长到11岁，在他11岁上发生了2件事情。一件事情，努尔哈赤决定搬家，从福阿拉搬到赫图阿拉，因为这个山寨的地方已经不能适应他的发展。第二个事情就是皇太极的母亲在这一年过世了。怀着对母亲的回忆，怀着对福阿拉空间布置的印象，各个建筑使用功能的印象，皇太极随着努尔哈赤辗转征战，在随后的年头里面，很偶然的因素使得皇太极最终成为皇位的继承人。而成为继承人的时候，他面临着一个任务，就是要兴建盛京，就沈阳的宫殿，沈阳宫室。在制作沈阳宫室的时候，他有多少是用了福阿拉的印象呢？当然这个话题说起来比较长，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线索：满族的生活习惯和满族作为统治者在宫殿里面一定要建造符合自己习惯和审美习惯的建筑作为一个标志的这个计划，根深蒂固地种在各个帝王的头脑中。而且我们不妨扩大视野来看，在满族的亲王府邸，在故宫博物院之内皇子居住的院落里面，都一定要有一座建筑。它可能开门不一定在次间，可能在明间，但这座建筑一进去，左手是万字炕，右手是居住寝兴之所，这样的格局成为一个标志，作为清代统治者地位的标志而存在了下来。这便是坤宁宫的一个清代建筑特色的树立。那接下来还要提到一个建筑，也是相当重要。这个建筑是叫养心殿。养心殿在康熙的时候，本不是皇帝一定在那里办公居住的殿宇，而且康熙把造办处安在养心殿，他在养心殿学习科学知识，让造办处的工匠们实现他的想法，这是康熙的初衷。但是康熙驾崩了，他的遗炉便设在了养心殿，雍正在这里纪念他的父亲。从雍正开始，养心殿这个并不在紫禁城中心轴线上的殿宇，却恰恰成为了皇帝居住最适宜，办公很方便，接见大臣也很方便的地方。所以雍正正式的把养心殿作为了皇帝的寝兴之所和勤政之所，有双重功能。一方面他经常住在这儿，一方面他在这里处理政务，勤政。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勤政殿的名字，但是养心殿是真正的核心的勤政之殿。那养心殿长成什么样呢？养心殿的位置，看这张图，在故宫的西偏，在西六宫的南边。而养心殿的布置并不是一个具有极庄严效果的空间，而是一个相当方便亲密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养心殿大殿前面有一个抱厦，这个抱厦起到了遮阳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一个保密的作用。皇帝在里面讨论事情，会把外人隔绝得更远一些，有更实在的空间，使皇帝有更多的私密感。当然，这养心殿的建筑特征，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可以看出养心殿这个殿宇有3个大间组成，是原来的主体结构，3个大间，但每个大间进而分成了3小间，
所以你要数立面开间，可以数出9间来。但是9间的开间不是像常规的汉式建筑那样明间最大，依次减小，不是这样一个布置，而是小大小、小大小、小大小这样一个韵律，是在3间的基础上划分的一个9间，所以它是一个改变功能要求的一个结果。而养心殿室内它的布置更为明确，一进去地平宝座书案，香炉路端宝像，后面的书阁，上面挂有匾额，是皇帝接见大臣的地方。他的右手有东侧，实际是皇帝在那里看书啊、学习啊，甚至在那小憩的地方。这的左手后来改成了佛堂，当然还有3希堂，也是他办公批览奏章的地方。这样的一个布局被雍正皇帝固定了下来，进而这样的布局被作为清代皇帝勤政寝兴的一个模式，在不同的地方得以运用。而这个不同地方包括哪儿呢？首先包括圆明园的一个殿。圆明园我们知道清代的皇帝不老住在紫禁城，他为了避暑等其他原因，他往往有一段时间，很长的时间可以说，甚至达到1/3以上，要住在圆明园办公。另外一些时间，他会花在南巡或北上祭祖的路上。圆明园具有了凡尔赛一样的功能。在圆明园里面有一个景区，叫做勤政亲贤。勤政就是努力的当一个好皇帝，亲贤要跟大臣们做很多的交流。那勤政亲贤里面，除了勤政殿，后来皇帝办公的地方，还有一个形式上的勤政殿，一个概念上的勤政殿，一个设计想法上的勤政殿。这个勤政殿名字叫保和太和。我们可以从样式类图纸上得到保和太和殿的形象。保和太和面阔9间，实际这个9间也是在3大间的基础上分割的。如果我们排列可以看到是小大小、小大小、小大小，中间是设宝座的地方，它的前面依然有一个抱厦，隔绝院落空间和室内空间。那它的右边就是它的东侧是明间和仙楼，它的西侧就布置着类似3希堂的地方和它的佛堂。后面这个2层的小中庭里还有一个佛塔的设置。此布局与养心殿如出一辙，这是又一个实例。那还有实例吗？还是有的。另外一个实例，在乾隆为自己谋划的那个太上皇宫里。太上皇宫我们说过，有前面仪典的空间，有后面寝经的空间。而到了后半部，一进大门，正对着就是一个殿宇。这个殿宇从平面上我们可以看出是一个大殿，前面带抱厦，平面和养心殿极其相近，可以说几乎雷同。它的名字也是这样，那边皇帝办公地方叫养心殿，乾隆给这个房子一个名字叫养性殿。而养性殿是这个勤政空间模式的又一次重复。这是养性殿外景，我们可以看到抱厦的样子。我们一步一步的从前朝往后勤走。那下一个话题我想提到的是故宫的东西六宫和北五所。当然6是因数啊，安排的东西六宫一共12宫，是为嫔妃们准备的。乾清宫旁边东五所和西五所合称北五所，因为它位置在紫禁城的北部，而这个北五所是为皇子所居。乾清宫东西六宫具体位置我们可以看这张紫禁城的平面图。而东西六宫基本的比较标准的今天能看到的室内空间，如这张图所示，一进来是一个宝座加地平的一套语言，它的一侧有室内照阁
分割出来这个坐床、佛堂，它的西端的后檐可以设置寝床，前檐是前营床，或者其他的家具摆设，这样一个标准的模式。而这样的模式，其实在了清代的后期也得到了一些调整，当然跟皇帝的生活习惯有关。从这个角度上看，这故宫一方面是要坚守概念的，另一方面也是要方便皇帝生活的，所以以咸丰皇帝为代表，在乾隆之后对东西六宫进行了一些改造，其中重要的一个改造就是打通太极殿和长春宫。那这是一个太极殿和长春宫局部东西六宫西边两宫的样子。后来我们可以看出，分隔太极殿和长春宫之间的道路被取消，它的垂花门也被取消了，相应的建筑被连了起来。而这种改造反映出咸丰的特点，咸丰身体不好，腿也有毛病，所以他不希望太过劳累，日常生活很多需求体现在这些改造里。至于北五所，北五所的改造可以说要追溯到乾隆时期。乾隆之前，北五所是确确实实的东西五所并存，所谓乾清宫东边的5个院子和乾清宫西边的5个院子保留了很长时间。有研究说北五所原为北7所，乾清宫东西7所，但是这个问题现在存在争论，我们不做结论。乾隆登基之前被安排在乾清宫西2所居住，在他登基之后，顾虑比较多。一个重要的顾虑是，以后我把哪个皇子安排在这个院子里，他是不是会有以后继位的野心呢？于是他一个重要动作是把这个乾清宫西2所改造成一个叫做崇华宫的宫。随着这个改造，他希望做更大的手脚，于是他把乾清宫西1所崇华宫东边的这个院子改造成了漱芳斋，用这个院子里面的戏台愉悦他的母亲。当然相应也带来一个问题，需要一定的服务空间。他接着改造的就是乾清宫西3所，把这个西3所改成崇华宫厨房。那一下西5所就变成了西2所。接下来他下了决心，把再西面的2个院子继续进行改造，改造成一座花园。这是我们今天经常能提到的建福宫花园。尽管建福宫花园在清朝覆灭后不久便遭到了火毁，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历史资料可以给大家揭示建福宫花园以前的样子，以及我们现在还有复原出来的建福宫花园的建筑，我们有机会可以参观它的样子。这个历史资料最核心的就是当时宫廷画家丁关鹏绘制了一幅叫《太簇始河图》，它反映宫城外的景象以及画幅下面建福宫花园的景象。建福宫这个花园在此处得到了非常明确的记载。再有一个资料是样式雷图纸，现在存在故宫博物院的一张样式雷图纸，也许是当时建福宫花园的设计图之一，更完整的表现了建福宫花园的一些主体建筑。这就是乾隆针对乾清宫西5所的改变。我们今天谈的是规划意义上皇帝的想法如何在宫廷建筑中得以实现的。好了，我们现在回头看，从太和殿作为这个朝仪空间的核心殿宇，到后来后寝区坤宁宫作为内宫朝仪空间的重要殿宇，再到后面的皇帝办公的地方养心殿，再到东西六宫北五所的改造，我们可以简单的梳理出这样一个线索：作为皇帝的家和作为皇帝展示皇权的宫殿，这2个意义是同时存在的。皇帝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
一方面在实现概念，另外一方面也为便利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紫禁城和理解紫禁城的时候所必须有的一个基础想法。对于紫禁城的介绍，之前的老师会介绍明代的做法，然后今天我们主要谈的是清代的改造。接下来这个话题，我们将谈到清代皇家的陵寝建筑。清代的陵寝，还是用一句话来概括，基本继承了明代的陵寝制度。那我们今天看清代陵寝的要点应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保存状况基本完好，在于历史资料极大丰富，在于我们可以通过样式类的图纸、设计图纸，了解陵寝这个概念在建筑学上的深化和解决过程。我们依赖很多前人的研究，这些研究包括王其亨老师天津大学的风水理论研究中的一些论述，以及署名史箴的一系列的论文，包括复原组织、承前启后的定陵之类。王其亨先生之前还有于善普老师曾经写过《清东陵大观》，曾经写过清代帝后的归宿等著作，还有东陵的徐广元老师也有一些什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之类的项目，也做过明清皇家陵寝的综合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能进一步的梳理清代陵寝的样子。当然，清代陵寝的基本概况是分为东陵在河北遵化，西陵在河北易县，东西陵分治。这是一张样式雷绘制的东陵全图。东陵大概包括了顺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咸丰的定陵和同治的惠陵，还有一些比如说慈禧慈安的陵寝和妃园寝和公主陵园。而清西陵主要是从雍正帝开始，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穆陵和光绪的崇陵，当然也有太后陵寝、妃园寝和公主陵寝。这是东西陵的基本情况。而东西陵到今天，我们可以拿一个模式来看一看，到底这些园寝是什么样子的。拿在清西陵的雍正的泰陵为例，按这张照片来说，前面有拱桥，有牌楼门，有碑亭，有拱桥，有隆恩门，中轴线上还有灵恩殿、15贡、方城明楼、雅博院、宝城宝鼎这一套系列。那这套图纸，如果我们把清代的主要帝王陵寝都放在一起的话，可以看出来其中还是有一些具体的变化。从孝陵、景陵、泰陵、裕陵、昌陵、穆陵、定陵、惠陵、崇陵，平面图放在一起，变化还是很明显的。但是基本中轴线上的建筑都保持一致，而布局关系保持相对一致，整个陵寝作为一套符号系统出现。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这套符号系统是如何在建筑上得以实现的呢？当时设计人和匠人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把它排列开，而在高程上是如何设计，而达到什么样的视觉效果，这些具体的建筑设计问题，其实在样式雷图中都有所反映。我们借用天津大学所披露的一张样式雷所绘制的陵寝侧样，即是它的侧面展开图，来简单做一介绍。这张图被分成2段啊，在这张图面上，10拱桥作为一个空间序列的开始，逐渐往里延伸，一直延伸到前面有个碑亭，碑亭过后又是一个10拱桥、10平桥，再往里去就是所谓的灵恩门，是陵寝院落的大门，再往里走是灵恩殿，即是祭祀主殿。灵恩殿的后面还需要分割一个空间，用3座琉璃门来分割。进入3座琉璃门才是15贡和方城明楼。
而方城明楼的后面有个小的哑巴院，哑巴院的后面就是宝城，宝城上面隆起的这个顶就叫做宝顶，这是主要的一个序列。而样式雷这张图更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它在平面上是打了方格，而沿着侧立面的延续，这些方格每个位置都有不同的标高，形成了一个在高度上的层层抬高的格局。而层层抬高的格局是什么？就是这样一个效果。陵寝作为一个后人要去瞻仰的空间，不仅追求平面的空间序列，而且更注重空间上的组织形式。当你看到前面的一组建筑形成如此的曲颈框，形成如此的一个层层叠加的高度关系的时候，这个视觉震撼力是可想而知的。这一点恰恰是当时设计者的匠心之所在。对于清代陵寝地宫的解读，现在也是比较深入的。究其原因，就是清陵在清复以后多次被盗啊，那里面空间格局也很明白。我们可以在这张图上看到，天津大学所展示的方城明楼之后宝城地宫的基本情况。地宫是由系列的旋洞组成，最终抵达放置棺椁的地方，就是所谓金井之所在。这就是对于陵寝的一个基本介绍。而我们今天讨论清代陵寝，实际只是一个线索，这个线索应该扩展到其他清代皇家建筑类型的考察中。这个线索的依据是大量的清代原始设计图纸，而这套图纸从开始选址到方案的推敲，方案的最终确定，从现场地形的勘察到地形的整治，到最终确定每个建筑的高度和位置，一系列的工作程序都得到了非常详尽的记载和介绍。不仅有图，还有很多史料，所谓随工日记。这笔无价之宝可以帮助我们解读清代陵寝。但类似的无价之宝，以及这无价之宝所体现的工作流程和秩序，也能帮助我们了解清代其他建筑的建造过程和设计过程。到这里，第一讲关于清代建筑基本概况及其背景，清代的紫禁城的建设和清代陵寝的建设就介绍完了。谢谢大家。中国古代建筑史第12讲，我们开始讲述清代的一些建筑类型。今天将包括以下内容：清代的城乡生活、衙署建筑、宗教坛庙建筑、商业建筑，还有就是戏院建筑。那我们先讲清代的城乡生活。清代城乡生活离我们远去了。可是我们能够在一些文献里读到城乡生活的点滴。我想把这一部分比较抽象的内容分门别类的给大家举几个书单，根据这个书单的线索，大家可以展开课外阅读，同时也能对清代的城乡生活有更好的理解。第一个书单是关于清代整体的地理历史背景的书单。做这部分工作的同志主要来自于地理历史专业，包括研究清代城市规模、清代城乡人口比例等等问题，但主要也会涉及到清代的建筑业。那清代的建筑业，包括了什么民宅呀、道路啊、堤坝呀、桥梁、运河、商业建筑、宗教设施等等这些的修建和修缮。我们比较难找到这个行业产值的情况。但是我们有大量的文献记载，可以说明为了修运河呀、堤坝、道路，每年
清代要花费几千万两白银，而管理这个工程的申实的报酬、材料啊、劳工费加在一起超过1亿两。大致的估算，这清代建筑业的产值能够占掉这个制造业总产值的1/4。那清代的城乡由哪些人组成呢？古人曰啊，学以居卫曰士，辟土植谷曰农，做器成巧曰工，通财育货曰商。所以士农工商这4个大类的人群，是主要城乡的组成部分。管子以前就说，3其国而5其彼嘛，指的是3份的在城市的居民，5份呢可能在乡村，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当然到了清代，有一个叫做包世臣的人，他长期充任这个封疆大吏的幕僚，他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说的是以20口里面有6夫继之，20口中间有6个夫丁继之，是3民居一，而5归农。也就是这6个里面，3民指的是士工商，居这1/6，其他的这5份呢，都是应该是农业生产者。也就是他估算出来的城乡比例，大概是1/6和5/6的关系。我们建国正式公布的194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城市化率是在10.64%，也就城乡人口比例，其实城市人口比例相对的比较低，比包世臣说的还要低。那清代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刚才我提供的书单里面也有一位先生叫做曹树基，他研究了北方、南方的这城市人口比例，他提出了一个表格，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他从这个乾隆后期山东地区为例，山东地区通过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数据提取，大概他说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的6%到7%，而北方城市差不多也是这样的，南方城市比例稍微高一些。总之就是历史上缓慢的城市人口的生长，到了我们建国1949年初期才到11%，还要弱一些。这是基本的城乡的一个情况。那再有一个书单，我想给大家提供的是我们往往是建筑学专业、建筑历史专业和这城市史专业的老先生们关注的一个视角。这个视角是城市建成的环境，其实是一些我们非常直观的物质环境，比如城墙啊，这个城市里面的基础设施啊，城市里面标志性的建筑，一些楼阁、钟鼓楼啊、桥楼，像这些内容。当然，这些内容就有一些形象资料留存到今天。今天我们看，北京城市和其他各个地方城市变化已经很大，但是所幸我们有老照片，有外国人拍摄的，还有一些这个绘画作品能反映这个情况。我们简单看几个资料啊。清代的北京城基本沿用了明代的城市规模，也就是在明代建成运动之后延续下来，清代得以继承。而北京城的改造也是比较剧烈的，我们只能通过老照片反映一些基本情况。当然，这张照片反映的是北京正阳门就前门瓮城的拆除前后的情况。当然，北京还有一些城市设施，比如说钟楼、鼓楼，这都是清代继承明代而进行改造的一个结果。钟鼓楼的另外一张照片。当然，其他城市也是这样，比如说城市轮廓相对自由的广州，清代开放以后，那些商人啊、传教士啊、官员啊，他们所做的一些记录，这是老画、老照片，还有当然也有福州等各地，其实散布的都有。这个外国人的足迹可以说遍布当时的中国各地，还有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我们还能得到一些一手的原来图纸资料的辅证。这是在我们遥远的边疆卡什卡尔，就是喀什建造一个军事居住的卫城的图纸。第3个书单，当然实际这个专业性比较强，也比较抽象，它针对的是一些城市区片和城市发展过程的理论性研究。当然具有代表性的，明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题就是它的运河。随着运河漕运的进行，运河沿岸的城市得到它的发展。当然如果扩大一些视野，还有一些
流域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些这个各个地区的区域城市发展有自己的特点。有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是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他们的一个培养出的一个硕士论文讨论的一个问题。他提出了2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安徽的安庆，一个例子是安徽的芜湖。安庆和芜湖是2个距离不远的城市，安庆以这个市商中的市为主要的居住者，而它的城市发展相对传统、有序、严谨，是一个有城墙、有基本城市格局的这么一个东西。而芜湖以商业为主，一直长期以来处于一个有事无成的状态，而一个是它的所谓这个政治的中心、文化中心，而芜湖却是它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中心。像这样的对比，在我们清代的例子俯拾皆是，我们应该展开了视野进行更广泛的研究。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湖南师范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它讲的是改土归流的政策与中国边疆城市的发展，它是指湖南西部地区的一个例子。这是简单的说一说第3个书单，还有最后一个书单，最后一个书单可能最长，说的非常细节，涉及到了中国古代城市防火呀、卫生设施，到底在那个生活环境中，城市生活的特质和乡村特质有什么差别？城市生活的质量和乡村生活质量有什么差别？上厕所怎么上？它这个救火的这机制是如何？这些材料我在这里有所罗列。当然，它主要一些一手材料来自于老外的记载，这个西方人的、日本人的，这记载相当的丰富。从中我们能够挺切身的感到当时的生存条件，尤其是城市的生存条件。好，这就是我们第1部简单的内容。城乡生活大概由4部分基础资料组成。更希望大家是通过这些基础资料，能够自己拓展阅读，开阔视野，启发思维。衙署建筑要想论述清楚，首先还得分类。大概的分类的方式我是这样分的：是中央衙署和地方衙署。中央衙署当然以聚集在北京为主，而地方衙署有地方衙署的一些特点。那中央衙署我们能参照的研究，从当时营造学社刘敦桢先生开始，他撰写过一个考试的文章，考的是康熙年间绘制的一个叫皇城宫殿衙署图这张图纸，介绍了皇城宫殿的衙署分布。当然，傅熹年先生也有一些论述。当然，北京的国家中央机关大概要分类的话，我们可以首先参照一下这张表。这张表表达出的重要信息大概有3大类。有一类中央机关是直接给皇帝当智囊的，辅佐皇帝的中枢机构。但还有一类是服务于皇家的、服务于宫廷的一个机构。最重要的支持清代国家运转的就是这个行政机关。行政机关择其要点讲一讲。这行政机关大概以6部为首，所谓吏户礼兵刑宫这6部。在这么样一个这职官体系中，其实落实到建筑，那当然首推的是皇家智囊机构，叫做军机处。一说军机处，雍正以来设置军机处，地位极高。之所以有了军机处，所以清代的内阁的地位几乎是没有，非常低，不扮演特别关键的角色。而军机处这样一个地位，它在建筑上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说到建筑，马上就有2个思路，一个是这个衙署建筑的纪念性或者是的符号性特征，另外一个是衙署建筑的实用性特征。那军机处反映的更多的是实用性特征，它位于故宫里边，紫禁城的里边，紫禁城前3殿与后宫之间的交汇的地方，隆宗门、景运门形成的一个
长方形的广场，而这广场上布置的军机处，它长得是这个样子，非常的简朴，不起眼，可以说根本无法体现军机处在国家中扮演的这个重要的地位。室内的情况更加简朴，非常简单的家具，简单的装修，并没有任何炫耀地位的企图。当然，在皇宫里面炫耀地位，形同找死啊。那这是军机处的一个情况。那外面的六部啊，今天我们不仅要说六部，我们还想说说另外一个国子监里面的太学啊。这六部集中在天安门外千步廊两侧。当然，要说的那国子监呢，就在我们熟知的这个国子监那个街上。那这个六部啊，《乾隆京城图》里有描绘，而且康熙以后逐渐定制。这六部我们在《乾隆京城图》里看得出这个院落，这个院落千步廊，一个丁字形的一个空间。它的东侧先是宗人府，接下来就是吏户礼，它的后面再一排是兵工。那刑部原来不在千步廊两侧，原来要放在皇城的西北角，但是清代以来搬到了这个千步廊附近，实际搬到了这个位置。我们再来仔细看一看它的平面布置，这是傅熹年先生画的千步廊两侧衙署建筑的平面图，非常统一的一个基本的平面形制，确实代表了一个符号性。从前面的大门到后面的二门，经过一个介石亭或介石坊，一个甬路，到达一个月台，月台前面有大堂，后面二堂，而且很多建筑的大堂、二堂是用轴心舍工字殿的形式来设计的，是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个充分代表一个所谓的符号性。只要你具有这样的平面布置，你就具有衙署的属性。当然还有它一些实用性的特点。你比如说这个户部，户部当然需要有银库，要支银子。后面户部确实有个大库。当然还说到刑部，不在东半侧，在西半侧。刑部在这六部里面占的面积最大，为啥呢？它得有监狱，它不得不有那么大的面积，所以这又体现了衙署建筑的实用性特征。总之，在老百姓的眼睛里，在官员的头脑中，这个衙署建筑非要具有它的纪念性、符号性不可，而它的功能性、的实用性恰在其次，可以随之调整。这是对于中央这个六部衙署建筑的一个简单的介绍。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可以说在实用性、功能性和纪念性，还有符号性之间，扮演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角色。这个房子是乾隆48年开始建造的，叫辟雍。它建于刚才我说的讲国子监、太学里面。辟雍的建设是跟乾隆这个理想有关，乾隆要临雍讲学。那辟雍是一个乾隆要讲学的地方，所以具有非常高的等级和它的这个纪念意义。而国子监的平面图，我们来看这张图。整个国子监院落里面，除了碑亭，还有这个辟雍，其他这旁边的房子，包括仪伦堂，其他的房子都是灰色的瓦顶。辟雍最突出是重檐的黄色的琉璃瓦顶。这样的建筑从外观上第一眼就标志出了不同寻常的等级。当然，它的设计过程更为有趣。当时实际设计辟雍的是刘墉啊，他来按照古制来设计这个辟雍。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就是辟雍的平面图。辟雍当时是周天子为贵族子弟所建立的一个教育机构。它的形式取这个周围以水，形如闭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叫做辟雍。周围的水取了一个圆形的轮廓，中间镶嵌了一个方形的平台，四面有桥，当心立建筑，建筑重檐，当然黄色琉璃瓦顶。而它的这个基本形式采用了殿身主体是三间的结构，各面各显三间核心，周围一圈做了一个周围廊，形成下层的屋檐，殿身支持上层屋檐，周围廊支撑下层屋檐。这是辟雍的形式，三面都是一样的。然后那个三面的大小呢，明间2丈1尺，主体的两个次间
一个是1丈6尺，另外一个也得是1丈6尺，对称的。那加在一起，整个的面宽就是5丈3尺，正好皮庸里面还有乾隆皇帝手书的3劳5耕说，也许这3武由此得到体现。那么这是开始的一个设计。当然，开始的设计，刘墉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在现在平面图看的中间啊，保存了4根柱子。有了这4根柱子，结构当然更为简明。但是有了这4根柱子，同样中间的空间也不像没有这4根柱子那么好用。当然，这个方案辗转的经过了和珅的手里边，他提出一个方法，就是要取消中间的4根柱子，而用其他的方式来支撑物架。但是具体的方式就是做磨角梁，就是在这2根柱子之间搭上一个斜的叫磨角梁的东西，支撑上面的梁架，最终完成这个对屋顶的支撑。那加磨角梁当然从功能上是一个飞跃，但是从形制上其实也是有瑕疵的。那我为什么说有瑕疵呢？这么完美的一个8角形梁架支撑在这个方形空间里，而且去掉了柱子，瑕疵在哪儿呢？瑕疵恰恰在这个8角形的边长上。譬如明间面阔2丈1尺，2个次间都是1丈6尺，一做磨角梁，那这个8角形这个斜边便是根2乘以1丈6尺，它实际是2丈2尺还多，5寸6分的样子。那它比起明间的2丈1尺的开间要大一些，而这种微妙的从数理上的瑕疵被乾隆给摁住了，他不再关注这个，他更强调的是空间的实用性。但是如果放在那些非常较真的西方建筑师手里面，对于这个数据他一定要进行调整。那从譬庸的例子，我们想说的是，刚才衙署建筑的2重性，纪念碑性、符号性和实用性啊，这2重性。那在譬庸里面，一个纯然需要尊重纪念碑性或者说它的符号性的地方，在的细节里面，实用性的思维依然存在在皇帝的脑子里。这一点也许就是建筑师的决策和业主决策之间的微妙差别吧。好，到此这个中央衙署部分告一段落。下面我们接着说这个地方衙署。地方衙署还是按照咱们的习惯，先给个书单。研究地方衙署的人很多，有清华大学、四川大学等等学校进行研究，太原理工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这个学生啊、老师们都进行研究。一些具体的资料，我们可以在一些老照片的图集啊、老图纸的这文集里面看到。这个书单是大家进一步拓展研究的一个线索。那接着我们还可以引用前人做的一个地方行政级别的一个梳理框架图。这个清代地方啊，各省是督抚制，总督、巡抚，而在下面就学政啊、布政使啊、按察使啊、盐运使等等诸班，再一步一步分到府、州、厅、县这各个等级下面都有对应的执掌。那地方衙署留到今天的实际并不很多，我们可以掰着手的数一数：河南南阳的府衙，河南内乡县衙，河南叶县县衙，河北直隶总督府，山西绛州的府衙，山西霍州府衙，基本仅此而已。原来大量的衙署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衙署建筑，已经随着时代的演进消失殆尽了。这是一个我们要知道的基本前提。那如果接着讨论府衙是怎么使用的，换句话说，那些地方官平时都有什么样的公务活动呢？我给大家列以下几条。一条，地方官显然要接圣旨，最重要的公务活动，迎春，还要宣讲圣谕。宣讲圣谕指的就是每月朔望要宣讲什么圣谕16条呀、圣谕广训，比如还有一些相约民规之类。
还有一活动叫送学，就岁科两试之后要送这个学子。宾兴，宾兴指的是设宴招待那些应举的应举之士。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斋戒祭祀活动，那相应就要引到与府衙对应的一些下一节要讲的礼制性的建筑，要在祭陈里面进行一些斋戒活动。但还有放告，放告是我们最熟悉的，所以每月定期受理诉讼，这是地方官一般的这个工作安排。那他工作安排发生在什么场所呢？发生在这个衙署区域里面。衙署区域，我们可以引这个钦定大清会典公布里面的一条制度，写的是省级的，各省文武官均设衙署，其治事之所为大堂、二堂，外为大门、仪门，大门之外为辕门。当然他没有提一会儿会说的金善庭和申明庭这些公告设施。宴席之所为内室，为群室，吏传办事之所为科房，大者规制具备，官小者依此而减。钦定大清会典里面的记载。那如果我们看府衙实例，我们大概的沿着那个建筑轴线来排列，它会有以下建筑。当然，往往府衙跟一个小城市钟鼓楼啊，或者桥楼啊，联系起来。它的大门外会有一些布告、榜棚、张榜，当然还有金善庭表彰善事，申明庭申斥恶事，然后进去就是治事之所。治事之所中轴线上，大门、仪门、戒师庭或戒师坊、大堂或者有穿堂到它的二堂，再往后可能是宴席之所。当然，其他的空间也可能布置属官的自己的宅院。当然，大堂两边那两边的廊房往往用作办事机构，所以东三房、西三房，按照对应中央衙署也是吏户礼兵刑宫。当然，中央衙署从皇城之内是6科廊，吏户礼兵刑宫是监察6部吏户礼兵刑宫。当然，地方机构再设吏部礼兵刑宫房来办事。还会有什么勘令科、惩罚司这种机构。但其他的附属的空间里，还会安排书吏、牢房、仓库、后厅、祠堂什么的这些东西。我们可以举几个图纸的例子，比如说同一个地方，河南南阳内乡康熙时候康熙的地方志里面有康熙时期的县衙的样子，清代晚期能反映出晚期的县衙的样子，但是变化其实不大，序列得到保持，这种符号性特征得到了继承。那我们看康熙的这个县衙，辕门前面的大门、仪门、戒师庭、戒师坊、大堂两边的吏户礼兵刑宫房，二堂在里面的住宅，基本是这样布置的。清代晚期依然如此。辕门当然前面还叫影壁照壁啊，大门、仪门、戒师坊、大堂有个月台有甬路啊，里面隔着个小门进入二堂，在里面住宅区。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县志上面河南内乡县衙的样子。那现实中把它规制成建筑平面图，可以看到大堂的基本的平面，然后原告被告应该在的位置，前面的月台的样子，大堂的立面图，进入二堂的样子，二堂里面的布置这些基本信息。当然，在我刚才提到书单里面的《烟雨楼台》那本书里面，还收录了很多衙署建筑的晚清时期的照片形象，比较鲜明地反映出当时的面貌。那远在新疆莎车地方的衙署，我们看那建筑的面貌与内地的衙署别无二致，除了前面简单的用一些框架支起的门罩显示出一些地方特色之外，其他的真是与内地衙署别无二致。还有一个要点需要强调，
就是衙署不仅指这个属官的治所，还指相应的其他的设施。我们已经有好些研究讨论，比如说河南地方城市的形态，城市中的主要建筑。当然，我们可以举2个小例子，河南2个县邻居，一个是郾城，一个是临颍，这2个县挨得很近，是互为邻居。看它城市里面，至少历史中县志反映出有哪些衙署设施。当然县志嘛，不同时代的县志都有。我这用的图是明代嘉靖的，明代嘉靖定型之后，在清代基本得到了延续，所以清代的面貌与之相似。那在这里面，衙署当然要指郾城县县令的治所，这个治所在这张图的这个位置。当然，这个治所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个省级单位的分支机构，比如说布政、察院之类，当然还有马驿、草场之类是这个附属机构。除此之外，还要有这县的各种学，医学、儒学、阴阳学，这是县城必备的。预备仓、仓房，城外还会有演武厅。这一套设施，不仅占据了这城内位置，还占据了城外的位置。实际是城里面主要比较大的建筑的代表。你到了县城之内，他们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县城的面貌。我们再看看临颍，这是民国4年，比清代要晚了一点，但依然反映的是清代的面貌。民国4年的临颍县志，临颍县志里面同样是除了治所之外，还有其他的机构，我用这个红圈都标示出来。除此之外，还会有预备仓。临颍还多了一个东西，就是它的养鸡院。这个城市还是比较发达的，对鳏寡孤独有所照料。那城外还有演武厅，还有一个设施也非常值得一提，是它的陋泽园。这陋泽园指的是那些家贫无以葬者和暴震者，他们死了之后埋在哪儿？当然政府同样关心他们的鬼魂的归属，建立一个陋泽园来埋藏这些尸骨，它与养鸡院配对，成为当时的福利机构。于是我们就能看到比较完整的清代的衙署和衙署的服务设施。它有衙门，有这个官员的办事之所，它还会涉及到教育普及，那些儒学、阴阳学、医学，当然还有这个民生问题，有养鸡院、陋泽园。这是对于地方衙署的基本介绍。那我们这部分就基本讲完了，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信仰生活和相关的建筑。关于清代坛庙、宗教建筑和信仰生活，我们还得把它切成几块来分别叙述。第一大块是中央的礼制建筑，第二大块是皇家的宗教建筑，第三块再说地方。那先从中央礼制建筑开始说起。中央礼制建筑，清代大体上沿袭了明代的祭祀制度，所以坛庙建筑嘛。在清入关前，清代的这种祭祀制度有自己的文化特点。入关后呢，则主要吸收的是中原祭典文化。从康熙开始，就形成了以元丘、方泽、旗鼓、太庙社稷为大祭，天神地旗、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先师、先农为中祭，先医等庙啊、贤良祠啊、昭忠祠为群祭，这么一个大的体系。核心的就是大祭部分和一些中祭部分。我们一定要追溯到紫禁城两侧左祖右社，左祖右社制度始于周礼。那左边是祖庙，所谓太庙，右边是社稷坛。当然明代既有此制，祖庙祭祀皇家祖先之庙。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现在就是我们今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社稷坛中间的坛主要是五色土，社指大地，稷指农业，所以
其核心是一个五色组的坛。当然，这个明代便有，清代继承。那清代的这个其他的天地日月之际呢，分为不同的坛，分布在北京城的不同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面上，天坛南郊，当然跟天坛的邻居啊，就是所谓先农坛和太岁祭太岁的地方和祭先农的地方。地坛北郊，日坛东郊，月坛西郊。城市中心部分还有一个先蚕坛，是蚕桑之祭之所。我们看看天坛，一说天坛，大家头脑中马上就有这个形象啊。但实际这不是祭天的地方，这是天坛里面祈谷坛、祈年殿。我们看到今天祈年殿的形式啊，基本是乾隆时候定下来的。乾隆之前，祈年殿也是一个3重圆的大屋顶圆形建筑，但是颜色不同，颜色是黄、绿、青3个颜色的屋顶。当然，这个今天看到的青色的屋顶啊，反映了乾隆对规制的认识和乾隆的审美。这个建筑形式极具纪念碑特征。那真正祭天的地方，在前面的圆丘。圆丘至圆，其数为9的倍数，当然用台3层。而且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当时皇帝祭天是什么时候祭？当时皇帝祭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在冬至，子时之前来祭天。虽然祭天的地方是一个露天的坛，但是整个天穹这种幽冥的感觉，整个天象到了冬至接近子时时候的天象，这个氛围是真正当时皇帝祭天的氛围。而这个氛围的理智的背后的支撑和空间气氛和皇帝仪典的程序具有极高的规制。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时间的判断来切身的想一想，我们祭天之所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而不在室内的其他的时间。所以这种文化的发展形成的清代的祭天的形式，确实具有很深刻的象征意义。至于地坛啊，那当然与天坛不同，它也有它的特征。这是一张地坛的老舆图，这是我们今天的地坛的平面图。地坛它的特点是什么呢？首先与天坛相对，至方，它不是至圆，天圆地方嘛。地坛的坛至方，北向，主要的祭祀通路从北边进入，偶数为基，它运用偶数，因为偶数是阴数嘛，以凤为主要装饰题材，然后颜色色黄，中央五基土大地是黄色的，这是地坛的一个建筑上特征的几个要点。先农坛也是当时清代的一个重要的祭祀场所。当然，先农坛并置的不仅有先农之坛，有1亩3分地皇帝躬耕的地方，还有一个太岁殿，一组重要的建筑，以及它其他的附属建筑，比如说庆成宫啊这些建筑。我们可以利用课外阅读补充其他我们没有讲到的东西。当然还有先蚕坛，先蚕坛主要由女眷来使用。我们有样式类的图纸，有先蚕坛的一些比较形象的女眷祭先蚕的场景。这是中央的礼制建筑，坛庙2类，坛有坛的特征，庙有庙的规制。到了皇家宗教，清代的皇家宗教，马上我们就会反映到藏传佛教喇嘛教。确实如此，喇嘛教作为清代的国教，不仅是为了抚慰蒙藏地区，也是皇帝信仰的体现。乾隆把自己塑造成文殊菩萨的形象。当然，从紫禁城内到紫禁城外有几个重要的宗教建筑，我们需要一一的进行简单的介绍。紫禁城内最重要的宗教建筑就是有一个雨花阁。雨花阁位于后宫的西侧。雨花阁是乾隆皇帝让张家糊涂刻图进行设计的。它大概室内空间分4层，室外看起来是3大层。这4层大概是
事部、刑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这样来安排的。而室外建筑特点给人的一个印象，我们用藏风来形容。这个藏风并不是简单的把西藏的建筑搬到内廷来，乾隆所有的这种采纳别的建筑风格的做法，都不是简单的搬过来，而是进行消化和重新的咀嚼。而在这里，虽然是张家进行设计的，但是基本的建筑语言，换句话说，这建筑所用的词汇都是官式，而给你带来的风格感觉，带有那么一点点藏传佛教的感觉。那这感觉，如果我不提，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一个是最上面的屋顶和下层屋檐的对比，要比常规的汉地建筑对比的强烈，上面要小一些，下面更像一个基本环境的衬托，比较舒展，铺陈的比较开。再有一个特点，你们不知道，雨花阁顶层的屋面虽然是一个四角攒尖的顶子，但是它不是个正方形。这种貌似离经叛道的设计，一个非正方形的平面上面安一个金字塔一样的屋顶，所以四角攒尖的屋顶，这种矛盾恰恰反映了对地方风格的追求。当然还有它的装饰，它最上层的屋顶四角布置了4条金龙，像这种做法在汉地建筑是不见的。综合这些语言，综合这种微妙比例的把握，乾隆缔造了在宫廷之内的藏传佛教建筑雨花阁。说到皇宫之外，我们不能不提的是雍正时期的府邸后来改造成的喇嘛宫，叫雍和宫。雍和宫就是另外一个典型的藏传佛教在皇家建筑体系里面的代表作。雍和宫这一串建筑，雍和门、雍和殿、永佑殿、法轮殿到后面的万佛阁，最具藏传佛教特色的就是这个法轮殿和万佛阁。法轮殿还好理解一些，它在一个简单的大屋顶前后出抱厦的基础上，屋顶上面出了5小亭子，这是它的室外形象。这是它的剖面图，构造不同于常见的汉族建筑，确实我们可以说带有蒙藏特色。而这万佛阁，这是张万佛阁老照片，给我们带来这个藏族建筑特色在哪里呢？其实我们可以对比的是，万佛阁的正立面与其他的具有类似结构这种重檐歇山屋顶它的上层的正立面之间的差别。万佛阁的上层歇山屋顶要比常规的设计要短小，给我们带来的立面感受恰恰是下层屋面更舒展，而上层屋面收紧的更多一些。这种对比，与其说是形式上的差别，不如说是细节比例尺度给人眼的观察所带来的这种差别。这就是其藏族特色的核心所在。那说到更大的视野，宗教建筑，另外一个重要的代表作就是所谓承德的外八庙。承德的外八庙实际有12个庙，那叫外八庙的原因是其中8个庙理藩院管有喇嘛住系在里面。这外八庙名字我不一一重复，其中比较代表性的例子当然有所谓小布达拉宫、普陀宗称之庙，有须弥福寿之庙，有这个安远庙、普宁寺等等。这些我们都耳熟能详。而特别值得提的，当然我个人认为，一个是普宁寺，这张照片是普宁寺的外景，是老照片，那是普宁寺的现场的情况。这种多层屋檐的重叠，烘托出来的向上的气氛，以及上层尤其是顶层的那些屋檐，根据佛教义理所塑造成的5个小亭子和中间的攒尖顶，这种组织，我们可以说是比较成熟的运用了蒙藏建筑语言。而其建筑结构同样有挑战，这是雍和宫里面的一个主尊千手千眼，两边呢还有善财龙女2个辅尊，这主尊相当的高大。剖面图可以看得出来，这整个建筑似乎就是为这尊佛像所制作、所定制，而2个方向的剖面表现出整个的楼阁结构
是当时的一大挑战，不仅从材料上，从结构的稳定性上都是挑战。它不同于我们传统的汉地，比如说应县木塔的做法，这是每层每层结构互相衔接的做法，它更强调树脂上的通柱的构造。这是承德外八庙的普宁寺所给我们展示的这个建筑和塑像之间的结合。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是普乐寺，普乐寺被称为黄亭子，是圆亭子，圆圆的平面用12柱，而它所表达的概念实际更具藏传佛教义理的本真。它想铺陈的是一个曼陀罗，以中心为核心布置的一个曼陀罗阵。我们看室内的这个曼陀罗的形式和整个建筑组群的曼陀罗构造。当然，我们再一次对比原原本本的西藏的布达拉宫和我们看到的清代皇家所缔造的那些宗教建筑，其间韵味有相通之处，手法却有不同之处。布达拉宫大量使用了他们的实体的墙面，墙面上开小窗，烘托出一个背景，在这个墙面屋顶之上再建造灵塔殿，有各种汉式屋顶的组合。而这种平平的展开的背景和上面点缀式的屋顶组合，比例的感觉被清代宫廷捕捉到，体现在他们的建筑上。但是恰恰与此不尽相同的是，清代的皇帝并没有使用这样实体的墙面作为基本的背景，而用其他的语言，用汉族的建筑坡屋顶作为背景，来夸大一下上层屋檐和下层屋檐的比例，来实现这种立面上的比例关系的协调。好，这就是我们要讲述的清代皇家的宗教建筑部分。接下来我们再来简单的看一看清代地方城市中坛庙和宗教建筑的分布情况。当然具体的实例很多，我们可以利用课外阅读来调查实例，现存的实例却不是那么多。从平面来看，我们同样举这2个例子，一个是盐城河南，一个是河南的临颍。刚才就这2个地方，我们曾经说过他们衙署建筑。衙署建筑如果是管阳间的事情，管这个人日常生活的事情，而坛庙宗教建筑就是要管信仰上的事情和一部分阴间的事情。那阳间有我们的治所，阴间就一定要有城隍庙。看这张图上，城隍庙。当然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风云雷雨坛，比如说社稷坛，当然还有一个坛叫做义利坛，就这个县城的利坛，对那些厉鬼们。再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宗教建筑，比如说盐城非常独特，有很兴盛的地方的岳飞崇拜，所以有五木祠。当然相应的会有一些佛寺，比如彼岸寺，会有道观、崇祯宫，会有关羽的信仰，会有关王庙这些宗教建筑。城外也会有比如有观音寺、悟安祠。相应的，在我们另外一个例子里面，就是河南的临颍，这种宗教建筑也是存在的，坛庙也是存在的。坛庙必不可少，刚才我们说过的社稷坛，我们说过的义利坛，当然还会有城内的一些寺庙，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图上都有所标注。整个回顾清代的坛庙和宗教建筑，大部分是继承了前代的成果，也有一些赤建的新建的行为。而在这里面最具特色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3点。第一点，对于坛庙清代皇家的理解和固定下来的规制。第二点，清代皇家寺庙中对于藏传佛教建筑形式和义理的表达。第三点，确定下来在地方城市中坛庙和佛寺道观的布局情况。掌握这3点，我们就能基本了解清代建筑坛庙和宗教建筑的大貌。
关于商业建筑，我们也先给一个简单的书单，利用这个书单可以拓展阅读。当然，商业建筑有南北方之分，也有不同类型之分。那我们大概分成2部分来说，一个说说南方和北方的商业店面，另外一个说说比较独特的一个商业建筑类型，叫会馆建筑。那北方的店面，相对来说建筑语言，比较复杂。梁思成先生曾经归纳过，大概这个店面3个大要件，一类叫拍子房，就是照片里所示的这种类型；平顶房，平顶房上面还可以加栏杆，但拍子房之上还可以加楼啊，这拍子房。再有一类叫牌楼式，牌楼式比较隆重，装饰最为铺张者，是在店面前面立一个大牌楼，就如这张照片这一角所示。当然还有幌子，幌子各个铺面有不同的自己特点的幌子挂在外面。所有这些要件比较集中的反映在一张画里面，有趣的画里面。这张画是圆明园40景图，是画的舍卫城，舍卫城外的一条买卖街。这条买卖街中间做买卖的人，包括买东西的人，都以内监充之，就是内廷的太监，他们从城外的4市里面买来该买的东西，到舍卫城里去卖。皇帝也会逛舍卫城买卖街。皇帝说，当时逛的时候与最下级的臣民无异，也是像买东西的人，而不是像视察的人，到那儿讨价还价。这偶尔喧哗口角，偶尔甚至挥拳奋斗，还跟别人打一打。这是一段有趣的小历史故事，反映的是当时北方的这个买卖场景。如果我们仔细端详这幅画，就可以找到不同的幌子，可以找到拍子房，也可以找到牌楼店面，不同规格的各式店面。那我们还有一些老照片能反映前门的4市，以及其他各省的北方城市的这个4市，前门大街很热闹的场所。除了店面之外，还有搭了很多棚架，所临时的买卖之所。当然，这种景象除了前门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山东的单县、山东的临沂等地的这个4市情况。南方则略有不同，南方商业街巷成熟的比较早，建筑密度也大，这个幌子密度也很大，给的空间气氛因为当时的建筑语言不同而有所不同。会馆，当然会馆在一些城市里面，各个祖籍相同的人集资所建造的交流场所，可以做饭馆用，可以做旅馆用，同时里面经常是名商巨贾云集，谈论买卖，也是这个物流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会馆建筑里，国家级保护单位就是北京的安徽会馆。安徽会馆位置离琉璃厂不远，后孙公园胡同，它的平面图是这个样子，由3路建筑组成。安徽会馆我们鸟瞰的大概有这么样一个环境，后面还附带着花园。它是当时淮军将领和这个皖籍的官员来北京的聚会场所。有些淮籍的官员、皖籍官员到北京述职呢，就临时住在这儿当宾馆用，简称嘛就是宦游宴聚栖止之地，所以连洽相宜也。当时李鸿章和李鸿章的兄弟一起动议来做的这个安徽会馆，所以它这本身是一组商业建筑。我们看这个平面图里面所反映的这3路，中路后半部有一个戏园，这我们在下一节会讲到。它的东西除了一些重要的门厅和接待的空间之外，一些祭祀之外，其他的经常被用作饭馆，大家在里面吃饭聚会。西路呢，这些房子被用作旅馆。除了安徽会馆，在全国各地还有一些很多会馆，山陕会馆福建会馆，包括晋商在各地所建的会馆。而这些会馆除了商业功能以外，要有自己的祠堂、神坛，然后当然商业功能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一种重要的商业建筑的存在。这简单的
梳理一下清代的商业建筑。那商业建筑，我们的要点其实倒在于南北方商业建筑基本建筑形式。对于它背后的商业发展，那各地有各地的特点。这里我不做过多的介绍。最后一类我想谈到的，就是所谓娱乐建筑、演出建筑。这娱乐建筑、演出建筑当然是商业活动的一部分，但是具有其功能的特殊性，所以值得单独来说一说。说到这类建筑，我们也以从一个书单开始。当然，这些书单所研究的内容有皇家的剧院建筑，有民间的。这里面功能属性是不同的。皇家的实际服务的是皇帝这个人，当然有的狭小的这个群体，包括他的这个嫔妃，或者包括他宴请大臣啊这些，但是以皇帝为主体。而民间呢是以群体为主体，所以他们的剧场设计有所不同，但是都是基于中国古代戏剧表演的基本模式而逐步展开的。那皇家的剧场，我们先从紫禁城说起好了。紫禁城之内，留到今天的大戏院或叫戏台，因为它是戏台是主体嘛，有这个乾隆为他母亲盖的树芳斋戏台，是一个中小型规模的院落式的戏台，占据一个院子，有个戏台为表演用，然后隔着院子皇帝来看戏。或者院子里面也给其他人来看戏。树芳斋戏台有后来乾隆为他母亲盖的寿安宫戏台，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个戏台在嘉庆的时候就拆除了，可见嘉庆皇帝不太喜欢戏曲。接下来，乾隆皇帝为他自己当太上皇养老时候盖的那个畅音阁大戏台。畅音阁戏台规模最大，也值得隆重推荐一下。规模怎么大呢？它分为3层。3层都有表演空间，看戏的2层，皇帝可以自由选择在楼上楼下看戏。3层表演空间，当然不见得每一层都能特别清晰的被这个观演者欣赏到，但它内部有升降台，反映一些这个神仙从天而降啊，或地涌金莲呀等等特殊的场景。皇帝比较喜欢热闹啊，这是3层戏台不同层的细部的照片。啊，这是戏台内部的照片，从内部的后面有办戏楼，办好戏在里面准备登场，甚至有这种升降机来从不同的戏台中间进行穿越。除了这种室外比较大规模的院落式的戏台之外，乾隆皇帝还有很多在室内欣赏表演的演出空间。这些演出空间往往特别的空间小，特别的近人亲密，而表演的往往不是特别大规模的戏曲，而是诸如插曲之类的演出节目。插曲嘛，据说是由宝小刹所创，2个人表演，一个人弹3弦，另外一个人打8角手鼓，打8角鼓来唱一些非常吉利的风花雪月的太平歌词。那皇帝就在另一侧来欣赏这个戏曲。这类的戏院，我们追溯很远，可以追溯到乾隆之前，雍正的时候。雍正的时候，在我们已经毁掉了圆明园的坦坦荡荡景区，有一个小戏园，叫做半亩园。半亩园就设计了这张图纸所反映的一个戏台。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端有个方形的亭子，这个亭子就是演出空间。前面还有个小台子，但这个小台的功能很多专家不得其解。有的人说是可能表演魔术要近一点，那我们并不知道到底实际功能是什么。但是在另一端加着一个空间，我们看到这里画一个圈儿，这个圈儿表示这是一个抬高的位置，是一个宝座，皇帝坐在这儿看戏。它的背面有通上下的楼梯，能到上层看戏。这是圆明园半亩园。圆明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在慎修思咏一个叫莲溪乐处的景区，住满荷花，莲溪先生周敦颐
喜欢荷花，里面有个殿叫慎修思咏殿。慎修思咏殿的背后也有一个小戏台，这个小戏台规模也是很小，它甚至没有亭子。我们来看这张图，这张图上表明前面是皇帝比较礼仪性的空间，到后面就是那个戏台。戏台与其他空间只用一个这种栏杆式的室内照阁分隔，并没有建起一个亭子来，而对面设一个宝座，而旁边沿着后檐也有一些可以坐人的地方。这个戏台独特之处，当然第一个是舍去了标志性的亭子，利用多功能的使用空间的方式来解决表演和看戏。再有一个就是它戏台后面的后台是一个2层楼，这2层楼室内分隔极为丰富，有一些床章供人休息，挺奢侈的空间。还有就是它的2层，在它的2层这2个地方开了2个小圆光窗，这个符号在样式类图纸里面代表圆光窗。透过圆光窗能看到看戏的宝座，所以研究者就开始推论，这个戏台是乾隆皇帝给他妈表演的地方，要不然什么样的戏子会有这样的优待呢？什么样的戏子能有这样的权利，能窥视看戏的人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小插曲。当然，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一些。我们举这个圆明园、启春园，就是那万春园那个地方有一个殿叫升东室，升东室也有一个小戏台，也是一个室内的戏台。与刚才慎修思咏戏台不同，看戏的地方基本规制严整，有一个暖台，抬高于地面，是表演的空间，有一个看戏的空间。而办戏的地方，演员的后台却极其狭隘，只有一个通道，没有其他的奢华的设施。那与此相对比，我们也许更倾向于解释慎修思咏戏台是皇帝为他妈表演的场所。今天这些戏台我们已经看不到了，我们还看不到的一个是更有趣的一个小空间，也是乾隆为满足个人这个意趣而设计的一个空间。这个房子叫做万方安和，它的建筑平面是一个万字形的平面，伸胳膊伸腿进行曲折。进入这座建筑的方式，最主要的并不是通过这个桥由陆路进入，而是坐船从水路进入。万方安和是架在水上的啊，进来是一个明殿，曲折往里走，能到不同的功能区间。非常有趣的是，在史料里面记载，万方安和里面有个戏台，有个戏院空间。找了半天，我开始也没有找到到底这个戏院空间在哪。直到我查阅样式类图纸，所以我鼓励大家尽可能的接触这些一手资料。直到查阅样式类图纸，有这么一个片段，请大家注意，在这个片段上，这个局部原来就写有戏台2字，这2字是我写的，并且有涂改的痕迹。这涂改的痕迹有一个共性，就中间是一个窗户，圆光窗，两边有上下场门。我们知道地方神庙里面经常会有3连台啊、几连台互相竞争，比谁唱得好。皇帝居然在这儿曾经有过一个想法，或许因为他被白粉涂盖过了，有3个可供表演的小空间，而看戏的空间恰恰不在这儿，是对面往下看，另外一条腿里面临着窗户的看戏的宝座。所以3个小戏台都可能做表演，3间都可能欣赏表演。这是乾隆为他自己打造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表演场所，而且演戏与看戏之间隔着水面，仿佛是遗传相近邀相见那种空间感受。好，我说到这里啊，这个宫廷的戏院就差不多告一段落。我们接下来再说说民间的戏院。民间的戏院，当然最大规模的可能不能回避会馆这个话题。刚才说到过，安徽会馆有戏院，当然湖广会馆也是有的。
会馆与戏院经常在一起进行设计。那这个戏院今天看来，平面图是这个样子的，整个表演和观众区都把它放在了一起，放在了室内，而需要用一个屋盖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表演嘛，在这个小台子上表演，观众可以有池座有楼座。那最重要的问题是用什么来遮盖这个屋顶？当然，我们传统的方式依然用传统的建筑语言。这个建筑语言千百年来很少改变，就这样的坡屋顶。当然，采用了勾连搭的结构方式，把它连在了一起，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勾连搭式的屋顶，遮风避雨。这是我们的湖广会馆的戏院，这是它的室内环境。这是回到刚才安徽会馆的平面，也是用类似的解决方式，也是用类似勾连搭的屋顶形式，水平填沟，再做其他的坡檐，这边解决入口问题，这边解决后台的问题，这是综合性的建筑。但所有的建筑语言是传统的。还有就是各地会馆里面的戏院，这个戏院有的是室内的，有很多都是露天的，是利用院落空间，利用两边的屋房，利用正殿作为观看表演的主要殿宇，单建一个戏台，而戏台装饰的豪华程度是各个小戏院互相攀比的一个要点。还有我们农村里面也是经常结合祠堂来进行这种演出，所以祠堂在很多时间里面都变成了一个多功能的空间，既是祭祀空间，需要的时候变成演出空间。这是一个小村子，在浙江建德新叶村。新叶村是当时陈志华先生带着我们乡土团队进行调研的。新叶村当然是围绕着池塘而建，螺旋形展开，紧挨着池塘的当然要建最重要的建筑，就是它的祠堂。这里面就有有序堂，有序堂平面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几个建筑套在一起组成小院落，院落中间开天井，非常小的天井，所以建筑非常紧凑。而在它的一端，这个部位就是这祠堂。祭祀的时候，神位在这个方向，而看表演的时候，大家都向这个方向，表演给现在活着人的同时，也表演给祖先的牌位，这是这样的一个布置。我们看剖面图，架起了戏台，小小的后台，另一端神位，中间的空间。当时表演的时候，看下面照片，整个这个建筑群体里面挤满了人，当然天井也被这个篷布罩上。好了，到此为止，我们基本介绍了清代建筑一些重要类型。比如说我们大致介绍了一个城市和乡村生活的背景，我们谈到了衙署建筑，我们谈到了精神生活相关的坛庙宗教建筑，我们谈到了世俗生活相关的商业建筑，还有戏院建筑，基本能够反映清代建筑一个大貌。但是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清代建筑的细节，还请参考我的所提供的书单来进行展开阅读。这节课就到这里。中国古代建筑史第13讲，由我来讲清代建筑的艺术和技术。说到艺术和技术，其关键词再有2个字：设计。艺术设计和技术的设计，那我们分几部分来阐述。第一部分会介绍一下，在世界的视野下，清代建筑的设计体现一个什么面貌。第二部分，我们来讲一讲清代一本著名的书籍，叫《工程做法》。然后接下来我会讲清代的准建筑师样式雷，然后会讲一讲清代一些5行8作的设计技术工艺。最后我会举几个案例来分别介绍一些布局上的设计、
建筑结构单体设计和室内设计。那好，我们先来讲第一部分，清代设计之于世界，在世界的大背景下如何来看待。那建筑设计这个行当，当然我们用这个词实际来源于西方，来源于西方维特鲁威的时候，古罗马的时候就开始有建筑师这个名词，一步一步到了文艺复兴，阿尔伯蒂进一步的确立了建筑师的职责，和清代并行。清代的一开始在欧洲，那是一个所谓巴洛克的时代。这张照片是一个巴洛克的代表人物，他的名字叫贝尔尼尼，是雕塑家、画家、诗人、建筑师，有很多的头衔，一辈子很成功，以至于还中了法王路易14卢浮宫改造东立面的标。他的特点是极具表现力，打破了艺术的很多界限，绘画和雕塑的界限，雕塑和建筑的界限，他是很成功的。其实对于巴洛克时期和清代早期并行的那段时期，更具有意义的一个人物是比他小1岁的一个人，叫波洛米尼。这个人当然也是很有成就，但是生活上不甚得志，最后自杀身亡。波洛米尼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的特点是通过他的设计实现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并不是自己个人的理想，而是对世界的看法，宇宙的理想，是基于宗教意义上的一个理想。也不光是宗教了，当时哲学信仰新柏拉图主义有世界的一个基本模型。以此基本模型如何一步一步演进到我们今天的纷纭的世界，它如何用建筑的手法来表现这种几何级数上的从简单的模型发展到我们复杂的纷纭的世界的模型，巴洛克的建筑风格是波洛米尼一个重要的贡献。更加直接的是巴洛克晚期已经进入到清代，这个人出生于清代定鼎的20年前，他的名字叫瓜里尼。他原来是一个数学家，他希望艺术和科学和数学能够完美的结合起来，一同表达神学概念。所以他设计过很多非常具有哲学意涵的，用几何手法来逐步实现演进的设计方案，建成的不多。再以后，清代定鼎之前的10来年的时间里，诞生了一个英国人，这英国人叫克里斯多夫·瑞恩。当然，瑞恩的作品主要是在伦敦大火之后的一些复建工程，最著名的就是圣保罗大教堂 （St. Paul）。而圣保罗大教堂当时伦在设计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坎坷，一个问题就是他希望在圣保罗大教堂上面建立一个穹顶，一个辉煌的穹顶，是他一个信仰的支持。而这个穹顶用传统的方法来建造会很重，尤其建立在圣保罗教堂的旧基上，基础还不行，建到一半就发现有些沉降，这么大这么重的一个穹顶，我怎么建在空中呢？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当然很好，他有助手，他的这个助手我想大家都很熟识，在我们的中学课本里就见过这个人，这个 Robert Hooke 虎克他手里拎着这个链子，就是解决圣保罗穹顶建造的关键。虎克当时研究的结果是，如果一个曲线像链子这样垂下来，那好，在它每一个环节上只受拉力，相应同样的曲线翻转过来做一个穹顶，那每一个环节上只受压力，这样建立结构的侧推力就很小，穹顶便可建得很薄。所以依照这样的思路，圣保罗大教堂做了3层穹顶的设计，内层有装饰性的穹顶，外层用轻质结构做的穹顶，而最上面那个钟塔不可避免的用石材来建造，它很重，那怎么办？我们看到圣保罗大教堂图纸表现出来的，从这里开始一直是个曲线，在相应的位置上配重，在最上端配上钟塔的重量，便形成一个倒着的曲线。而把这曲线翻转过来，这个曲线只受压力，那就可以做一个非常轻薄的结构，只承受压力而承住最顶上的 lantern 那个钟塔。这样的设计把科学技术或建筑形式和理想融在了一起，这就是当时西方建筑的写真。
有这么一层社会上的人物，被称之为建筑师，他们有充分的自省，有自己的哲学追求、形式追求，甚至辅助他们呢还有相应的科学手段。这是世界的情况，而中国的情况，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学东渐，这个我在第一堂课就提到过。西学东渐真正有多少影响到了建筑的行业，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总之，在艺术创作领域，中国的设计依然有如这张图片所反映的，像一个非常精美的中国的象牙球，制作工艺很复杂，从取象牙开始，到加工成一个圆球，在圆球上定位有相应的图案，其实需要非常精密的数学计算和几何分析，而最终表现的却是它复杂的雕刻遮蔽了一切。它内层的象牙球好多层啊，可以层层转动，这种技巧遮蔽了一切，其中纯正的那些几何计算在这里并不被经常提及。老外也有象牙球，西方也有，这是德国的。西方的象牙球所反映的装饰在其次，而其中简明的几何关系却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说完了中西方的象牙球，我们来说说中国自己。自己在清代雍正13年颁行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工程做法》，这是它的封面，这是它里面内容的代表页。而这本书他领衔编撰的人是这位先生，是康熙皇帝的17子果亲王允礼。这个人当然多才多艺，爱写诗，爱画画，爱旅游，书法不错，但是在工程技术上他可能也有相当的建树，所以让他来领衔编修。而《工程做法》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其目的就如奏书里面所写的，为详定条例，以重工程，以慎钱粮。他是为了控制工程造价预算，然后他关心的是，当然要照旧制尺寸办理，其营造工程等地物料之精粗，是他非常关心的东西。他希望工程了然，庶无复刻，这个做法能垂永久。当然，他的目的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要表达建筑怎么设计和建筑应该怎么设计，建筑细节构造是什么，不是，他是为了控制造价。即便这样，它同样一个历史作用是，我们可以通过它更好的理解清代的建筑，而需要我们自己用自己的头脑和眼光来解读当时清代的设计。这本书总共划分的话74卷，1到27卷是讲的大木结构，从九岭五殿大木结构到4岭小室的一个结构，然后第28卷到第40卷讲的是斗拱，讲的斗科做法，第41卷到47卷讲的是装修啊、石瓦座、发券、土座做法，接下来讲各作用料、各作用工，是基本的这个书的体例如此。那工程做法的诞生其实有它的历史背景，它是当然是皇家需要控制工程的造价，然后官方也需要控制工程造价。皇家内部的控制其实并不是按工程做法来拟定的，而是用另一套体系，这体系叫则例。我们来看几个则例的封面，这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收藏的几本则例，它的封面。则例是什么呢？则例是以例为则，换句话说就是上次我盖这个建筑，这样规模的建筑，我用了多少工多少料，按什么制度做的，我下次可以参照它来制作，那造价也得到了控制。则例体系是一个基础，在清初已经形成，工程做法颁行之后可以管理官方的施工，而则例主要是继续延续下来使用。在内廷，皇家不希望让大家都知道，我只用抄本来规定这些东西，皇家的建筑进行控制。王世襄先生在《锦灰堆》里面总结过他对则例的看法。说完则例，那谁来执行则例？谁来利用则例来做建筑设计呢？我们要提到准建筑师。为什么说不说建筑师呢？因为跟我们刚才说的西方的建筑师
是不同的。他们行业的自省达不到西方建筑师那种要求，而他们的教育背景也与西方建筑师不同，是在中国这个体系下的一个角色。西方是西方的体系，工程体系，中国有中国的体系，并不是比孰优孰劣，而是说体系不同，中间的角色就不同。那说建筑师的角色，我们要提到一个世家，这个世家我想大家都应该了解，叫样式雷世家。样式雷从第一代雷发达到最后一代雷献彩，已经到民国时间了。我们有8代，一般在服务于宫廷的至少有7代多，第7代依然是清代。那样式雷这个世家，这有一张雷景修的像。这个世家负责所谓的建筑设计，作为准建筑师，他的特长在于画图样、算计建筑的比例空间、制作模型。图样，咱这图样这个名字啊，还有一个名字叫烫样。烫样指的是建筑模型。我们先来看看图样。我们这里给的图样，并不是样式雷真正做设计时候画的设计图，恰恰相反，它是在做设计之前，上一代、下一代起到教育任务的、教育功能的这种练习图纸。在这些图纸里面，会收罗很多种不同的样式来进行绘制，进行教育和学习。这是一张，还有一张，这张指的是内檐装修、室内隔断各种形式，圆光罩啊、八方罩啊、鸡腿罩啊、平行罩啊、壁纱橱啊、真假门啊，或者2个门带方窗，种种栏杆罩，这些门类也是在他们教育类似家庭课本中得以摹写。而这个课本现在保存在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当时是样式雷家族没落以后，把这些东西出售，一部分被中法大学收集了，中法大学的这种收藏辗转到了故宫博物院。我们可以在故宫博物院的收藏里面见到这些图纸。还有更详细的这些室内格扇的名字都被标注在了图纸上，还有各种其他不同的室内罩格的花纹、方窗的样式、门口的样式，一个门做上装饰的门口，各种花纹的名字和样式，细节，还有五供，就是摆在供桌上的。当然，他们还会画透视图。这是一张表现故宫建福宫花园的一张透视图纸，是有灭点的。这张图纸也藏在故宫博物院。再有就是烫样，为什么叫烫样呢？因为烫样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加热，铺面屋顶需要做个模子，就像做斜旋一样，然后用纸层层脱表，叫脱表合背若干层。合背我们北京话叫壳背，实际是纸的背面相合，刷上浆子，刷上浆子一层一层贴起来，这样形成一个纸壳，合背，通过加热把它固化，就形成一个曲面的屋顶。然后室内那些分隔的墙体，包括罩格，开的洞口那些装饰，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制作的，然后形成这样一套综合的模型。屋顶可以打开，上层可以挪走，楼板可以挪走，一层一层的展示它从内到外的情况，这叫做烫样。烫样的使用主要是为了让皇帝看效果，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烫样的立柱子的高度会略略的高于它标明的高度。因为皇帝看模型的时候，他不会趴着看，他会居高临下的俯瞰。最有代表性的是我们这个模型里面那个楼梯，我们可以看出非常的陡，实际是已经被夸张了的高度，它真实高度要比这缓一些。尽管实际宫廷中的楼梯相当的陡峻这组织好了以后，这个模型长成这个样子，可以一层一层的打开。建筑的表达主要通过图样和烫样来表达。西方的建筑师也是通过图和模型来表达，二者之间差别是什么呢？二者之间创造出来的建筑成果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知道，从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建筑经历了一波一波的形式运动，
经历了一波一波的思潮，一直走向今天近现代建筑类型。而中国古代的建筑，仿佛一个大树在生长年轮一样，一点一点的生长。那其间的机制的差异还有什么呢？除了我们知道建筑师的自省、自己独立的意识和自己思想的教育和思想的深度和高度的差别之外，还有什么因素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呢？在这里我想提一点，抛开刚才其他的因素不谈，仅就我刚才所放的图样和烫样而言，就有很多的有意思的差别。样式雷所绘制的建筑图中，主要关心的是大致的间架尺寸。它绘制的方式是在宣纸上用毛笔、用介尺来绘制，它并不太涉及构造的细节。所以有些装饰的细节它要关心，但构造的细节它并不重视。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细节他知道，工匠们也知道。他跟工匠的交流，只要用一个术语代替这个细节就可以了。他只要跟工匠说，我要做一个歇山顶，多少多少里，我图纸上有尺寸，然后用什么样的斗拱，用什么样的彩画，他只要一描述，他明白，工匠也明白。我们把这种体系叫做术语体系，在这个术语体系里面，我们很容易的能把术语体系之内的信息传达，而很难跳出这个术语。换言之，如果我说我盖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教堂，我用什么什么样西方的术语来给他解释，工匠是不会明白的。而在西方文艺复兴的这个时期，他们所经历的流程，不光有这个建筑师的自省，甚至还有一些科学技术在建筑行业里面的融合。其中不可避免的有一套融合，就是透视法、制图规则这一系列的深入的探讨，最终形成了一套制图规则体系。请注意，这不再是术语体系。制图规则体系会跟你讲，我图纸上什么样的线条表示什么样的含义。你如果按照这个含义来理解我的图纸，能想象出一套完全可能没有见过的房子。理解规则要比理解术语更加重要，这样就能使建筑师和工匠都跳出这术语的羁绊，而真正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做一些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而这样的积淀，中国清代的建筑行当还是不存在的。这种缺憾，当然从历史上的角度来说，或许可以叫做缺憾，但你这也是恰恰两个营造行业的不同，两个体系的不同，比如说科学门类、艺术门类接触的深度不同所造成的，或者说是缺憾，或者说也是清代的文化特点或建筑文化特点。下面我们来讲第4部分，所谓的建筑匠，也就是在建筑师的工作完毕之后，建筑匠如何来把建筑真正的建造起来，在他们传统工艺的之中有哪些关乎设计，有哪些是他们的工艺技巧和灵魂。在清代，建筑匠有5行8作之说，5行即所谓瓦木油石土5行，8作覆盖的更全面一些，包括了瓦、木、石、渣、土、油漆、彩画、糊。瓦作被排在第1位，里面有道理，因为瓦作是第一个到达现场，他们得负责超评，负责一些基础做法，而又是最后一个离开现场，他们需要在瓦铺瓦完毕、清理完毕才能够离开，所以瓦匠被排在第1位。瓦匠有句谚语叫齐不齐一把泥，有2种解读，一种呢说瓦匠工作稍微粗糙些，有些误差可以用泥来调整，另外一种解读其实是瓦作最基本的是它泥活的把握，瓦作下面的泥活更是瓦作重要的工作环节。比如说瓦作的匠人一入行先要做壮工，壮工就是所谓处理9浆18灰，把灰调配完毕，
由瓦匠师傅来进一步的在建筑上施用，而瓦作的工序也非常复杂，门类也很复杂，不仅设计了铺屋面的瓦、垒墙面的砖、室内地面的铺面，所有这些砖瓦背后的灰浆制作，都是瓦作的工艺范围。那咱再说木作，木作指的是大木匠和小木匠。大木匠需要搭设肩架结构，制作斗拱，树立屋架。小木匠负责门窗装修，这部分我们叫装修，门和窗都叫做装修一类。他们负责加工，加工的工艺更加精细一些。木匠师傅不能是全然的文盲，他们需要至少掌握20个字。这20个字说起来像一首小诗，叫做前后老檐柱，上下金几方，东西南北向，穿插抱头梁。有了这20个字，木匠师傅就可以在构件的相应位置题写，这样就能确定构件应该朝向哪个方向啊，应该怎么组装。当然，木匠师傅更拿手的是放线、放墨线、开榫卯、标写题记，种种诸般的细节。接下来是石匠，石匠无需过多解释，一定要做的尺度比较精确。俗谚中有长木匠、短铁匠，不长不短是石匠的说法。石匠打出来石料不能长也不能短，木匠下出来的料长一点无所谓。所以木匠师傅也说嘛，说差1寸不用问，这大木匠不能像做家具那样严丝合卯，稍微有点松旷，这样组装起来方便。差1尺当然是长1尺了，差1尺正合适，用来开榫卯。那再长，差1丈用得上，我长出1丈来，解锯下来可以用作别的构件。铁匠也是，打钉子的时候，短了再敲2下就长了，但不长不短是石匠。石匠需要把握尺寸，把握相对的精确一些。那扎是什么呢？扎匠的主要工作是搭脚手架，也很关键，整个施工离不开它。另外，扎匠还可以搭一些凉棚啊、扎彩呀、比如说万寿庆典，皇帝要庆典他的生日，沿街要搭很多彩棚子、小布景、小戏台。这个工作谁来做呢？往往是扎匠和裱糊匠结合着来做。扎匠之后是土匠，土匠的工作集中在基础处理，打夯、夯实基础，打卧，种种诸般基础处理好了，才有其他工匠能起大厦。油漆匠做地障、做单色的油饰，他们做地障的本领是很强的。我们知道清代的这个木材都用拼接料，这样需要打铁箍啊，需要遮盖这个拼接的痕迹，那表面就要做比较厚的地障。在清代早期和明代，地障往往很薄，做厚地障做到什么程度呢？厚到要做单皮灰要刷3层的灰，也是3道灰或4道灰，而1麻5灰指的是有5层灰，其中1层麻刀，1麻1步6灰，1麻2步7灰，这样厚的能到1厘米甚至1厘米以上。我们在太和殿的柱子上呢，可以发现历史上多次做这个地障、做油饰重叠起来，那就更厚了。这是油漆匠。彩画匠，彩画匠往往被称为先生，别的匠人被叫师傅。他们往往穿着长袍大褂，平时作画，没事可以画佛像、画灯笼。有了工程装饰建筑的彩画，在脚手架上挂个碗，拿着笔来进行绘画。当然，绘画的工艺不仅如此，还会把一些模式定型的画，用一个纸上起上谱子，谱子上扎上眼儿，用粉一拍，这个线路就印到了构件上，再随着那个线路制画。这叫画谱子、扎谱子、拍谱子，这是他们的工序，然后再做线路。这个在西方也有，西方叫 pouncing stencil。当然，彩画匠还会做立粉贴金，用一个签子，用猪的膀胱做一个容器，里面有膏状的糊粉，一挤像做蛋糕一样，那签子就画在了建筑构件表面。在这个立粉上面再刷金胶油，再贴金箔，再照金胶，再照面。那这种西方其实也有这种工艺，
这种叫 pastiglia 这种工艺。这彩花匠有自己的很多技法的传承。那裱糊匠呢？裱糊匠负责室内地面裱糊工作，四白落地，裱糊纸张。当然，这纸张可以是高丽纸，可以是印花纸，或者是皇宫里面有团龙纹的纸，有各种花卉的纸，背后还有做的万字不到头的银花。裱糊匠裱糊这一切，而且裱糊匠有他自己的讲究，讲究一直细到什么程度呢？细到纸互相的叠压，他都关心。太阳光从前沿照进来，如果外面纸压里面的纸，外面纸就会在里面投下一个小小的阴影，这个他想避免。但如果里面的纸压外面的纸，里面纸一旦失效，也许会使那个叠压的关系暴露穿帮了。所以裱糊匠会关心所有这个细节。他们往往爱说的有谚语，比如包括进门以后低头一块整砖，就下面是一个完整的砖，是一个完形的心理；抬头看屋里最里面那张纸，应该是一张整纸，一张完整的纸，这样一个人心里有一个满意的安慰。瓦木石渣土，油漆彩画壶，八大作，各作有各作的讲究，各作有各作通过多少年匠作对自己工艺的关心，而实现一些细节设计的合理化。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顶是一个非常舒缓的曲线，上急而下缓，吐水急而流远。其实这套曲线是由一套完整的下面的木结构支撑的。这个木结构与日本的木结构不同，日本的木结构路鸣部分跟屋顶部分是不同的，而中国的建筑清代官式是完全相同的。这道曲线的下面实际隐含着一套折线，这个折线的木结构之上才做曲线的屋顶榔线，是由瓦座来完成，而这套折线叫做椽子，是一段段的木头棍的组成，椽子一段一段的。支撑这套椽子的是另外一组构件，叫做檩，是圆形的截面，上下可能要削去金盘，上面加个扶脊木。而这个檩之上架椽子，椽子之上铺木板，所谓望板，望板之上才做泥挖瓦。那我们说到了檩在空间的位置由什么来支撑的？在清式的构造，最标准的官式结构叫抬梁结构，这个结构是用梁来撑檩，我画了一半。这个梁大概是端头是这样的，而在这个部位挖出弧线，但不挖通，留1/3做连接，避免使梁局部截面牺牲的过多，把檩挖出相应的毛口来扣在梁上。所以这个梁拖着这个檩子，这个梁之上有3根檩子，于是它叫3架梁。那下面这个檩的部位情况类似，用一根大梁承托。这个梁的上面有1、2、3、4、5根檩子，便叫5架梁。那梁和梁之间的承接关系需要放一块墩木，叫做驼墩，来把受力传导下来。我们可以假设5架梁之下便立柱，而前面有小廊子，这边可以再做一个小梁，叫抱头梁，下面再有廊子的立柱支撑它。那最上面的一个檩子怎么办呢？无法做梁了，那只好
再立一个柱子，一个小柱，叫脊刮柱，开双榫插到下面梁下，脊刮柱两侧再用构件扶稳。那好，我们就有了青石无架的叫一缝一组，一组梁架结构由檩子来承接。那这还是不够的，因为每组梁架之间可能晃动，可能不稳，那需要在梁架之间层层叠叠，需要用一个构件来控制。那这个构件叫做方，方要放在柱头上、驼墩上的类似位置，是垂直于画面放置的，起到联系作用。那方和檩之间的空隙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木头板来遮挡，这个东西叫垫板。所以青石结构最基本的一组构件，所谓檩、垫、方三件，就是只此而言。抬梁结构就是指三架梁、五架梁互相叠垒的关系而言。那么斗拱呢？它的目的是为了出檐更加深远，所以要加在建筑的最外边。一加斗拱，我们可以把檩挑得更远一些，所以可以出现这个檩子在下面支斗拱，柱子相应的位置会变低。那这个檩叫做挑檐檩，那这个檩相应的名字叫正心檩。这样屋檐可以出得更深远一些，檐下装饰效果也更好一些。那檐下的斗拱，比如柱头到这个位置，柱头上要有方，承接上面的逻辑。斗拱穿插的位置实际就在哪儿呢？就在垫板的这空当处。好，这是一个方，这个方有特殊的名字，就叫额方。额方之上要取平，进一步取平，要加一个构件，叫平板方，是一个扁的构件，上面再做斗拱的炉斗。我可以做两跳出来，那这跳上也有小斗，这跳上也要有小斗，这个小斗直接承接檩下的方子，这个小斗可以做昂，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单翘单昂的斗拱，里面也是可以做菊花头，做六分头，一系列构件下来。那斗拱也是如此，需要垂直于画面的构件来进行连接。最基本的，我要做一个短的拱子垂直于画面，它上面再盛一个长一点的拱子垂直于画面，再上面叠垒塑方，外面也是一样，一层一层叠垒。关于斗拱，我们可以详细展开再讨论。一共用了1、2、3、4，这边4个檩子，对称方式有4个檩子。挑檐檩不计算的话，我们就是一个7檩的屋架，用的5架梁，前面出了一个廊，后面可能也要出廊，就出周围廊，这样一个木结构。这就是木结构中间匠人的一些小的设计。而在这个套结构里面，檩和檩之间的水平距离叫做步架，还有1步、2步、3个步架。那檩和檩之间的相对高度，我们清代是要计算到檩的下皮，叫平水，而这个线木匠会用一个墨线表示在这个梁上面，叫平水。平水，它的抬高叫做举架，举架和步架的比例关系就形成了屋顶的这种逐渐升起的关系。往往我们的步架在清代经常用均匀的步架，比如说要用5尺都是5尺，用6尺都是6尺。那么举架呢，从2个檩之间的举起关系要看抬高的平水到平水的垂直高度和举架的比例。如果举起的高度
是这个部架的一半，也就举起的这个高度是这个距离之半，那么我们就叫5举，因为它是0.5的关系。那相应的，在上面我们可能要做7举，也就是这个抬高的高度是部架的0.7倍。那上面可能要做9举，抬高的高度要是部架的0.9倍。那如果再大的房子，我们还有其他的比例权衡关系，我们可以做5、6、7、5、9各种不同的举架，这个举架就确定了最终我们屋面舒缓这个形式。而这里面各个构件的叠垒确实不用钉子，而椽子在檩上面的固定，我们都需要钉子来钉牢。所以在清代的档案里面经常会记载用钉的数量，而用钉的种类在不同地方使用不同钉子。所以坊间传闻中国古代木屋架一个钉子都不用，这是不真实的。但是从檩往下，确实金属构件使用的很少，只是在后期柱子的墩接处打铁箍，梁如果用了拼合的料打铁箍，确实需要一些金属构件，其他的则是很少。这就是木结构的一个基本的介绍。接下来我想讲一讲木座所承托的屋面瓦座的一些设计细节。瓦座当然屋顶形式我们应该初步了解一下，中国古代有这种4坡的所谓4阿顶或5殿顶，有这种4坡但是两边露出山面来的所谓歇山顶，当然还有悬山顶的屋顶，还有硬山屋顶，但还有4角攒尖式的屋顶。那我们可以结合歇山顶来介绍一下，因为它最复杂，瓦面的细节设计。歇山顶我们看有多少道屋脊呢？最上面一道叫正脊，向下垂的4道，后面还有叫垂脊，45度方向的4道叫做呛脊，当然还有山面下面的叫做博脊，博学的博。正脊两端要做装饰构件，所谓的正吻和雉尾。垂脊一端会做垂兽，呛脊会分为2部分，这要做一个装饰性的兽件，有兽后和兽前。兽后一个瓦兽件，兽前，兽前还要放置小兽，仙人走兽一类，其他脊同样。脖脊的两端有挂尖，然后沿着山花会有2排铜瓦、板瓦的排列，叫做铃铛排山。所有屋面其他位置都铺简单的瓦件。对于官式建筑来说，尤其皇家建筑，那以前铜板瓦，那瓦的类型又大概有这么3类，一类用琉璃做，叫琉璃瓦；一类所谓萧戈瓦，采用琉璃的规制；一类所谓的布瓦。我们集中解释的是琉璃瓦的做法。那作为铺设屋脊，我们需要看一看屋脊是怎么构造的。屋脊这是脊檩，脊檩上面可能要加一个叫扶脊木。扶脊木的目的有2个，一个是让椽子的后尾插到里面，起到稳定作用；另外一个可能在扶脊木上栽一个木桩，来支撑屋脊，使屋脊稳定。那扶脊木之上就是开始铺瓦瓦件了。当然，这个椽子上面铺望板是木头板，上面可以有泥被，瓦件便铺在泥被的上面。
两侧同样瓦件铺在上面。那从立面上看，就是一垄一垄的瓦。这是板瓦，我画的这个是板瓦，上面要盖铜瓦，中间可能有缝隙。铜瓦撞进来，如何让这个地方不漏雨呢？便希望有另外一个瓦件，这个瓦件这样封住这空档，烧成凸曲线。那在正立面上看，这个瓦件是一块一块的。被称作当钩，就是挡住这个钩。当钩的上面需要再进行铺盖，用一个小小的瓦条来铺盖。从正立面看，压住当钩叫做压当条，就用这个构件把当钩压住。如果想形成比如说呛脊的受前部分，就是这个部位，那屋脊设计应该很低，因为后面还要加高用其他的设计。那我可能直接在压当条上面就开始放一个更复杂的装饰构件。这个构件，你比如说我可以选择放这样的一个装饰构件，它是一块瓦一块构件，但中间要掏空，因为很有可能我要有其他构件进行固定。从空间上来看，这个构件长的样子就是挖空，以减轻自重，是这么一个形态。在立面上反映，就是这样一个形态。最顶上需要附一个扣击瓦封檐，这个可能这也是一块一块的，需要扣击瓦。当然，屋顶上装饰的小兽需要与这个扣击瓦连坐，这就形成了最基本的一套当钩、压当条、三连砖三个线脚连成的一块构件，叫三连砖扣击瓦形成的最基本的一个基。那在设计中，我们可以选用不同型号的瓦件，比如说，大的到2样瓦，它们叫样古代；小的到9样瓦，不同型号。但是，即便是不同型号，我们在不同局域的设计里面，也需要选择不同高度的这一部分，来使它变得高一些，或者最基本的一个形式。那如果要让它高一些怎么办呢？我们有很多办法来解决。第一个办法，我们从屋脊来画起。当钩上面做压当条，压当条上面如果依然需要找平，可以做平口条，适当提高，但这个提高的有限。那平口条之上，我们可以做一个4个线脚的构件，不是吗？这个连砖旁边我也不必画了，这个连砖被称为承缝连砖，三连砖的升级版。当然上面还可以盖扣击瓦，所以这个屋脊的轮廓是这样的。下面是板瓦、铜瓦，就可以不画了。那承缝连砖还不够，还需要更高的瓦件。那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平口条结合这样一块瓦，垫在这个下面，这叫群色条，这样就高了。但是这样高的方法并不很好，我们就可以选另外一种不是承缝连的构件。那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选择这样一个构件，它的剖面是这个形式，中间也是为了进行自重掏空，下面或者加群色、平口条、压当条，这都是可以选择的。
上面盖扣基瓦，所以这样一个屋脊便形成这么一个轮廓。下面是单构，铜瓦、板瓦、单构、板瓦、铜瓦。那如果它还不够高怎么办？我还希望它长得更高一点。那我们再选择，我们选择这样一个瓦件，它并没有上面的曲线，在这停住了，而下面可以留出一个咬口来，咬接另外一件。当然，下面还可以再加裙色。这个瓦件被称为赤角通脊，它没有角了，需要加黄道，接着可能垫裙色，这样我把它垫得更高一些。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从三连砖到承凤帘，到用刚才的这个瓦件叫脊筒子，叫通脊，正通脊，正通脊，到赤角通脊，没有角的通脊，垫的高度会越来越高。而这一切的解决方式都是尊重这种瓦件最外面的基本轮廓曲线。那在匠人的说法里面，说这种凸曲的曲线叫做混。当然也有一些曲线凹曲的，在这个瓦件里面很少见，被叫做削。那混削线和直线角的组合，变成了屋脊上凸凹有致的这种脊式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回过头来看，对于一个歇山顶，售前可能使用三连砖，售后可以使用小型的正通脊或者承凤连砖。垂脊当然就不是正通脊了，因为它是斜向的构件，所以是斜通脊。上面正通脊需要下面垫一些东西，如果需要更大，那我可能使用承凤连砖。在两端用稳寿装饰，垂脊端用垂寿装饰，呛脊中间用呛寿装饰，再摆上龙凤、天马、海马之类的仙人，这样组成一套完整的屋面脊饰。当然，在脖脊的部位，只不过是刚才那些瓦件的一半，用来砌筑在这个山面即可，而它与所有的正面的板瓦、铜瓦都有良好的交接关系，防水效果是比较不错的。那关于瓦件部分，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们来讲述清代建筑的最后一个部分——案例赏析。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可以更加深入的分析、鉴赏一下清代建筑。例子很多，我在这里只能举3个。一个是院落总体布局的设计，一个是单体建筑结构的设计，再有一个是室内设计。对于清代建筑布局而言，有一个问题需要补充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布局设计都有哪些尺度单位呢？我们常知的历史上用过的一片孤城万仞山的仞，那指的我们的身高大概8尺，指多少旬，指的是我们臂展，大概也约略8尺。步舞有一步5尺，那这一步岂不太大了，迈5尺？但实际这一步指的是抬起一只脚迈过去，再把这个脚迈过来，这样2个小步组成的。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嘛。一跬，这2跬为一步，所以这5尺等于我迈2下。那1尺有多长呢？这就归结到丈尺寸那个体系单位里面。1丈10尺，1尺10寸，1寸10分。而这尺长在中国古代是经常变化的。为什么呢？原因相当复杂。第一，就是这个尺长不仅用来量地盘、确定建筑，尺同样兼着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在测量天象的时候，测天象一共有天文尺，我们用来吹拉弹唱做乐器需要有乐律尺。天文尺和乐律尺追根儿能追到同一把，但随着历史的演变逐渐分化。乐律尺定乐器，这个营造尺定建筑，天文尺量天象。但基本的还有一个概念，中国是农业国，愿意垒树为尺，把粟米垒出一个长度来，粟米垒出一个周长来，可以制作一个标准的管儿，这管儿共振就可以形成标准的音。这样用这个农业国的特点垒树可以融合天象、乐律和营造。但毕竟在历史上这个尺度长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到了乾隆9年，清代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好多东西是汇集在清代进行一个大一统的工作。到了乾隆9年，出于契机，乾隆终于决定要用一把尺子来统一所有的度量。有趣的一个事就是，他命令人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量天尺上刻了清代的营造尺尺长，说以后量天我们不再用天文尺了，天文尺很小，古尺嘛，因为你要追溯到古代的天文数据，这个尺越跟古代使用相吻合越好，所以天文尺保持的一般比较短小。但在天文台上，紫金山天文台，乾隆命令刻下这个营造尺，以后用营造尺来记录天象、记录日影等等诸般。那这个尺营造尺刻下来，非常准确的320毫米一尺。这个尺以后用来量天，但它基本的功能是用来量地盘。好，有了这个概念，我们知道清代建筑，如果我们想理解它的比例尺度，我们大概乾隆9年以后，我们用这种乾隆的营造尺能够解释很多问题。那我们今天讲的这第一个实例是故宫的寿康宫。寿康宫是给皇太后预备的个宫殿。我们可以想象，乾隆登基之初面临的问题有很多，但是营造问题马上带来一个，就是如何安顿自己的母亲，要把母亲请出后宫，皇后的住所到皇太后的住所去。那乾隆特别孝顺，他要下决心要做一个宫殿给他的母亲，也就是从雍正13年开始，这个事情就谋划了。雍正驾崩以后就谋划了，到乾隆初年就开始实施。寿康宫，我们看这张图片，由一组院落组成，在慈宁宫的旁边的西地建设了寿康宫。寿康宫这徽阴右门进来一个前导空间，寿康宫的门，寿康宫的大殿、后殿和周围的屋房一圈，当然前面还有配殿。那这圈建筑要布置起来，需要如何用尺度来控制呢？这是当时设计师所面临的问题。具体把皇帝的旨意落实到图面上，前后铺置要空间得当。那他们显然有遗产，遗产是以前的设计师如何来进行平面布置的。我们傅熹年先生曾经研究过中国大型院落组群的布置方法。要说布置方法呢，主要有2点特别具有代表性。一点是利用网格来控制这个院落的格局。网格对于大型建筑来说，可以用10丈的，小一点可以用5丈的，再小一点可以用3丈网格。总之画成网格，一些建筑和网格的相应线路上有所对照，这是一个要点。再有一个要点，用网格来布置一个建筑组群，最重要的建筑放在哪儿？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院落一进去，一个大院子，后面还有院子，前面的院子要空间开敞些，后面的院子要空间紧凑些。那技术上的方法就是在这个网格体系里面打个对角线，它有个几何中心，把最重要的建筑放在几何中心上。那最重要建筑前面的院落相应开阔，后面的建筑会密度大一些，
所以后面的院落相应紧凑。这是我们分析古代的成果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延续到清代，清代是否依然这样做呢？我们用我们估算的420左右的用尺，当然乾隆初年还不用这个尺，相差不远，用这个营造尺来分析一下这寿康宫的平面图。我们发现，如果把寿康宫的主体院落打一个对角线的话，那主要的那个大殿，寿康宫的大殿，基本在院落中心，但稍有变化，它往前推了一段。更精确地说，这个院落的几何中心恰恰落在了寿康宫大殿的后檐柱上。换一张图纸，我们来看，院落的几何中心落在寿康宫大殿的后檐柱上。那接着，寿康宫中的尺度依次排列，后殿的尺度依次排列，院落的间距可以用整数丈来形容。还有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在寿康宫里体现出来的，就是你打好它的3丈网格后，会发现周围的一圈无房，它的进深在档案里面记载是1丈5尺，恰恰是网格之半，1丈5尺，正好可以占这个网格体系的3面。而前面进入寿康宫的琉璃门有一个影壁，这个影壁距离琉璃门的尺寸恰好1丈5尺，也就是说，这个半个网格的一圈可以正好在这里交圈。在这个基础上再找中点，布置大殿，整数丈到后殿，后面配殿前檐柱正好在3丈网格的这一线上，这是配殿的前檐柱，稍微往前凸起一点，这样院落的违和感更好。这就是寿康宫一个平面上布置的一个设计方法，是通过我们了解清代营造尺长，通过我们现场测绘，通过我们重复古人所常用的网格法或者平格法，在清代档案里经常用这个词汇叫平格。平格当然还要控制它的这标高了。总之，这院落布置如此而停当。这个例子可以解释乾隆时期的院落布置的一些方法，基本是传统的，并没有特别大的突破和跳跃。我们举第2个例子，是故宫的太和殿。故宫的太和殿作为实例再恰当不过了，因为它可能是清代建设的重要性最高的一个殿宇。太和殿以前我们提过，它们被称为9间大殿，周围加一圈廊子，所以立面上的开间11间。而且太和殿营造在康熙34年，还有康熙34年有一个叫江藻的人详细的记录下太和殿所有的建造细节和尺度细节。那这个细节包括什么呢？我们看这张图，太和殿这个殿宇，江藻的《太和殿记事》里面写的非常明确，太和殿明间面阔2丈6尺3寸5分，两边有8个相同的开间，它叫8个次间，8个次间每间的面阔1丈7尺3寸5分。周围廊它们叫边间，这两边的边间面阔轴线距离1丈1尺1寸。好，转到侧面，侧面边间因为是45度对称的关系，依然是1丈1尺1寸，后面也是1丈1尺1寸。山面的次间的面阔是2丈3尺2寸7分，山面明间3丈4尺8寸5分。给我们带来什么概念呢？其实尺度是多么的零碎啊！我们再看剖面，在剖面，《太和殿记事》里面写的有，首先檐柱的柱高是2丈3尺，这个尺寸稍微完整一些。接下来是金柱的高度，金柱高度就是这一根，金柱的高度是多少呢？3丈9尺5寸，差这么多，不到4丈。匠人莫非跟自己过不去？再往里，正中最高，从柱子的下皮木结构一直到上面脊领的上皮叫正中最高，这个尺度记载的是7丈4尺5寸9分，太过机灵了。怎么回事呢？
一个巨大的问号。王朴子先生、傅熹年先生，对此进行了研究，并且都有论文发表。其中有一个代表性的观点是傅熹年先生提出的：今天我们所见的太和殿，其实它的基址是明天起留下来的。太和殿毁坏之后，康熙重建之前，他们所面临的是明代留下来的住处，他们想要盖在明代的住处上的一个大殿，于是他们拿清朝的营造尺来量明朝的基址。明朝的基址原本是用明代的营造尺来量出来的，那势必会发生变化。那清朝人不得已要精确的建造这个大殿的话，就要把尺度搞得尽可能的细一些，所以看到了我们平面上那些机灵的尺寸，很好的解读。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在平面上机灵，在立面上为何也是这样呢？为何在剖面上那些高度，这尺寸也不是整数呢？岂不是匠人真的跟自己过不去了？所以需要我们在此做更进一步的解读，来理解，也许在这中间藏着有匠人设计的小九九，有他们对于建筑形象、尺度、比例上的追求。那这个追求就需要再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测量。结合2008年故宫太和殿大修，我和我的同事当时爬了太和殿的脚手架，量了很多细节尺度，最重要的是我们把这斗拱至少量了1/4，而归纳出来太和殿斗拱的高度等一些尺度，跟江早记载的太和殿记事里面所记载的那些尺度进行对比，然后逐渐的进行分析。其中有一个线索引入了我们的眼帘，这个线索是在清代《工程做法》这本书里面记载的有一个细节：清代建筑檐柱高。说到檐柱高，往往不是指檐柱柱子的高度，他会把檐柱上面斗拱的高度计算进去。檐柱高要一直算到斗拱上面那挑檐檩的位置。为什么这样？其实也好解释。作为一个建筑的缔造者，我经常希望能够控制建筑檐口的高度，因为古建筑出檐是一标志性的一层构造，但出檐高度很难控制啊。出檐远一点、近一点，船子粗一点、细一点，然后前面的妃子陡一点、缓一点，都是不好调整的。但是我只要调整定好了斗拱上面挑檐檩的那个高度，就是这个构件图纸上面这个构件，那基本檐口的高度我就可以控制下来。那所以工程做法里面所记载的檐柱高，这个高度很重要。那我们把我们测量的这部分斗拱的高度，即所谓下层檐的斗拱单翘重昂的一个七彩鎏金斗科的高度，加到檐柱高里面，看看匠人是如何控制檐口高度的。这斗拱的高度是3尺3寸5分，这我们经过复核，包括倒推营造尺的一系列复核，于是我们得到太和殿檐柱的加引号通高，从这个挑檐檩到柱子的下皮的高度就是3尺3寸5分加上2丈3尺，这个檐柱通高就是2丈6尺3寸5分。为什么？我们不妨往回倒一页看一看平面的记载。平面明间的面阔，这个数据大家还记得吗？2丈6尺3寸5分，出现在明间的面阔，也出现在剖面上太和殿檐柱的通高。换一句话说，太和殿立面正中间的部分面阔和檐柱通高形成一个正方形。但是如果推论停留在这个程度，我们不甚解渴，可能还有更有趣的信息在后面。确实如此。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它的金柱高度是3丈9尺5寸，而不是4丈？凑多一点就是4丈，为什么？做一个简单的算术计算，2丈6尺3寸5分乘以 1.5， 答案是3丈9尺5寸2分5。2分5，匠人完全可以作为尾数省略掉。那在太和殿的正立面就不仅有这个正方形，而且算到金柱是一个1.5倍的正方形。于是我们可以说，当时匠人接手明代遗留下来的住处要设计太和殿，对于
控制整个立面有一些难度，毕竟是前人留下来的住处。但是控制鸣间和鸣间的金柱部的鸣间，却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北京7.8公里的中轴线上，在太和殿这个最重要的位置上，串着一个正方形和一个1.5倍的正方形。当然，如果我们的推论到此为止，也是觉得不够解渴，我们需要再做研究。研究的主题将集中在为什么太和殿正中最高是7丈4尺5寸9分这样一个机灵的数字？是它要附会一个吉祥数呢，还是它藏着什么构造比例逻辑在这个背后？那我们可以这样计算：我们从太和殿金柱柱头的高度来算起，金柱柱头距柱脚3丈9尺5寸，斗拱总高通过我们测量反映到4尺8寸5分，然后太和殿前后挑檐檩之间的间距的1/3，基本是这个整个屋架的抬高。把这个高度2丈8尺9寸计算进去，再计算脊檩的高度。太和殿这个脊檩不是一个完全的圆形，削上下金盘，上面削平放扶脊木，下面要做垫板和脊方。那这样一个圆的檩子构件削完之后，它所剩下的高度1尺4寸，削完剩了1尺3寸4分。好，我们把这些尺寸加在一起，3丈9尺5寸，4尺8寸5分，2丈8尺9寸，1尺3寸4分。答案恰恰是7丈4尺5寸9分。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解读的可能？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小九九藏在背后？我们现在没有答案。当我们有了更好的实测数据的时候，我们可以进一步倒推，看看除了这种解释的可能，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而这种努力将逐步的导向全面的揭示清代匠人对于大木结构及其比例尺度的把握方法上。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个例子。说到清代的室内设计，大概经历了几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以康熙皇帝为代表的。康熙皇帝不太喜欢曲折隔断的房间。他说：“我以前到王大臣的花园里面去，看到曲折隔断的这些装饰，初以为巧，久居即不如意。他更喜欢的是比较敞亮的，满族风格的口袋房、万字炕，那这种布置。”他这段话记录在康熙的庭训格言里面。可是到后来，雍正和乾隆实际并没有完全的遵循康熙的想法，反而用的更多的是室内复杂的隔断。而室内复杂隔断用的语言，就包括刚才我们看样式雷图所反映的那些圆光罩呀、八方罩啊、碧纱橱啊、落地罩、鸡腿罩、栏杆罩、平行罩、自天然罩种种门类，用这些不同的空间效果的隔断来组织房间。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了慈禧能够说话算数的时候。慈禧更喜欢豁亮的空间，当然风格又为之一变。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例子，不说康熙，也不说慈禧，说说乾隆。说说乾隆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室内设计。这个室内设计就位于我们讲过的乾隆想做太上皇养老的那个宫殿，所谓宁寿宫里面。宁寿宫当然有寝厅的后寝空间，他为了住得舒服，还放了一个小花园，叫做宁寿宫花园。我们今天俗称就是乾隆花园。乾隆花园有4套院子，层层叠叠。最后一个院子的最后一个房子叫做倦勤斋，意思是勤劳一生了，我有点倦勤了，我要在这里面养老。而倦勤斋充分的体现了乾隆对空间趣味的追求。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乾隆不仅仅喜欢这种狭小的空间趣味，也喜欢敞亮和狭小之间的对比。我们在乾隆太上皇宫如果参观的时候，也能感受到这种对比。那倦勤斋是什么样子呢？倦勤斋是一个长条形的房子，
如这个图所示，一共从立面上说有9间，很长了。它的东边的5间被称为明殿，是一个比较规则的，他在这里面有基本的起居活动。但是乾隆在这里没住过1夜，他不想真正当太上皇，他还想掌控国家。而他的西边的4间里面实际是一个小戏院，这个小戏院有戏台，有看戏的，另外用了一些装修语言与明殿形成对比。我们来看第1层，第1层对空间的布置看得更清楚些。从东边的明殿进来，有一个接待空间，正对着它的是一个宝座床，乾隆可以坐在这里，大臣们呢，如果有的话，将利用这个空间停留。接着，其他的地方被像做首饰盒一样割成狭小的一段一段的小房子，这段小房子基本都是他坐在那里冥想休息的地方。它的东端随着前沿设置了一个宝座床，是他的书房；它的西端随着后沿做了一张床，是他的寝宫。如果他希望的话，可以在这睡觉。在档案里面，我们发现了有被子枕头这些东西。那维和这些空间的，就常用的隔扇窗、落地罩、板墙和门口，一层一层的布满了这段小空间。我们看，这里是一进门的室内复原的效果图，再下一张有书房的室内效果图，有寝宫的室内效果图。这是落地床罩，这是落地开关罩，这边有个门可以打开，里面放乾隆的马桶啊。这些罩阁上面布满了精美材料的装饰，包括了玉石镶嵌、竹丝镶嵌，用竹丝来拼成这背景花纹，包括了漆地的竹黄镶嵌，大漆地，然后用竹黄雕刻，上颜色之后这种百鸟的主题，当然还有白鹭的主题，双面袈裟工艺，苏州的双面绣加在2层硬木装修上，硬木装修上镶嵌了玉石，这样的一个精美的做法。而这种做法表达的实际是对乾隆对工艺美术的一个追求。他希望原来只出现在他的首饰盒书匣呀这些可以把玩的小器物上的工艺，放大到房子，放大到所有的装修，它可以举目就能看到，它可以伸手就能摸到，这是他的这个对工艺的追求。而对空间的追求，我们还可以提到另一点，就是他的卧室寝宫。这里你看，这寝宫这一间的一侧墙上有2面插屏镜子，这插屏半插屏，然后这个是2面镜子，一面确实是镜子它可能要照，另外一面镜子它不光要照，还可以打开，那是一扇门。我们退回到这个首层平面上，看这里，这里是扇门，可以把镜子打开，然后穿过这个镜子，便可到达西4间的小戏院。这个小戏院完全是一个家庭影院，是需要穿过他的卧室才到达的家庭影院。而在戏院里面表演的，其实就是我们以前提到过的，是插曲，是2个人的表演，一个人伴奏，一个人独唱。然后在这一间戏院里，他充分的使用木材雕刻成竹节的形状，因为直接用竹节的话会爆裂会变形，用木材雕刻成竹节的形状，表面刷上油饰，点上斑竹纹，是木材竹形式。而在刚才我们提到那一间里面，我们提到了竹丝镶嵌，提到了竹黄，是大量运用了竹的材料，却根本没有竹子的样子。这就是对材料的一种把握，一种均衡，一种玩弄。当然，在戏台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希望在戏院的封闭的空间能够拓展他的视野，拓展他的想象，以至于无穷。他在墙面上，在屋顶上都布满了通景画和天顶画，全是画。这个画是画在丝绸上，画在绢上，重彩画在绢上，画的是中国的重彩技法，而使用的是西方的透视的方法，有灭点，甚至天顶上的藤萝，一朵一朵的，越远的画得越长越斜，越近的画得越正，甚至是底面。站在宝座的前面抬头观看，
整个是一个所有的紫藤花下垂的景象。这就是乾隆所追求的空间的另一个趣味，叫视觉幻觉，就是通过绘画来达到一个视幻效果。而这个工艺原本是西方的，是线法透视，是西方的壁画的手段。而这个方式其实在以前半亩园里出现过，在卷钦斋的母本另外一个乾隆早年的花园建福宫花园的敬圣斋里面也出现过。而当时西方传教士郎世宁被叫来画天顶画的时候，档案里是这样记载的：是竹如意馆胡绢，把绢贴满墙，然后竹郎世宁画藤萝。我们可以想象，郎世宁当时就像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做的一样，在脚手架上抬着头画藤萝花。而到了这个卷钦斋，乾隆的谕旨是这样：竹王幼学他们来画藤萝，然后持尽安气。所以工艺发生了变化。乾隆一直在寻求这种各种装饰工艺，为我所用、为我吸收的这个过程。卷钦斋室内的装修的样子，我们可以看这张图片，它的天顶画和通顶画前面的小戏台，空间趣味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室内装修与工艺美术的各个门类密切的衔接。而如何使用工艺美术，如何让工艺美术能够在室内装修里面更得到发展发挥的余地，这是乾隆所关心的。好，今天我们的讲述到此为止。同学们，大家好！今天由我来给大家主讲中国建筑史的第14讲——明清时期古典园林。首先呢，我们需要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基本情况做一个简单的概述。中国古典园林历史呢源远流长，我们大致呢可以把它分成4个主要的时期。从先秦至秦汉，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古典园林的生成期。中国园林的源头最早可以上溯到上古时期帝王和贵族们所建的院囿，以及普通老百姓住宅旁边的农田和菜圃。早期的帝王院囿是园林的主流，一般呢要利用天然的山水、挖水池再筑高台而形成的一种生活的境遇，主要供帝王们狩猎和油漆之用。同时呢，也具有一定的生产功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呢是商朝末期纣王所建的露台，周文王所建的灵台，以及秦汉时期所开辟的上林苑、建章宫等等。这些院囿的共同特点啊，都是会把这个高台建筑作为一个核心的标志来加以塑造，同时呢，会堆筑大型的土山。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是早期统治者权力和财富的最高象征。那么我们还可以通过汉代遗留下来的一些画像石和画像砖，看到当时园林的某些面貌和片段。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视为是中国古典园林的转折期。当时的中国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处于分裂动荡的局面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呢，园林艺术也走向了一种多元化的倾向。除了皇家园林之外，私家园林的地位日益重要，并且反过来对皇家园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段时间最重要的皇家园林呢，以洛阳、建康、邺城3地所修建的华林园为最高代表。而私家园林的杰出实例呢，包含西晋时候石崇在洛阳郊外所建的金谷园，南北朝时期谢灵运在会稽山所修建的山居等等。隋唐两宋时期被认为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全盛期。在这段时间里面，
园林的类型更加的丰富，手法更为高超，并且充分的与诗、画等姊妹艺术相交融。其中，皇家园林以唐长安的大明宫、华清池、北宋东京的艮岳为最高代表，而私家园林的典范就更多了，其中包括唐代王维的辋川别业、白居易在庐山所建的草堂，以及北宋名臣司马光在洛阳所建的独乐园等等。这一张张择端所画的《君明池夺标图》所反映的是当时北宋东京另外一座著名的皇家园林金明池的景象。王维在唐代不仅是一个大诗人，同时也是第一流的画家。他为自己的辋川别业留下了20首诗和一幅非常漂亮的长卷。第4个阶段是元明清的成熟期，这段时间呢，园林的数量比前代又有所增多。特别在明朝末年的时候呢，造园的风尚又出现了新的转折，高度强调人工化，建筑的密度有所增大，而假山和水系的塑造手法也比之前更加的巧妙。以北京为核心的北方地区，皇家园林盛极一时，而以江南为代表的私家园林呢，同样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成就。除此之外呢，岭南、闽台、巴蜀、徽州等地区都曾经修建了大量的私家园林，成为中国古典园林史上最后一个鼎盛期。这是清代最重要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的图像。当时的园林艺术在民间得到了很大的普及，不光文人的诗文和书画会对园林有所表现，而且民间的戏曲、小说，包括年画，还有很多工艺品也常常会拿园林来作为一个表现题材。那么中国古典园林的类型呢比较丰富，其中最主流的是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此外呢还包含寺观园林、祠庙园林、衙署园林、会馆园林、公共风景区园林等等。皇家园林呢通常都是属于皇家所有的，它能够代表每一个朝代最高的园林艺术水准。私家园林呢大多数属于文人、官僚或者是富商所有，它的尺度呢一般不及皇家园林那么恢宏，但是往往会显得更加的精致，并且和人的日常生活联系很紧密。寺观园林一般是依托佛寺或者道观而修建的园林，其中会蕴含的一些特殊的宗教含义。祠庙园林主要是民间的一些祭祀建筑所附属的园林，其中目前现存的最好的一个代表呢是山西太原的晋祠。衙署园林呢是这些官僚公署的附属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呢是江苏淮安的清燕园，在清朝时候呢曾经是江南河道总督署所附带的一所花园。书院园林呢，那就是依托民间书院所设的一种特殊的园林类型，这个是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公共风景区园林呢，在很多地方都有设置，它其实呢是介于自然的山水和人造景区之间的这么一种混合体。尤其是依托一些著名的水景区而设的这种园林呢，在中国的园林史上地位更为重要。比如说杭州的西湖、北京的什刹海、济南的大明湖等等。中国古典园林的基本特征可以总结出很多条，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主要想讲3点。第一呢，中国古典园林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它里面包含的内容呢，远比一组单纯的建筑群要复杂得多。除了亭台楼阁这些建筑物之外呢，它里面还包含假山，包含水景，包含各种各样的植物，以及匾额、楹联，甚至还有一些小品等等。所以呢，它所能够表现出的东西就非常的包罗万象。而且中国古代造园的最终目的是希望打造出一个理想状态下的自然，也就是说，所有这些手段都是以模拟自然作为它的一个最高宗旨。这种自然呢，并不是纯粹的未经雕琢的那种纯天然，而是指中国文化人心目当中那一种经过高度浓缩的最美好的一种自然状态。第二点就是呢，中国古典园林非常讲究和游览者之间的互动。很多时候我们去游览一座古典园林，很像是去欣赏一幅长卷画，所有的景观呢都不是一下子呈现在你面前的，而是随着人的脚步的移动而逐步展开，所以它具有所谓移步换景的特色。
往往一座规模不大的园林的空间也相当的复杂，它需要通过游者的这个路线，把各种不同的画面串联在一起，然后各种各样的手法都是为了塑造出这种美轮美奂的空间。空间塑造的手法不仅仅通过人的视觉来感受，它有时候还要借助人的听觉、嗅觉甚至触觉来强化这些艺术的特征。第三点就是呢，中国古典园林是一种非常复合的文化载体，其中会包含多重的文化含义，而且讲究意境的升华。所谓的意境呢，就是希望游览者在眼前的景物之外，能够产生更多的联想，从时空这两个方面来拓展园林欣赏的范围，才达到一种更高的艺术层次。下面呢，我来介绍一下明清时期一些最经典的皇家园林实例。首先呢，我们从紫禁城的御苑说起。紫禁城我们前面介绍过，它其中呢，除了重重的宫门和巍峨的殿堂所组成的一个一个严谨的庭院之外呢，其中呢还包含相对比较自由的几个小的园林。这里面包含中轴线最北端的御花园，它西面的建福宫花园，西南面的慈宁宫花园，以及乾隆年间所建的东北边的灵寿宫花园。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御花园和灵寿宫花园。这个御花园呢，实际上位于内廷坤宁宫的正北面，它的主体格局在明朝永乐年间就已经基本上奠定了。整座御花园符合紫禁城中轴线的基本的规制，采取比较严谨对称的模式。最核心的围墙所围合的呢是御花园的正殿清安殿，而其他的一些楼阁、水池、亭子都采取大体均衡对称的方式布置在两侧。这座清安殿也是明代所建的建筑，体量比较大，两重屋檐。比较特别的是呢，上面这个屋檐啊，它其实是一种特殊的鹿顶形式，也就是说中间有一段是平顶，然后呢延伸出屋檐来。这里面呢供奉的是道教的神像，所以它具有一些特定的宗教功能。御花园东西两边呢各有一座造型奇特的亭子，分别叫万春亭和千秋亭。这两座亭子的造型都很奇特，它的底层部分呢很像是折角的十字形，而上面的部分呢演化成了一个圆形的屋檐，所以看上去呢具有不同体量的一种组合效果。御花园里面也堆筑了相对比较高的假山，起名叫堆秀山。在重阳节的时候呢，宫廷的女眷有时候也会爬这座山来完成登高的举动。这是御花园里面的一座楼阁啊，它放在相对比较靠边的地方。宁寿宫花园是乾隆皇帝在位时期为自己日后退位而预先营造的一组建筑群。它其实呢由3路建筑组成，其中最西这一路呢是它的花园所在。整个花园呢又被称为乾隆花园，它前后由南至北分为5进院子，每个院子的尺度相差不多，但是呢其中的这个景观却有自己的特色。第一进院子呢以北面的正房古华轩作为它的一个核心建筑，而在这个西侧呢专门设有一座戏赏亭。这座戏赏亭呢台基部分专门人工开凿出蜿蜒的水渠的形态，用来举办曲水流觞的游戏。那么这个传统呢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因为东晋时期王羲之的《兰亭序》而使得名声更为显赫，在后代的很多园林当中都能够再现这个场景。第二进院落相对比较规整，它的正房呢叫随出堂，两边各有厢房。第三进院落比较特殊，整个院子实际上是被一座大假山给完全的给塞满了，而人呢主要就是在这个假山的山洞和山径之间来穿越。山上面呢还建了一座方形的亭子。第四进院落呢有一半的地方堆积了假山，那还保留了一半的空地。假山上呢建了一座造型也比较特别的碧螺亭。我们这样看上去呢觉得它好像是圆形的平面，实际上呢
它是五瓣梅花形，这是造型很特殊的一座园林建筑。在这个庭院的北面呢，有一座福旺阁，是一座方形平面的大型楼阁。楼阁的里面呢，像迷宫一样，做了非常复杂的室内布置。第五进院子呢，设了一座非常复杂的倦行站，在倦行站里面呢，还设有戏台以及其他的一些游览的设施。那么紫禁城的这几座花园相对比较简单，而真正的呢，紧邻皇宫的另外一处大内御苑呢，其实就是北京皇城西部的大内西苑。大内西苑呢，由3会水面组合而成，所以又被称为西苑三海。其中的中海和北海呢，就是元朝时候所开辟的太液池，而这个南海呢，是明朝时候新挖出来的一段新的水面。在这个水面里面呢，我们会发现2座相对独立的岛屿，就是北海的琼华岛和南海的瀛台。此外呢，在这个东岸呢，还有2个半岛。这2个半岛呢，在元朝的时候也是很完整的岛屿，当然到了明清时期呢，和这个岸就接在一起了。它通过这几个岛呢，主要是为了再现传说中的海上3仙山这么一个概念。整个园林区呢，经过元明清3代不断的修建，最后达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艺术成就。南海呢，水面近于圆形，中间这个岛屿瀛台也是一个近于圆形的建筑群。中海呢，它是一片相对比较狭长的水面，在它的岸边呢，修建了一些特殊功能的建筑物，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一座紫光阁。这个地方呢，在清朝时候呢，有时候承担外交场所的功能，同时呢，在阁内还悬挂功臣的画像，举行一些宴会活动。这张画就是描绘的在紫光阁的前面搭建了蒙古包，然后举行赐宴活动的场景。那么北海和中海之间呢，以前就有一道大桥来进行分隔。北海呢，是整个西苑三海的精华所在，它的水面相对要大一些，沿岸的景观也远比其他的2组水面要复杂得多。在北海的东南角呢，设有一座团城，这个团城呢，是元代太液池的小岛圆底的一个化身，中央呢有一座大殿，然后有一圈圆形的围廊来围合它。北海的景观核心还不在沿岸的这些景致，而在于中间的这个大岛琼华岛。琼华岛呢，偏于水面的东南部，它向南和向东各有一座长桥来和这个岸边进行连接。琼华岛特别适合坐船来游览，而且可以发现呢，它的东西南北4个面啊各有不同。但是呢，大家都会把最高峰位置所在的这一座顺治年间所建的白色喇嘛塔作为一个最核心的标志。在北海的东岸和西岸设置了一系列的景区，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园中之园。另外呢，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佛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片呢，是北海的好普涧，它其实呢是临水建水榭，然后呢有一条蜿蜒的居桥横跨在水上，让人呢体会好普之间的特殊乐趣。画舫斋呢，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画舫，而是呢临水设了一座厅堂，在厅堂的前面呢伸出3间抱厦，整个建筑的轮廓略微有一点船的趣味。而整个庭院呢布置成是一个水院的形式。静心斋是北海非常杰出的一座园中园的范例，它其实分成了好几个相对独立的庭园，然后彼此之间通过游廊的分隔又串联在一起，其中也包括跨水所设的这个水榭，还有沿北墙所叠的假山，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北海的北岸有好几座尺度比较大的皇家佛寺，这是以一座琉璃牌坊来作为入口的佛寺，这是它的大殿，这是它北边的楼阁。我们知道紫禁城里面有一座著名的九龙壁，其实在北海呢也有一座用琉璃搭建而成的非常绚丽的九龙壁。这个是北海的快雪堂，在庭院里面啊堆筑了一大组假山。这个是北海的极乐世界，是一座方形平面的大殿。这一座楼阁建筑呢是模仿河北正定的隆兴寺大悲阁修建而成的。北海的西岸有一连串5座亭子凸起在水面之上，造型各不相同，体量比较宏伟，这是明代所建的临水建筑物。而且我们会发现呢，在整个这个北海的园林区里面设有多座大型的牌坊，颜色非常的华丽。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承德的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始建于清朝康熙42年，它的位置呢是在长城以外的热河地区。当时之所以要修建这么一所大型皇家园林呢，是康熙皇帝为了笼络蒙古和西藏的这些上层贵族，希望呢能够在关外营建一个环境优美的一个场所，来和他们进行聚会。这座大型园林呢，主要是每年夏秋之际，皇帝北巡期间来使用的。其中在乾隆年间又做了2次扩建，最后总的占地面积达到了564公顷之多，也是整个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皇家园林。整个避暑山庄大致可以分为宫廷区、湖泊区、平原区和山岳区4个部分。其中宫廷区呢，建筑密度最大，相当于是紫禁城的一个缩影，也是皇帝驻扎期间呢举行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场所。湖泊区呢，主要是依托大片的水面来展开，景观最为丰富。而平原区呢，相对比较空旷。山岳区呢，占据了山庄当中最大的面积比重，它主要就是保持原生态的一些自然山林的基本面貌。我们先说一下宫廷区。这个宫廷区呢，它还分成几个不同的部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正宫。此外呢，还有这个松鹤斋，还有东宫，大家各自承担不同的功能。而皇帝呢，主要是住在正宫里。避暑山庄南侧的正门叫立正门，门里面呢还设有另外2道宫门。穿越宫门之后呢，就可以来到正宫的大殿淡泊敬诚殿。这是一座7开间的殿宇，它的地位呢就相当于紫禁城中的太和殿。一心旷殿呢位于淡泊敬诚殿的北面，这是皇帝日常召见大臣的场所。在北边呢有一座烟波智爽殿，这实际上是皇帝的寝宫所在。西唐历史上的嘉庆皇帝和咸丰皇帝都是在此驾崩的。湖泊区位于宫廷区的北边，占地面积不算很大，但是却是整个避暑山庄景观的精华所在。其中的湖泊呢脉络相连，然后呢又和湖中的岛屿、长堤彼此融合在一起。其中大大小小的有8个岛屿，最大的一座呢叫如意洲，在这个岛上面曾经兴建了避暑山庄最初的一组庭院建筑。在湖泊区的东侧修建了一座长桥，桥的2端各有一座牌坊，在桥上的中间建了一座水榭，水榭的2边呢是2座方形的亭子，它们合在一起称为水心榭。那么这个地方视野非常的好，无论向东向北还是向西，都可以看到非常富有变化的水面效果。这几个例子都是湖泊区的比较经典的景区片段。这个文渊狮子林呢，实际上是模仿苏州的狮子林而建的一座园中之园，而这个金山岛呢，是模仿镇江的金山寺，然后进行缩小之后所建的一个景区，所以又叫小金山。这个织镜云堤呢，实际上是水面的一条长堤，它蜿蜒的通向了如意洲。这座烟雨楼呢，模仿的是浙江嘉兴南湖的烟雨楼，而这座文津阁呢，实际上是以宁波的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作为范本修建而成的。它和紫禁城内的文渊阁实际上是一样的一个形式，里面呢都是收藏四库全书的地方。这一座曲水荷香，实际上呢也是模仿绍兴兰亭的一个例证，它底下没有设台基，而是把曲折蜿蜒的溪流直接从亭子的下面穿越而过。平原区位于湖泊区的北面，这地方主要是种植了大片的林木和草地，以此来浓缩塞外草原风光，基本上没有设独立的建筑物。那么每逢特殊的时节呢，皇帝会在这片区域里面呢搭建大型的蒙古包，然后呢来召见来自于蒙古、西藏、新疆等不同地方的少数民族领袖，也包括中国的一些属国的使臣，在这里举行大型的宴会活动，所以它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外交功能和民族团结功能。在平原区的东侧北端有一座独立的永佑寺，然后还模仿南京的报恩寺塔修建了一座9层的舍利塔，在整个避暑山庄也具有标志性的特点。三岳区所占的面积比较大，但是呢里面的建筑物其实非常的少，
主要由连绵起伏的山峦组合而成，基本保持它原始的自然风貌，然后又根据不同的地形特征，补种了大量的观赏性的树种，所以这片区域呢，更多的是作为其他景区的一个背景而存在。综合而言，避暑山庄呢是一座塞外的大型园林，它的宫廷区、湖泊区、平原区和山岳区各有特色，基本上浓缩了中国不同地域的一些自然美景，所以它具有一些别的地方所无法取代的独特的景观效果。颐和园是现存最完整而且艺术成就最高的一座古代皇家园林，它位于北京的西北郊，距离圆明园不远，西边呢紧邻着玉泉山。那么颐和园的前身呢名叫清漪园，是乾隆年间利用所在地段的自然山水营建而成的一座全新的园林。咸丰10年，英法联军入侵，这个清漪园曾经遭到过惨重的破坏。在光绪年间呢，进行全面的重修，并且改名为颐和园，以此来作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长期原居理政的场所。那么它的性质呢，也从原先的行宫而升格为离宫御苑。虽然这个颐和园是光绪年间重建的，但是它基本上还保持了乾隆年间清漪园的基本的规制。而这个清漪园呢，它实际上在兴建的时候啊，对原有的山和水都做了大规模的改造。我们会发现，原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水面是比较小的，山形呢也显得不够壮观。它实际上呢是把水面扩大了3倍，然后把挖出来的土堆在山上，对山形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最后所形成的这个山水的格局呢，实际上是完全以杭州的西湖作为蓝本打造出来的。这里面反映出乾隆皇帝对于杭州西湖特殊的喜爱之情。实际上，清漪园的基本的构架都可以和杭州西湖一一对应。比如说，北边的万寿山就相当于杭州西湖的孤山，而整个这个湖面的轮廓和杭州西湖基本上如出一辙。而且呢，在整个湖的这个西部都有一条贯通南北的长堤，而且呢，在这个长堤上面呢，都设了6座桥梁。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二者之间高度相似的亲缘关系。在扩大水面的同时呢，乾隆皇帝还在水面上保留了3座尺度比较大的岛屿和另外2处比较小的岛，以此来象征海外的仙山。此外呢，还把整个水面向万寿山的北面做了延伸，形成了一条蜿蜒曲折的溪流，这样山和水之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呈现出更为丰富的景观效果。颐和园的总占地面积大约是295公顷，大致呢可以分成4个部分：宫廷区、前山区、前湖区以及后山后河区。这4个部分的空间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宫廷区呢，主要位于园林的东部，它实际上是皇室原居期间举行典礼、政务活动以及日常生活的场所。东向设正殿、仁寿殿，除了仁寿殿之外呢，还有3个寝宫区，分别为乐寿堂、玉兰堂和怡云馆。这3处庭院呢，也分别由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以及后妃们来分别居住。此外呢，在光绪年间还增建了一座德和园大戏楼，来作为帝后看戏的场所。这是颐和园的正门东宫门，这个是它的正殿仁寿殿，这是皇帝的寝宫玉兰堂，这是皇后和其他嫔妃的居所怡云馆，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组居住建筑乐寿堂，由慈禧太后亲自来居住。这是德和园大戏楼，它的主体部分呢是3层戏台，可以专门演出一些大型的神话剧。前山区呢，实际上是依托万寿山的南坡展开的。这座万寿山呢，在自然山脉的基础上面啊，做了很多人工的修饰。它的这个东西来看啊，相对的比较平缓；从南北方向来看呢，比较陡峭。在这个万寿山的山脚下，有一条非常长的走廊，就称之为长廊。
一共呢有270多间，总长度超过700米，已经被列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了。这条长廊呢，像是一条蜿蜒的飘带，正好把整个万寿山给兜住了。乾隆年间，就在万寿山的中央位置呢，修建了一组宏伟的大型佛寺，以此来作为太后祝寿的场所。光绪年间呢，对这组佛寺进行重建，把它改成了排云殿建筑群，从南到北形成了一条庄严的中轴线。其中最为核心的建筑物呢，就是这座佛香阁。我们现在看到的实物呢，也是光绪年间基本上完全按照乾隆时期的原样修筑而成的。这是一座8角形平面的楼阁，一共有4层5檐，体量宽阔雄伟。它并不是位于万寿山的那个最高处，而是位于山腰这个位地方。整个万寿山好像是一把椅子一样，倚靠在福香阁的背面，所以整个这个楼阁的体量和山的形状达到了一个很完美的和谐构图。在福香阁的上面呢，还有2层高台，然后通过嶙峋崎岖的山石可以登临而上。首先呢，高台上面建的是一座大型的琉璃牌坊，起名叫众香界。它其实是用五彩斑斓的琉璃来象征着非常美好的各种香气，故意把人的视觉和嗅觉打通而完成的一个艺术创举。在这个众香界牌坊的北边呢，还有一座智慧海大殿，它其实呢是用砖砌筑而成，然后外墙呢用各色琉璃来进行装饰的一座佛教殿堂。沿着万寿山继续往西走，在它的西部转折的地方呢，是有一个画中游的景区，主体建筑是一座8角形的楼阁。从外面看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登临其中以后呢，会发现这个8角形楼阁的8个边呢，分别对应着远、中、近不同距离的景观，好像是8幅连续的画面一样，人在其中如画中游，因此而得名。这座小建筑呢叫听礼馆，实际上呢是德和园大戏楼之外另外一处相对独立的看戏的场所。它是有2层的小戏楼，这个是在万寿山的西端水面上面临岸所设的一座大型的石坊，起名叫青燕坊。造型呢原本模仿江南的画坊，那么光绪年间重建的时候呢，上面修建了西式的这种船舱，也反映了晚清时期中西方建筑文化交流的印记。前湖区呢就是广阔的昆明湖的水面，然后通过这个长堤把水面划分成不同的段落，然后每一处水面呢都会设置岛屿，整个格局显得疏朗而开阔。湖面上这个四季以及早晚不同的时刻的景观都非常富有变化。其中昆明湖西面的这一条西堤完全是模仿杭州西湖的苏堤构筑而成的，同时在桥上面也筑有6座造型各不相同的石桥，这是不同的桥的这个形象。在水面上面呢，有3大2小5座岛屿，其中南湖岛、藻建堂和知敬阁是最重要的3座大岛，象征着传说中的蓬莱、方丈、瀛洲、东海3仙山，也恰好呢分别位于3片湖面的中心位置。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建筑物之外呢，颐和园里面还修建了好几处这种模仿城关的建筑物。这座是文昌阁，有点像城门楼的形式。后山后河区，那么指的就是万寿山的北坡以及山脚和北宫墙之间所夹的这一条河流。因为它宽的地方像河，窄的地方就像小溪了，所以清朝宫廷称之为后溪河。这一带的山形呢，不像前山那么平缓，相对比较陡峭，也比较曲折。山和水的关系呢，联系比较紧密，所以整个空间呈现出狭长而悠远的效果。那么就和前山前湖的开敞辽阔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在这条后溪河之间呢，是有一条买卖街，俗称苏州街。实际上这条街呢，就是把河流本身当作街道，暗示呢这个顾客是划着船来购物的。全长有270米，两岸呢修建了很多店铺。实际上呢，这是皇家园林当中一种特殊的布景，它并不是真正的商业设施，只是呢作为一种奢华的点缀，然后呢来供皇帝以及后妃们游玩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皇室成员平时受到很严格的约束，他们丧失了很多凡人的乐趣，
那么就通过在皇家园林里的这种特殊的设施，在一定程度上面加以弥补，所以它是一种比较富有民俗气息的一种景观建筑。在后山的这个中央位置呢，是有一组藏传佛教形式的大型建筑群，叫做须弥林境。这个须弥林境呢，它的前面是有大雄宝殿，后面呢是有一些不同的楼阁和不同颜色的喇嘛塔，以此来象征着藏传佛教里面所强调的4大部洲、8小部洲等等理念。在万寿山的东侧后溪河的近端呢，还有一座特殊的园中园。这座园中园的名字呢，原本叫惠山园，是乾隆年间模仿江苏无锡的寄畅园建设而成的。到了嘉靖年间呢，加以扩建，后来又被毁掉了。光绪年间重建呢，改名叫谐趣园。那么格局呢，和初建的时候呢，略有一些不同，但仍然能够看出一些江南园林的趣味。这座谐趣园是以水池作为中心，非常灵活地设置厅堂、亭榭和其他的一些景观植物。最后呢，我们总结一下，就是皇家园林呢，作为一种特殊的园林类型，它相比其他园林而言呢，一般来说，规模更为宏大，功能更复杂。它要满足帝王举行仪式、处理朝政、生活居住、拜佛求仙以及游观、宴乐等等，所以它的这个功能啊，比一般的私家园林要多得多。相应的呢，建筑形式也比较多变，山和水的尺度比较宽阔，植物的种类也更加的多样化，甚至会违反地域的特性，专门种植一些来自于南方地区的奇花异草。它的造景手法也是博采众长，既能够继承历史上出现过的很多经典的题材，又能够借鉴同时期其他地区的一些山水名胜、园林、寺庙的景观特色，融会贯通，移天缩地，所以呢，它的这个景观效果是最为包罗万象的。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明清时期一些经典的私家园林的实例。我前面提到过，私家园林呢是一种重要的园林类型，它一般呢是属于私人家族所拥有，是他们全家生活栖居以及游赏的地方。与别的园林类型相比呢，它一般和人的日常生活的联系更加的紧密，也能够更深刻的去反映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所以下面呢，我们会分别从江南、岭南和北方3个区域来选择一些经典的实例给大家做介绍。现存的私家园林成就最高的是江南地区的苏州、扬州等地。这片地方啊，自古以来自然条件就比较优越，而且经济发达，物产丰富，气候温润，特别是富于水泉，再加上文化也比较昌盛，所以呢，长期以来一直是古典园林最发达的一个区域。到了明清时期呢，更是达到了顶峰。江南的私家园林的空间相比较其他地域而言呢，往往是最复杂、最多变的。大多数情况下会以水池作为中心，然后呢，以湖石和黄石来堆叠假山。建筑的造型偏于灵巧，喜欢用粉墙、镂窗，整体的色彩偏于素雅。而这个植物种类呢，比较喜欢松、竹、梅、梧桐等具有特殊文化含义的品种。第一个例子，苏州网士园，这也是现存艺术水平最高的私家园林之一，非常具有代表性。这座园林的前身一直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但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景观的面貌呢，主要是清朝乾隆年间重建完成的。网士园以一个形态近于方形的水池作为核心，它主要的景物呢都布置在水池的沿岸。另外，在这个园林的东南部呢，有一个大型的住宅区。这个地方啊，原本其实也是园林区，只是后来呢加建住宅之后而形成的一个结果。此外呢，在园林的东北边和西边还各有一些独立的庭院，共同组合成一个非常复杂的空间体系。这个水池呢，看上去接近于方形，其实它的池岸呢是曲折的，并且呢，特意在它的西北边做出了一个圆头，
而在东南边呢做出了一个去留，使得整个这个水系具有连绵不绝的意趣。水池的南岸有一座浊英水阁，这实际上是一座近似于水榭性质的建筑物。而这个水池的西岸呢，是这一座月道风来亭，一座八角形的亭子，通过不规则的石头直接架设在水面上。尤其当夜晚月亮悬在空中，微风吹拂水面的时候，才能够真切地体现到这个景区所蕴含的特殊的意味。这是水池的北边，主要的建筑物呢是这座看松独画轩。因为体量相对比较大，所以呢它并没有紧挨水池而设，而是呢往北边退了一些，在这个水和建筑之间呢还种了形态特异的这个树木来作为过渡。而这个吉须山呢，实际上是一座2层的楼阁建筑，体量同样也比较大，也是为了避免对水面产生不必要的压迫感，特意在前面加建了一座3层的廊子。在这个网师园的西部呢，设有一个独立的庭院，实际上是当时主人读书的书斋所在。它的主厅叫殿春仪，仪就是小房间的意思。而殿春的意思呢，来源于一句古诗：上流芍药殿春风。因为在所有的花卉当中呢，芍药开花的时间相对比较晚，一般是在春天最后快结束的时候才是它的花期。也就是说，这个庭院呢，主要是种芍药来体现这句古诗所包含的意境。在这个庭院里边呢，沿着墙还堆叠了一些山石，同时呢，还有一小汪非常有趣的幽潭，起名叫寒碧泉。在它的旁边呢，挨着墙建了半座亭子来作为一个陪衬。我们在网师园当中随处可以看到这种碧山小景，它其实就是呢拿白粉墙做纸，拿这些山石和植物作为题材，然后完成的一幅立体的国画，然后还会加上这种匾额题名，所以它整个这个画面的效果虽然小，但是是相当完整的。这个是王师园小溪流上面所跨的这个拱桥，这是王师园东部的景观，它依托宅院部分的这个墙面，然后突出一个水榭，起名叫射鸭廊。江南园林一般来说呢，会充分的利用漏窗和这些门洞来形成一层一层深远的空间效果。这种小景观在江南私家园林里面同样很常见，它实际上呢是在游廊和墙之间所围合成的一个非常小的院子。这种小院子呢不开口，人进不去，所以有一个别号叫喇叭院。里面呢一般会点缀1-2块石头，种植芭蕉或者竹子，具有非常特殊的一个别致的片段性的效果。第二个例子呢，我们来说一说江苏无锡的寄畅园。刚才说的网师园呢是位于苏州城市的内部，而这个寄畅园的选址更为优越，它是在无锡城外的西山和惠山之间，面积呢也略大一些，大约有1公顷这么多。它属于一个别墅的性质。在元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曾经属于一个佛寺，在明朝万历年间呢，由秦氏家族买了下来，然后把它修造成园林，中间也经过多次的改建，但是还是相对比较完整的留存至今。刚才所说的网师园完全以水池作为一个核心，而这个寄畅园的山和水占据了几乎相同的比重。它实际上这个水池呢不是一个集中的形态，而是相对比较狭长的形状，主要是沿着园林的东部来布置的。紧挨着水池的西边就是一组大型的假山，用土和黄石堆筑而成，造型非常的优美。山和水之间是非常典型的相依并行的态势。它主要的一些园林建筑，包括水榭，包括桥，主要都是沿着水池的东岸来布置的。在园林的西南边呢，有相对比较独立的庭院，其他的地方往往就是用植物来装点，显得比较开阔。这是从寄畅园的水池西岸往东看的效果。因为水面比较狭长，所以呢，整个空间也显得比较的深邃。这是不同的角度来欣赏园林的一些片段的景观。水上面有一座七星桥，通过它来对水面做进一步的分隔，加深空间的层次。寄畅园的水呢，实际上是从旁边的
汇泉引来的，而且利用这个地形高差的关系，形成了跌落的态势，水流的声音非常的悦耳，所以呢，这段地方就起名叫八音涧。这是假山上所见的一座亭子。除了园林内部的这一些山水相关的建筑物非常漂亮之外呢，鸡汤园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它可以把无锡惠山上的一座宝塔作为远景纳入到园林的视觉空间之内。这种特殊的手法叫做借景，也是中国古典园林非常常用的一种手段。通过它能够进一步拓展园林原本比较有限的视觉空间，使得它除了近景之外，还能够具备更远的可欣赏的对象。第三个实例呢，我们来说一说扬州的个园。扬州是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交界处所设的一座重要的城市，历史很悠久。在明清时期呢，这个地方成为了盐商的聚集地，非常的富庶。所以扬州的4家园林呢，大多数是属于富商所有。相比苏州园林而言呢，文人气息没有那么浓重，但是呢，往往建筑里面会讲究一些比较奢华或者说非常非常奇巧的景物。这座个园当年就是一个姓黄的盐商的一个宅园，它是取竹这个字的一半来定名的，所以叫个园。我们来看它整个的平面，实际上这个园林里面呢，水池所占的面积比较小，而且水面还分割成几块，并不是一个完整集中的形态。它最主要的这个造景的手段呢，实际上是假山。这个假山几乎遍布全园，而且呢还分出4季不同的景色来。其中的建筑物呢，最重要的是中间这一座厅堂，此外呢就是北部所设的这一座大型的楼阁。因为盐商常常要举行一些宴会活动，它需要比较大体量的建筑物来作为活动的场所。这是它的正堂怡雨轩，这是水池边上所设的一座亭子，这是它北边那个大型的楼阁抱山楼。这个楼阁体量过大，但幸好呢，它的两侧已经被假山所遮住了。它的假山呢是如何表现4季不同的景色呢？首先是在入口的地方设有花坛，然后呢种竹子，在竹子中间呢设立这种特殊的石笋。这种石笋呢是地质运动所造成的一个特殊的效果，看上去呢很像是放大的竹笋，以此来象征春天时候竹笋萌动、竹林青翠的这么一个特殊的效果。下山呢主要是拿形状非常曲折的很多湖石堆叠而成，聚拢在水池的边上，颜色呢偏于灰白色，希望通过这些石头呢来表现夏天时候天空的云彩非常湿润、非常形态多变的这么一个特征，所以呢被称之为夏山。而秋山呢，它是拿这个比较成块状的黄石堆叠而成的，整个颜色呢也是呈一种土黄色，通过它来表现秋天时候成熟了，无论是稻田还是树叶发黄的那种特殊的效果。东山呢位于个园的一个角落当中，它用另外一种非常特殊的石材叫做宣石堆叠而成的。这个宣石的表面啊富含石英，看上去呢有某种晶莹剔透的感觉，好像这个表面有积雪一样。另外呢，这个石头里面呢还有一些特殊的孔窍，微风刮过的时候啊就会发出呼呼的声音，也能够代表冬天时候寒风呼啸的那么一种特殊的感受。所以这个个园啊，这个手法非常的特别，它能够在同一个时刻把不同季节的这个山的色彩、形态和艺术效果一起呈现出来。第4个例子呢，我们来说一个目前现存的江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座私家园林，那就是苏州的拙政园。作为一座大型园林，拙政园的这个空间啊，就比我们前面讲的3个例子要显得更加的复杂了。它实际上是以这个水系作为它骨架来进行布置的。拙政园在历史上曾经被分成东西2个部分，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明显的看到在2者之间有一条界限。其中东部呢以一座朝北的远香堂作为它的主厅堂，面对着水面，然后水里面呢有大小2个岛屿来作为它的一个对景。西部呢是以另外一座厅堂36鸳鸯馆作为它的主厅，那么格局相对比较狭窄，也比较幽泽一些，2者之间是有对比的。主厅之所以叫远香堂，那是因为水里面种荷花，
取周敦颐《爱莲说》当中“相远而益清”这个典故。水中一大一小这两个岛呢，主要用这个土堆叠而成，上面种了很多树木，具有葱葱郁郁的山林效果。这是那个水中岛屿的这个景观。在左宗园里边呢，有若干非常值得称道的局部的景点，比如说这个小飞鸿，它实际上呢是一座廊桥，横跨在水面上，但这个桥的形状呢又是弧形的，非常富有动感。通过它的出现，实际上就把眼前的水面呢划分成不同的层次了。我们透过这个廊桥看过去，会发现呢，就是整个这个图面上面的部分是树梢和天光云影，中间的部分呢是用柱子分隔的3个连续的画面，下面呢是婆娑的倒影，所以整个这个景观就显得非常非常的丰富和生动。左宗园里面还有一座模仿花舫的建筑，叫做香洲。它并不是简单的去复制船的形状，而是呢由一座单层的亭子、一节廊子和一座2层的小楼共同组合而成。3者之间的关系呢，就很像船头、船舱和尾舱的这么一个感觉。它其实是用相对比较抽象的手法，把船的这个趣味浓缩在这个片段当中了。这是一个独立的院子，叫做海棠春屋。那么这里面除了种海棠花之外呢，还把这个铺地还有很多装饰呢，也做成海棠的形状。这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左宗园的一些景观的效果。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岭南地区的4家园林。所谓岭南，主要指的是五岭以南的区域，主要指的是广东和广西地区，当然也可以包含云南和福建的某些区域。这些地方的共同特征是气候比较湿热，具有亚热带的一些特点。清朝时期的岭南地区私家造园之风大为兴盛，然后呢也修建了很多的名园，目前还有一些保存至今。相比较其他地区而言呢，岭南地区的园林的特点是建筑密度偏大，所以它有一个称谓叫广厦连屋。而它的水池呢，大多数情况下喜欢采用比较规则的几何形状。假山呢，常常会使用本地特产的大块的花岗岩，而植物种类呢，往往会包含这个区域所特产的水松、榕树、荔枝等等品种。这些呢，都是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重要的特征。我们值得一说的是2个例子。首先呢是东莞的可园，这座可园位于东莞城外的博厦村里，规模也就是4亩多。在这个园林的东面呢，有一片湖面叫可湖，因为这个园林紧挨着湖而造，所以得名为可园。园林的外轮廓呢，相当的不规整，里面的庭院也不是像我们看到的其他地区那样分成一进一进的规则的空间，它实际上里面的空间是彼此相连的一种不规则的几何空间。主体建筑物呢是这座主厅堂，叫做双清室。紧挨着双清室的呢是一座可楼，在双清室的前面有一条曲尺形的水池，水池上跨有桥梁。所以我们发现呢，内部的空间的形态很奇特，而园林的周边密密麻麻的布置了很多的房屋所以它的建筑密度是相当大的。它的前面部分呢也设有门厅、教厅、客厅，在院子里面还专门造了一个狮子上楼台的一个假山。但是整个这个建筑群体虽然复杂，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很明显的主次的差别，特别是这座可楼在整个立面构筑上面占据了一个比较核心的地位。可楼大概高12米，分为4层，下面的3层都是用相当封闭的砖砌筑而成的，而上面呢更像是一个比较独立的歇山顶的木构房屋。据说呢，修建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地区常常为了防盗而建造碉楼，那么这个传统呢也在园林当中得到了延续。当然，登这个楼呢也很方便的可以去俯瞰整个园林的景观面貌。它的主厅
双清室的平面呢有点像繁体的亚字，所以它有个外号叫亚字楼。然后里面的很多装修的图案也是取这个亚字的形状。在可园的周边，我们发现大量的这种彼此相连的2层的房屋，所有这些房屋呢基本上都连成了一体，而这个水池呢所占的比重非常的小，其中主要是养金鱼的。第二个例子呢，我们来说一个更小的私家园林，那是在广州的番禺区的南村余英山房。这座小园林呢，更明显的表现出了几何化的一个倾向。它的主入口在南面，进门之后呢，就可以看到一个平面为梯形的小建筑。这个建筑再往北是一个方形的水池，对着水池的呢，就是它的主厅。水池东侧架了一座廊桥，然后呢，水面演变成一条笔直的溪流，继续向东游，又演化成一个八角形的水池。水池中央设有一座体量比较大的八角形的水榭，大致是这样的一个空间格局。我们来看一下，其中这个池南的小建筑叫临池别馆，而池北的正堂呢叫深柳堂，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轴线对位关系。这是水池东侧所设的这座廊桥，造型相当的别致，也完全可以和我们前面提到的苏州拙政园的小飞鸿相媲美。水池东边的溪流流入八角形的水池，为了取八面玲珑之意，所以这个水榭呢就叫玲珑水榭。实际上这个水榭占据了水池的大部分的面积，使得人靠得很近的时候才可能看到这个水面。在最东边呢，还设了一组叠石，使用的是广东英德县所产的英石，而且呢，这个还种了一些竹子。另外呢，东北角设了一个独立的小亭子。这座小园林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受到西洋园林影响的一个实例。无论是全园的布局，还是水池的形状，包括建筑的装修，还有栏杆雕饰，都可以看到很多西洋建筑和西洋园林的影子。这里面也反映了广东地区它作为一种对外通商的口岸，在明清时期呢，它最容易受到外来的影响。再加上呢，这个区域相比较其他地区来说呢，它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呢相对比较薄弱，所以它也比较开放。园林的这个新造呢，往往也不拘一格。从这2个例子里面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特色。最后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北方地区的私家园林实例。可能在很多人的脑海里面会以为中国只有南方地区才会建私家园林，其实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北方地区呢，曾经是古代主要建都的区域，在重要的几大古都的周边，比如说长安、洛阳、开封、北京这些地方，都曾经兴建过很多私家花园。而明清时期的山东、山西等地区呢，也同样具有比较兴盛的私家造园之风。相比较南方来说，北方的私家园林的布局相对比较端庄，变化不是特别的丰富，而且呢，比南方要缺水，所以更加重视假山。而在假山的材料方面呢，又比较缺少南方特有的那种湖石，所以一般呢是拿造型比较硬朗的青石来代替。当然，如果得到湖石的话呢，也会非常的崇尚，把它放在一个很显要的位置。总体上，北方的私家园林的风格偏于雄健，它的建筑物呢也比较喜欢用灰砖墙和比较鲜艳的彩画。这个和江南地区的白粉墙和相对比较素雅的这个建筑色彩呢，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这主要是受北方地区气候的影响，因为北方的风沙比较多，这些灰色的墙面和鲜艳的彩画相对比较耐脏。我们先介绍的实例呢是山东潍坊的石户园。这个石户园呢位于潍坊城内的胡家牌坊街，因为晚清时候属于一个姓丁的富商所有，所以又叫丁家花园。之所以叫石户园呢，是为了形容这个园林很小，就像石块那个护板那么长。园林始建于明代，
那么在清末之后呢，曾经做过比较大规模的改建。整个花园呢，它其实是可以分成东西两个部分。东面呢是景观的主要的聚集地，靠园林的南端朝北设置它的主厅堂，起名叫石户草堂。然后园林的核心地带呢，实际上是一个蜿蜒曲折的水池，在水池的中心呢有一座水榭，起名叫四照亭。水榭的北边有院墙，有门洞，然后最北边呢有一座体量比较大的楼阁建筑。在它西厢位置有另外一座体量稍小的2层楼阁。水池的东岸用湖石堆叠出了造型相当秀丽的一座大型的假山，而且在山上面呢还设了瀑布，可以把水一直流到水池当中来。在整个园林的西部设有比较独立的2进的庭院，那么空间比较规整。我们再看园林的主体部分，实际上它非常明确的有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把最南的主厅和水池中央的水榭和北边的楼阁串联在一起。这也是北方私家园林最常见的一种布局模式，就是它比较讲究中轴线，比较对称，建筑的形式也都是北方的造型式样。但是呢，它也有一些南方的特色，比如说水池的形态就很接近于江南园林，而这个假山的堆叠手法也可以看到很多江南园林的趣味。所以我们也会认为这是一座融合了南北不同区域花园风格的一座杰出的范例。整个花园的大门位于东南角，进门之后首先就是空地，那么往南看就可以见到这座正堂石户草堂。而这个水池中央的四照亭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景观元素。在这一座四照亭的东北侧呢，专门有一座画舫，其实呢它也不是完全模仿船的形状，而是把台基做成一个带圆弧的这么一个造型，略微有一点船的趣味而已，起名叫稳如舟。在这个亭的西侧呢，还有一个曲桥和池岸相连。这张图片展示的是水池东岸的大型的湖石假山，它直接倚墙而立，应该说是这个整个山的形态相当的复杂，里面可以看到不同的峰岭、丘壑、洞穴等等特征。在这个假山的不同的位置呢，还分别建了4座造型各异的亭子，彼此秉烛而立，共同构成了一幅完美和谐的画面。这是从四照亭向北面看这个院墙所得到的效果。在一些门洞里面呢，也考虑到对景的元素，会设置独立的这个形态独特的奇石来作为一个小品的点缀。这就是最北边这个院子里面的主要的这个楼阁建筑，以及它西侧的另外一个较小的楼阁。所以综合来说，这座石户园实际上是一种把南北方不同园林风格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种融合式的花园。它也反映了山东地区作为南北方交通要道所呈现出的一种文化交流的形态。最后一个例子呢，我们想说的是北京的恭王府花园。清代的北京曾经兴建了很多的王府，其中大部分的王府呢是附设花园的，它的尺度呢比一般的私家园林要明显的大得多。而这座恭王府呢，曾经是北京历史上最有名的府邸之一。在乾隆年间，这个地方属于著名的贪官大学士和珅。那么和珅后来呢，被嘉庆皇帝赐死，整个府邸连花园都被抄没了，赐给了嘉庆皇帝的亲弟弟庆亲王。到了晚清时期呢，又归属另外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那就是恭亲王奕欣。在奕欣居住期间呢，这座花园已经完全荒芜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园林的景观呢，完全是恭亲王在同治年间重建完成的一个结果。整个府园它其实分为府邸区和花园区2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我们单看这个花园区，它南面是有园门，园门的2侧就有大型的假山，然后整个这个园林呢又分成了中路、东路和西路3个部分，3个部分各有侧重。在它周边区域呢，又用土山来进行堆叠，形成了一个比较具有内敛气氛的围合的效果。这是它南面正中位置的花园门，它具有某些西洋建筑的特色了。
然后在这个门的旁边呢，有一段院墙，故意做成微型的城墙的形象，起名叫鱼关。大家知道，鱼关实际上是山海关的一个别称，所以有人认为呢，这以此来象征满清入关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含义。在整个中路呢，设置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厅堂建筑。园门里面首先是一座独立的湖石石峰，起名叫独乐峰。它北边呢是一座厅堂，叫安善堂。这个安善堂的前面啊有一个水池，叫做浮池，整个形状有点像蝙蝠的这个样子。在这个安善堂的北边呢，又有一座大型的假山，叫做叠翠岩，全部是用湖石堆叠而成的。那么这个呢，在北方地区相对比较罕见。中路最北的有一座大厅，平面同样复杂，也像一只蝙蝠，所以它起名呢叫福厅。我们发现在这个园林里面，无论是水池还是厅堂，都借蝙蝠的形状来强调纳福求福的这么一种特殊的含义。这也代表了当时王公贵族们普遍的一个生活的愿望。这个呢就是浮池的景象，水池本身并不大，这就是大型假山叠翠岩。因为这上面呢经过特殊的设置，可以有水滴潺潺的流下来，这就是那个福厅的造型。它其实是一个组合式的建筑，而且呢这个建筑的柱子呢特地呢保留木材的本色，显得比较素雅。恭王府花园的东路呢，除了假山之外，它还辟了一个小型的菜圃，这是一个种菜的一个地方。在中国的一些大型的私家园林里面，常常会设这样的一种设施。整个东路最为核心的是一组大戏楼建筑，叫戏楼，实际上都是单层的房屋。它是由前厅和中部的观戏厅以及南部的戏台共同组合完成的，装修也非常的富丽堂皇。在这个门上面呢，还悬挂着康熙皇帝所题的仪神所的这个匾额。当然，这个匾额应该是康熙给别的花园所题的，到晚清时候呢，移到了这座戏楼上。在这个戏楼的南侧呢，还有一个独立的亭子，起名叫庆秋亭。实际上它的性质呢，和我们前面讲过的紫禁城宁寿宫花园的戏赏亭是一样的。虽然造型不同，它的台基同样开凿出非常复杂的人工水渠的形态，用来举行曲水流觞的游戏。在这个园林的西部呢，那一段城墙的北面，先建了一个秋水山房，然后又建了养元精舍，这都是相对比较独立的小建筑。其中比较特殊一点的呢，是有一座2层的小楼，起名叫般若庵，这是一个鸡字形的场所。特别奇特的是，它的2楼部分平面做成海棠的一个形状，上面还悬挂着妙香亭的匾额。花园西部呢，主要是被一个长方形的水池所占据，水池中央建了3间水榭，这个水榭呢起名叫诗画舫，象征着是一个船，实际上这个造型和船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它又有一个俗称叫钓鱼台，可能以前这个水池里面是可以养鱼的。综合来看呢，这座恭王府花园是北方地区王公贵族私家园林的一个典型的代表，规模呢相对比较大，有一定的气魄，格局也比较严谨。它分成东中西3路，每一路都有自己的中轴线，显得比较端庄。但是呢，3路景观又各有特点。东路的景观呢比较强调体量巨大的戏楼，西路呢是把水池、假山和水榭组合在一起，而中路是它的主体部分，它主要是在中轴线上面呢串联不同形式的厅堂建筑以及假山和小水池彼此交错。这个花园的院落空间本身也是比较规整的，但是通过山石和树木的穿插，使得它的游览路径本身是比较蜿蜒曲折的，因此空间并不显得矮板。建筑造型相当的丰富，总体上来说尺度偏大，而且除了福厅之外呢，雕梁画栋、彩画很华丽，这些呢都更多的显示出王府豪门的一种贵气。它的假山形态当然也比较值得称道。它可以除了有这个青石、湖石和土山之外呢，它其实还能够表现出险峻、秀丽、平缓不同的形态特征。所有这一些都是古代造园艺术所呈现的一个非常绚丽的景象。最后，我想说几句结尾的话。今天我们在相当有限的时间里，通过简单的语言描述和图像展示，给大家介绍了
中国古典园林的一些精美的片段。但是我需要告诉大家的是，通过这些手段，我们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去理解中国古典园林那些特殊的艺术魅力。所以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亲自进入到园林当中，用你的脚步去走一圈，用你的眼睛去看，用你的鼻子去嗅，用你的耳朵去听，更重要的是用你的心去感悟。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理解到中国古典园林当中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文化意境。我们今天讲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传统民居广义的看，可以包括住宅、祠堂、庙宇，乃至道路、绿化等整个居住环境。狭义的讲呢，可以专指民间传统的这个居住建筑，也就是住宅，是中国古代建筑类型中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的一种。那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就是讲这一块内容。我们先简短的回顾一下中国传统民居的发展简史。远古的时候，原始人利用天然穴居、巢居栖身居住。新石器时期，农耕生产促使原始人开始了定居的生活。在我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创造了人造穴居和干南等建筑的形式。虽然受到材料和技术的限制，建筑单体还比较分散，但已经开始组织原始的聚落和城市。夏朝的建筑遗存极少，商周时期建筑遗存开始增多。那么商周时期呢，我国北方主要发展了在夯土房基上砌筑木柱梁架的建造方式，空间组织上出现了院落形式。比如河南偃师二里头商代的宫殿遗址考古发现，1号宫殿布局呈周围围墙环绕的院落形式。再比如陕西岐山凤俗村考古发现的一组西周院落遗址，这是傅熹年先生根据考古资料绘制的复原图。它的平面是一个日字形，沿中轴线上有影壁、门、堂、廊、室，还有两边的俗和厢，是一套非常完整的合院空间组织。这是我国现知最早最严整的四合院实例。而文献方面，仪礼中也记载了春秋时期士大夫住宅的平面形制。庭院式住宅，门、堂、庭院、左右厢房以及后寝，这与后来汉族习用的合院住宅平面已有颇多共同之处。所以这个时期的院落组织可以看作是汉族习用的这个合院式民居院落的雏形。秦汉时期的民居仍然缺少地面遗存，但根据汉代的文献资料以及画像砖石、名器等提供的建筑图像，建筑史学家们已经获得了对汉代民居建筑的一个基本概念。首先，汉代民居多以庭院式的组合出现，比如说广东出土的名器陶楼有小型的三合院、L 型院、口字形院、日字形院，以及湖北云梦出土的东汉陶楼都是合院的形式。而四川成都出土的庭院画像砖上有组两路两进院的形象，包括主院和侧院。主院分成前后院，前院呢比较扁长，有停歇过渡的作用，后院方整开阔，是主要的庭院。院北有座堂屋，屋内两人对坐，可以看到庭前翩翩起舞的仙鹤。侧院也分成前后两部分，前院做厨房杂物等辅助功用，后院比较狭长，可以用来做农活。
院中竖立一个高耸的望楼，可以用作储藏、瞭望、警戒。那这幅图像反映出蜀地汉代中型住宅的一个生活场景。再比如，郑州南关曲阜出土的汉画像砖石上也有较为复杂曲折的2、3进院落。那么各地出土的大量图像说明，汉代民居建筑已经普遍采用了庭院布局的形式。在这些庭院布局中，基本都是围绕着主要建筑、主要庭院来布置围墙、辅助建筑和次要庭院。构图上呢，具有明显的内向、中轴对称和围绕中心的趋势。建筑技术方面，汉代民居的房屋结构已经大多采用木构架，比如成都庭院画像砖上这个堂屋的山面屋架，表现出了柱承梁、两上立短柱，抬起短梁以后再立脊柱的这种抬梁式木构架。而广州出土的明器陶楼，山墙上表现出很清晰的有立柱直接成岭，柱间靠横穿连接的这个穿斗式木构架形象。另外还有广西、四川、长沙等地出土的明器，表现出干栏木构的形象。云南出土的铜屋呢，表现出井干式木构的形象，说明中国传统民居的几种基本结构技术在汉代都已经形成。木构技术已经足够支持房屋在平面上延展、组织院落，甚至可以支撑建筑单体向高空发展，建造像望楼、水阁等多层建筑。但是或从经济性或从防火性来考虑，传统民居并没有向高空继续发展，而主要发展了水平方向的延伸和内部空间的组织。东汉时期，地方豪强聚族而居，为了保护家族和财产的安全，开始建造一种高墙环绕的民居，叫屋壁，或者称屋堡。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聚族而居的屋堡遍布北方各地。现今广州、河南、武威等地出土的明器陶楼还有湖北出土的青瓷明器就是这类民居的形象写照。那么除了一般住宅需要的门、堂、院落和辅助建筑外，屋壁四周勾筑高墙，大门上建楼，四隅建角楼，屋内呢还建望楼，俨然是一座防卫森严的城堡。那么敦煌壁画北魏第257窟的须磨体女园品中也画有这种屋堡的形象，突出地表现了门楼的高大和威严。北魏统一北方后，社会逐步稳定，那么屋堡这种特殊的民居形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据文献记载，这时候大部分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宅地还是延续了汉代以来的院落组合形式以堂屋和主庭院为中心，四周布置次要的房屋和辅助房屋。南朝有的住宅旁呢，或宅后还建有园林。贵族宅地大门用五殿顶和螭尾，围墙上用直棱窗，围绕着庭院建有走廊。到唐宋时期，这是传统民居变革和成型的一个主要时期。生活方式转型，民居的类型开始增多。我们大家都知道，汉唐时期的城市在格局上有浓厚的军事管理性质，生活方式上呢又有浓厚的农业性质。理想的城市格局，城里面是一个个封闭的有围墙环绕的里方，城内相对应的是一块块整齐的宅基地。那么白居易诗中所写的百千家似围棋局，12街如种菜畦，描述的就是这种城市格局。隋唐长安城中整齐地规划出100多个里方，坊内规划时也应有一定的分配原则，划分出整齐的地块，以供每家每户的这个住宅自建。如果用隋唐田令中的这个原宅地2口3口以下给1亩，每3口加1亩来计算，
一个普通家庭，也就是大概3到9口人吧，大概能分得1到3亩的宅基地。虽然这比孟子5亩之宅的理想农宅又小了一点，但是已经足够一个普通家庭种菜、养鸡、居住的基本需求。在自家的宅地上，一般住宅建有围墙环绕，里面呢建廊道连接各部分屋舍，形成庭院或者廊院。宅旁或宅后可以留出菜地，而中等宅院旁边可以留出果园。大型宅院由一系列院落和门堂建筑组成，周围回廊环绕成院，旁边或有山池园，形成了外壁内敞、回廊环绕、廊院开敞、建筑疏朗的宅院特点。到了宋代，那么商贸发展呢，促使宋代的城市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坊墙被拆，沿街开店。北宋东京一改汉唐时期封闭内向的里坊制度，代之以开放外向的立面自由的街坊制，城市面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城市商业气氛非常浓厚，民居形式也多种多样。那么以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所描绘的北宋汴梁为例，民居院落十分自由，形式也非常多样，有藏在里面的，有院前沿街设门的，有前店后宅的，有工字形、L 型等多种组合。房屋密度加大，庭院尺度减小。为了增加居住面积，房屋院落周围多以廊屋来代替回廊，有的还建造2层楼房。另外，《千里江山图》上也有多种灵活布局的乡村庭院。这时候，江南住宅更加注重美化生活环境，庭院园林化，对后世江南私家园林也有很大的影响。此外，随着南北朝以来西域文化的进入，许多胡人的家具及其生活习惯渐渐地传入了中原，比如高架的胡床、高脚的胡凳等等，使秦汉时席地而坐的生活习惯渐渐被高足家具取代。唐宋时期的这个住宅室内布置已经开始萌发出明清甚至是晚清住宅的这个氛围。同时，随着家具和起居空间的抬高唐宋时期的住宅高度也有所增加。到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人口增长迅猛，城市住宅密度更大，在常年民间积累下，构造技术和工艺也更加精良，空间设计更加完善，加之战争前后的移民活动，各地文化的交流频繁，产生了多元而成熟的民居形式。比如北京四合院，格局方整严谨，建筑凝重简练；苏州民居呢，格局紧凑，建筑秀雅轻巧。南方院落式的民居组群变化丰富，发展了堂横式、行列式等多种组合，还发展了土楼这样大体量的建筑形式。此外，西南民居多采用穿斗式、干栏式结构，薄壁通透，造型质朴丰富。边疆少数民族的蒙古包、藏碉楼以及阿以旺等民居形式也别具特色。这时期各地传统民居在类型、形制和技艺上都发展到成熟阶段，硕果纷呈。更重要的是，明清时期的民居有大量的地面遗存，至今保存完好，很多人在使用，最有真实感，最直观，建筑成就和观赏价值呢也最高，知名度也最高。所以一般我们现在概念中的传统民居，指的就是这批保存至今的明清民居建筑。对于中国境内的传统民居，目前有多种分类方法，按平面形式分，按材料结构、建筑造型的这个特征分，还有按自然、地理、气候分区，按明细、语言以及行政区划等等来分类。哪种分类方法都反映出民居建筑一定的类型特征，但又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交叉和混淆。综合考虑自然地理气候，
地域文化和建筑特征等影响因素，我们今天仅选取下面几类典型的民居来给大家进行介绍：北方河苑式民居、江南汀景式民居、南方汀景式民居、东南客家土楼、黄土高原窑洞民居。另外还有一些特色鲜明的民居，比如西南地区多民族的甘南式民居啊、藏地碉楼啊、蒙古毡包以及新疆阿依旺等民居形式呢，我们将在下一讲多民族建筑中进行介绍。接下来我们看北方河苑式民居。河苑式民居是中国北方，也就是东北、华北、西北的通用民居形式。它的形制特征呢，是用单栋房屋组成方形或矩形的院落，各栋房屋外部都用砖墙包裹得比较严实，房屋各自独立或用走廊相连，院落比较大，房屋门窗都朝向内院开启。比如北京四合院就是北方河苑式民居的典型代表，它的布局以院落为特征，一般按照南北向的轴线对称地布置房屋和院落，根据主人的地位和宅基地的情况，有2进院、3进院、4进院或5进院几种。这是乾隆京城全模图上的一个典型街坊，反映出传统四合院的典型布局。一个传统的北京四合院往往居住着一个3代同堂甚至4代同堂的大家庭。四合院的建筑形式呢，很适应这种传统大家庭的生活方式。以最常见的3进院为例，前院进深较浅，相当于对外的接待区。前院以倒座为主，包括了门房、客房、客厅等等。大门呢，在宅院的东南角，八卦中的巽位。门内迎面建独立影壁或靠山影壁，以阻挡外部的视线。厕所是在倒座西边的小院里面，比较隐蔽。主院呢，是家庭的主要活动场所。前院和主院之间常设1道2门，有钱有身份的人家就常把它做成垂花门的形式，垂柱头做成莲花或花瓣的形式那么这种垂柱呢，往往被称为垂花柱或垂莲柱。有人研究过这种形式的起源大致是源于佛杖，或者与西域的装饰形式有关。后来结合汉族传统建筑檐口悬挂帘子的习俗，渐渐发展而来。主院的北面是上房，也称正房，是长辈居住、全家活动和待客的地方，在全宅地位最高。正房两侧有较为低矮的耳房，用作辅助房间。内院两侧厢房供晚辈居住。耳房前窄小的空间可以用来堆放杂物，也可以布置点假山花木的。众多的房屋维护着主院，形成全宅的核心庭院，很适合大家庭的日常户外活动。主院方正开阔，院子里面呢常种石榴树，石榴的多子象征着多子多福，而且石榴果红似火，象征着日子红红火火，非常喜庆。院子里面还常放一只荷花缸或鱼缸养殖这个荷花或者养鱼美化景观，也可以增加院内的湿度。夏天院子里面搭起凉棚，老北京人很喜欢在院子里面遛鸟、聊天、喝茶、笑棋。孩子们呢，在你院子里面跳皮筋、摔元宝非常的快乐。那么有句俗话形容四合院内的生活是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可以说是传统四合院生活的典型写照。后院是家庭服务区，最北边有一排后罩房，布置着厨房、储藏、仆人房等等。院子里面有井，靠角落隐蔽的地方设置厕所。后罩房西侧通常会留一间做后门，
通向宅后的胡同。那么这种开门方式是按八卦方位，前门开在巽位，就是东南向；后门开在乾位，也就是西北向，形成乾山巽向的卦位，符合风水学说的吉象。除了生活方式的适应外，为了适应季节变化，北京四合院还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建筑做法。首先，北京冬季寒冷，需要充足的阳光，所以主院一般较大。其次呢，为了阻隔冬季的寒流、春季风沙和胡同人流的干扰，合院建筑外部采用厚重封闭的砖墙和屋顶来进行维护，只向小气候舒适的内庭院开窗。接着，在门窗的处理上，四合院的住房都采用双层支摘窗，可以兼顾冬季的采光防寒和夏季的通风换气。门框外面设帘架，冬天挂棉帘，夏天呢挂竹帘，以便防寒和透气。另外，室内还常设火炕取暖，抵挡冬季的严寒等等。因为这些建筑措施北京四合院形成了封闭内向的特点，加上砖墙和屋顶都呈青灰色，使得整个建筑风格厚重、朴素和实用。合院的尺度还与胡同的规划有关。在常见的3进院基础上，较大的住宅可以加第2进、第3进中院，拓展成4、5进院。一般4进院的这种大宅进深大约是70米左右，与北京一般胡同间的径距相近。在胡同规划的控制下，大部分宅院都坐北朝南，小型宅院一侧开门，中型宅院可以前后开门，大型宅院呢，它的这个纵向拓展因为受到限制，就在左右另辟轴线，增加跨院，设置书房、花厅及花园等等，转从横向来进行拓展。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大多数的宅院平面构图都是按中轴对称和以家长为中心的原则来布置的。一切房屋院落都簇拥着正房和主院，而且在高矮、装饰等方面都低于正房和主院。正房和主院不仅是实际家庭生活的中心，也是家族精神的象征。一切房屋都按尊卑长幼的次序排列，长辈住正房，晚辈住厢房，仆人只能住在前后院的下房。那么这种向心式的院落形制呢，除了满足自然气候的特点、生活功能的需求、私密内向的心理需求外，还反映出宗法礼制观念对民居的巨大影响。那么四合院中轴对称，等级分明，秩序井然，宛如京城等级规制的缩影，体现出它和京城息息相通的建筑理念。与北京四合院相比北方不少地区的合院式民居在平面构成和功能布局上基本类似，但随着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在构成和细节上各有特点。比如晋中大院，明清的时候，山西中部这个晋中地区富商云集，豪宅林立，民居大院常做成2层楼，两侧厢房向内靠拢，形成南北长、东西短的狭长院落。厢房的进深较浅，屋面改为单坡向内排水。为了保护家人和财产，一些大户宅院周围用高墙围绕，墙的这个高度超过屋顶，外墙不开窗或仅在上层开窗开小窗，带有明显的防卫性质。有的甚至还设有碉楼环墙顶，设置马道等等，外观看起来十分简素，但内部雕刻却非常华丽。富贵人家常用精美的砖雕、木雕装饰前檐、门窗和挂落。再比如关中民居，陕西的关中民居受到宅基地的限制，院落更加狭长，墙高院窄。为了节约用地，各户宅院的正房山墙拼接起来，
屋脊连在一起，当地称作拼山连脊。那两侧的厢房距离很近，进深也很小，厢房做成单坡，背靠背的修建。再看东北的吉林民居，为了争取日照，它的房屋间距比较疏朗开阔，比北京四合院的这个间距还要疏朗开阔。那么后院呢，常留有空地种菜，有的房屋还跟院墙拉开距离，留出马车的通道。总的看起来，河堰式民居利于自然的通风和采光，又可以减小寒风、风沙的这个侵袭，营造了良好的小气候。而且因为单体建筑比较独立，院落组织有较大的灵活性，通过尺度的调节、细节措施的调整，适应了各种气候的变化，也适应了各地的家庭生活方式，所以在北方地区得到了普遍的运用。我们接着看江南的汀景式民居。唐代的江南道范围很广，包括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这个大面积地区，但它的经济文化核心还是在江南东道，包括今天的苏南、皖南、浙江，而治所在苏州。所以后来文化意义上的江南，实际上泛指的是这些地区。江南民居多为汀景式民居，它的主要特征是呢，这个院落小而高，类似于井口，所以叫做天井。天井占全宅用地面积的1/4到1/12，远小于四合院中的庭院比例，反映出天井在这里最重要的功能是采光通风，而不是户外活动。另外，部分房屋做成敞厅，以通风纳凉。敞厅呢，成为日常活动的中心，不受雨季影响。还有，它跟北方单栋房屋相对独立不同，汀景式的各栋房屋相互联系的比较紧密，屋面搭接连属，空间相互连通，产生了较为丰富的建筑屋面和内部空间。而且住房多为2层，楼上做卧室，以避开这个第1层的这个潮湿，以获得这种干爽的居住条件。苏州民居可以作为江南汀景式民居的典型代表。那么苏州地区雨量充沛，水网交错，明清以来经济文化发达，人口稠密，城区内呢形成了很高的建筑密度。苏州城区典型的大宅院仍然是坐北朝南，沿着中轴线布置多进天井院落，但它的面阔只有北京四合院的1半左右，进深还是相似，而且有4到6进天井，所以整体布局显得比北京四合院更加狭长幽深。正落，也就是家宅的主体，从大门起，轴线上依次排列着门厅、轿厅、门楼、大厅、正房等等。建筑之间有很小的天井相隔，大门对面建造隐蔽，围合成一个宅前的空间。大门进来第1进天井是过渡空间，有轿厅、账房、家俗等。第2进呢，通常是主天井，正对着大厅，是日常待客聚会的主要场所。大厅的外观造型考究，内部的陈设呢雅致精美，它的整个的造型和它的这个装饰效果是富丽雄伟，居全宅之首。大厅与轿厅间相隔处常有装饰性很强的砖雕门楼，来炫耀主人的财富和风雅。因为主天井比较横长，所以呢常用镂花墙隔成3个小院，既使小院的这个尺度亲切，又增加了空间层次。第3进天井正对着2层楼高的上房，也叫做女厅，是日常起居室和多间卧室。楼梯在堂屋后的平门内，
这样的上房可以设1进、2进或者多进，这个要看家庭的财力和人口情况而定了。围绕着上房建有高大的烽火墙，使它独立地形成一个比较私密的禁区。那么在这个上房前面的公共活动区域里面，各厅堂的前后门窗都是可拆卸的落地长窗，夏季可以常开不闭，使厅景中有凉爽的穿堂风流动。遇到节庆活动需要，还可以卸掉长窗，使厅景连成一片，大大的拓展了活动空间。这也是厅景式民居适用于江南潮热地区的一项重要措施。此外，大型宅院的正落两侧还可以有平行的边落轴线，边落轴线上排列花厅、书房、园林以及戏台等等，为居住休闲创造了一方舒适优雅的环境。针对苏州的特殊环境，民居建筑也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处理方法。那么前面的布局中，我们提到2点：一是布局紧凑，楼高2层，密度大，占地小，沿街面宽小，适应了明清以来苏州地少人多、地价昂贵的社会需求。另一点是这个天井高升，减少了太阳辐射，拔风采光效果良好，夏季凉爽宜人。此外呢，还有纵长的民居序列间通常会留出很窄的夹道，称为避弄，具有交通、巡逻、通风和防火的作用。再比如，建筑密集会带来火灾的隐患，木构房屋很容易燃烧成片，所以大部分民居砌出高耸的马头墙来，以阻隔火势的蔓延。围墙高耸，使得天井更加的高升，这样也更能避开夏日阳光直射，阻挡湿热的季风。这在夏天非常明显，天井里阴凉蔽日，非常的舒适。虽然冬天有些冷了，但好在江南的冬季不长，多穿些衣服或者用点这个暖手炉之类的保暖措施也还过得去。还有呢，这个建筑密集，四周又围墙高耸，很难向外排水，所以住宅的这个屋檐排水都处理成内排水，雨水最后由天井暗沟汇集排出去。这种四水归堂式的建筑屋顶处理也是江南民居的通行原则。再提一点，苏州民居很重视生活空间的园林化，即使在非园林的宅内，也常用园林手法营造出与自然相通的空间景致，不仅调节了小气候，也美化了景观和心情。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正是江南人对自然环境喜爱和亲近的表现。最后，马头墙产生出各种轻巧秀丽的形式，集是简洁而线条流畅。正极相应分为3段，端部轻巧起翘，加上灰瓦白墙，门窗纤细空透，木构不施彩绘，再配置以自然鲜丽的植物，江南民居的素雅秀丽尽显其中。此外，苏州还是河网密布的水巷，水巷是城市交通的主要渠道。大户住宅往往前街后河，前街进人，水巷进货。民居常在后门水巷边设私用码头，可以停船取水。有些小户民居呢，临河建宅，有靠水、跨水、面水等灵活布置。那么这种小宅的平面大多不规则，顺应街道水巷而建，主体建筑或也有天井院，靠水一面呢建码头，或挑出进水的凳道，可以淘米、洗菜，甚至登船。这种小宅也可以建成2层，上层住人，底层可向河帮自由的出挑，形式灵活多样。所以有句古诗这样描写江南水乡：人家尽整河，楼台抚舟楫，说的就是这种情形。与苏州民居相比呢，其他一些江南民居
也有厅景式民居的基本形制特征，但随着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在建筑构成和细节上又有较多的创造。比如徽州民居，徽州明清时期商业发达，地少人多，民居也常见2层楼，井窄楼高，遮蔽炎炎夏日，平面规整经济，节约用地，还有四水归堂，住宅四周都有高大的烽火墙。但是它与苏州不同的是，首先徽州人的这个宗族观念比较强，常常聚族而居，形成村落。因为山间盆地比较狭窄啊，村落里面建筑密集，一般徽州民居的规模都不太大。按当地的习俗，孩子长大成人后就应当努力到外面去经商做官，寻求发展，自立门户。所以民居的小户型居多，大型住宅比较少。另外，徽州地区三面环山，仅西南留有缺口。依风水之说，住宅应当面向这个气口，而且由于冬季太阳角度的缘故，房屋偏西南才能使冬季阳光深照到房间之内。所以虽然受到山水道路等多种因素的限制，但是只要有条件的民居都会朝南偏西一点建造正房。在布局上，徽州民居以3合院、4合院为基本单位，一般正房较长，2厢开间窄，进深浅。正房下层明间是场厅，是主要的公共活动空间。正房上层的明间呢为祖堂，供奉祖先牌位。左右为卧室，楼梯设在堂屋的平门后，楼上有廊道串通。在结构上，徽州民居的穿斗式构架中混合有抬梁式屋架，所以用料一般比南方建筑粗大，而且梁架略有雕饰，仅刷清油露出本色。这跟苏州民居的铅绣、素简、绿褐色的梁架是很不相同的。在外观上，苏州民居白墙灰瓦，不做彩饰，用色比较淡雅清新。墙门上方呢常贴有垂花门式的专门罩，烽火墙呢做成马头墙、弓形墙、云形墙等多种形式。内部的木装修玲珑精致，尤其是入清之后的门窗栏杆，雕刻的繁杂富贵，透露出较浓的商人气质。还有在空间上，徽州民居十分重视庭院绿化和小空间的处理，在入口、天井、侧院、后院、2层挑廊的地方，还有挑窗等等地方，经常可以见到巧妙的空间设计。这些都是徽州民居中常见的特点。我们再看看浙江的民居。浙江地区夏季湿热，民居也以厅景式居多。其中著名的东阳民居，除了出檐深、进深大，采用敞厅、小天井之外，还有几个不同于苏州和徽州的设计特点。一是标准平面的运用。东阳民居的平面通常以正房3间、2厢各5间的3合院为基本单元，当地人称为13间头或3间2插式。扩展方式呢，可以是上下重叠，楼下会客，楼上起居休息，也可以前后串联数进院落，前院会客宴友，后院起居生活，还可以并联，供族中多户人家居住。第二个显著的特点是，东阳民居正房、厢房的山墙都做成烽火山墙，彼此隔绝，纵横交错的山墙的组合，形成了很有动感的特色造型。黄岩、温岭一带的3合院啊，也采用13间头的平面，但是它的正房、厢房屋顶呢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厢房采用歇山顶，做成了另外一种五凤楼的形式。这样，因为东阳民居的正房与2厢拉开了距离，围墙又比较矮，所以天井院比苏州、徽州的民居都要显得舒展通畅。第4个特点呢，
东洋民居的木雕运用非常醒目，主要用在迎面视觉要点上，比如柱梁之间的撑木，还有隔扇、门窗、套叠的棱格，以及裙板、前廊、轩顶的各种这个花饰啊，表现出十分精湛的雕刻技艺。但是整体效果却显得有点过于繁琐，视觉美感上倒不如苏州和徽州民居的清新淡雅。此外，东洋的宗族观念也很强，同族的住宅经常连在一起，连房通集的大宅院很多，而且与祠堂、牌坊等等组合修建在一起，形成了聚族而居的村落和聚落。总的看来，江南地区的汀景式民居与北方的河堰式民居在空间构成上十分的接近，都采取三合院、四合院的形式，上房3到5间，民间为堂屋，用来祭祖、待客等等。生活习惯、空间组织方式与北方汉族的相去不远，但是不同的是，江南民居的天井高耸而窄小，出檐大，遮阴纳凉，适合江南夏季炎热潮湿的气候。而且它的厅堂开场，利于产生穿堂风，改善小气候，同时创造出凉爽的半室外空间，利于家庭的这个活动。第三，建筑单体互相连属而不孤立，而且经常建有2层楼，有廊道连通，由此产生了较为丰富的空间层次。第四，江南的这个汀景式建筑啊，经常是采用穿斗式的构架，构造灵活，以适应不同的地形环境和材料的来源。从建筑角度上，江南汀景式民居或可看成是河院式民居在江南环境下的演变和发展。接下来我们看南方的汀景式民居。我国南方气候炎热多雨，南方诸省中也有很多敞厅窄井的天井式民居，比如滇中地区的一颗印民居就是一种布局很紧凑的小型厅井建筑，平面方正，2层楼高，楼身高耸封闭，窗洞很少，远望整个形状呢很像一颗印章，所以得名。典型的一颗印的规制又被称为3间4耳倒8尺，3间指正房3间，2厢4间房称为4耳，倒座房进深8尺，称作倒8尺。3间4耳倒8尺就基本上概括了它的内部格局。中部天井院很小，面阔接近1开间，是十分紧凑的天井院。2层的房间呢，向内悬挑出前廊，形成连通各室的走马廊，使天井上空更加窄小。湘西城镇内的印子房布局与一颗印较为相似，也是2层楼，楼上有圈跑马廊，天井狭小，屋檐向内院排水，四周包以这个高耸的烽火墙，远望如印，所以叫做印子房。有的住宅在屋顶上搭建凉亭，更大的住宅会在4合院中央增加一座亭式建筑，夏天可以乘凉望远。这是湘西印子房所特有的形式，也是为了遮阴纳凉。闽东福州民居也采用纵向多进的天井院，比如福州的陈春球故居，坐南朝北，正落宽约14米，进深呢42米，共有3进，入口有门屋和左右耳房，屏风后竖有高大的围墙，墙上开石框门作为2门，门内有窄长的天井和回廊，主厅进深极大，民间分前后厅，2侧卧房也分隔成前后间。第2进天井正对后厅楼房，楼下民间分前后厅，厅后还有个小天井。院东墙外还建有花园，配有假山、书屋、亭榭等等，小巧玲珑，
室内精雕细刻，装饰纹样富丽华贵。陈澄久故居的正落是比较典型的福州民居形式。大型民居坐向还可以增加轿厅、过厅，横向可以增加边落花园、成排卧室和附属用房等等。但总的来说，天井更小，厅的进深也更加大。粤东潮汕地区的民居略有不同，其基本单元是当地称之为爬狮的三合院和称之为四点金的四合院，中间呢是狭小的天井院。以此为单元，可以纵连成三堂式，纵横并连成四厅相向或者八厅相向等大型民居组合，然后还可以加互错或后罩房等等。此外，人口密集的闽粤城区还发展了一种面阔很小、进深很长的房屋样式，中间有多进小天井采光通风，空间就像一节一节的竹筒，所以称其为竹筒屋。它的布局可以先是门厅、天井、正厅，然后是天井、大房、后房、厨房、后尾，也可以是临街为店面，后面是住房、天井、厅堂。这个竹筒屋啊，它这个里面没有明确的走道，往往穿屋而过。为了节约用地呢，也可以做成楼房，紧密相邻的房屋还可以互借外墙。那么这种密集的竹筒屋民居可以说是传统厅井式布局的进一步浓缩，结构简单、小巧亲切。比如广州的西关大屋就是纵向划分为3条竹筒屋的例子。还有泉州里城的五宝街，则是一种前店后西的竹筒屋形式，临街开店，后面水上可以进行货物运输，布局紧凑，使用非常方便。另外，闽粤地区流行的唐横式民居啊，也有明显的敞厅窄井的特征。它在平面上沿中轴布置几座堂屋，称为几堂，两侧布置几条互错，也叫福错或者是福屋，称为几横。这是2堂2横，这个是3堂4横。那么最多呢，可以达到3堂6横，再加为屋。横屋和堂屋之间形成狭窄的天井，中间用桥厅连接。堂屋和桥厅非常的开敞，利于形成这种凉爽的对流风。唐横式民居的主立面啊，由门屋、堂屋和两侧纵向的互错山墙组成，产生横向从中间向两边叠落，纵向呢从前向后层层升起的构图，外轮廓层次十分丰富。唐横式民居还有一些变通拓展的形制，它可以向高层发展，比如福建高皮的大福地，主楼增高到4层，顺坡而下，层层叠落，很有气势。也可以向水平拓展，增加前城、倒座、半池，就半月形水池，还有围屋等等，甚至还可以并联建造，形成壮观的民居组群。唐横式民居中的横屋、倒座、围屋都是标准化的单元房间连排形成。如果这种连排房间进一步组合变化，还可以形成行列式民居。比如说广东梅县松口镇的4杠屋、6杠屋，有纵列的数组天井，每列前3间敞厅则是聚会的空间。再比如广东南雄湖口乡的洋宅，先以一组3堂式为家族活动中心，然后呢横向展开连排式房间。此外还有福建诏安县秀转乡的邱氏民居，宅中心为祖堂，祖堂前有月形水池，5条半圆形的连排房间环绕在祖堂一侧等等。闽粤聚族而居的唐横式、行列式民居，虽然仍有厅井式民居的部分特征，但其横屋、围屋、标准单元的重新排列，
又产生了新的族群趋势，这与汉族传统合院渐行渐远。比之江南的厅井式民居啊，闽粤厅井式的民居，它的布局更加紧凑，更加密集，天井更加窄小，宅内的空间和墙体呢更加通透开敞。不仅天井前后，天井两厢也开始采用开敞的厅堂或走廊，更利于通风纳凉。而且厅堂的进深更大，通道更深，以适应南方更加炎热潮湿的气候。除了满足通风采光的要求外，还很好地解决了防风、防晒、防雨的要求。除此以外，闽粤民居的装修装饰更富运动感和华丽繁复的商业气息，比如曲线型的烽火山墙、丰富多彩的封户墙、精细富丽的室内雕刻等等，都反映出与江南民居迥异的审美情趣。还有闽粤地区地形复杂，日照采暖需求不大，所以民居朝向比较自由，朝东的、朝北的都有。最后，闽粤民居的群体组合更加灵活多样，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从建筑角度上看，南方厅井式民居仍然可以看作是汉族合院民居从北向南传播，在南方气候、地形、社会环境变化下的进一步演变。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东南客家土楼。客家呢，是逃避战乱而迁徙到南方的中原移民，自三国两晋以来，先后迁徙到江西、广东、福建以及广西、台湾，甚至海南等地区。由于移民需要群居自保，客家人的住宅常用群聚一楼的方式，夯土高墙维护着全楼，人称土楼，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赣南等地区。比如福建永定的陈启楼，这是现存规模最大的圆形土楼，建于清代，直径达72米，高有12米多。布局上呢，由3层环形房屋相套组成，中央核心是圆形祖堂，供族人议事、婚丧典礼、祭祖及其他公共活动使用。内环、中环都是平房，用作杂物和饲养家畜。最外层高达4层，底层做厨房杂用，2楼储藏粮食，3层以上住人，1、2层对外不开窗，各层内侧以回廊连通，所有的房间按户数分配使用，类似我们今天的集体宿舍。全楼共有390多个房间。中小型的圆形土楼只有1圈楼，中间布置祖堂。方形土楼的这个布局呢，与圆楼相似，只是平面呈方形或矩形。比如南靖县的梅林三角楼，楼高5层，祖堂在中心，围成一个天井院。由于客家土楼啊是在客家迁徙图存、土客械斗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所以在形制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土楼都是以供奉祖先的祠堂为中心来进行布局，这是客家聚族而居的一个必要条件。其次，所有土楼无论是圆形还是方形的，都保持着中轴对称的汉族传统。还有选址注重风水，宅基负阴抱阳，而且仍然保留着北方住宅的一些禁忌，还有避煞等讲究。而且土楼所采取的连排式房间与唐横式围屋的连排房间构成基本一致，所以有人认为土楼仍然是合院式民居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只是在它的外形体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它与汉族传统合院形象相去甚远。
它不仅外观坚实雄伟，像一座防御性很强的堡垒，外墙只在楼上开箭窗及射孔，利于防卫。而且在结构上，厚厚的土墙与内部木构架结合，还加设了若干隔墙，来增加整体性的这个刚度。土墙夯筑时还加有竹筋、松枝、块石等等，夯筑后十分牢固。再者，这个楼内层层的出檐，遮挡太阳直射，内部空间开敞通透，利于通风。这些都是针对南方炎热气候的措施。可以说，客家土楼既得北方文化，又因地制宜，结合家族需要进行创造，是移民文化在住宅中的典型表现。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黄土高原的窑洞民居。这是一种依托黄土挖穴的民居形式，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横穴。那么这种窑洞民居在干旱少雨的黄土地区，比如说陕甘宁晋豫一带都非常普遍。主要有3大类型：靠崖窑、下沉式平地窑和固窑。靠崖窑呢，是在天然崖壁上向内开挖的券顶式横洞，高宽在2到3米左右，净深呢大约6到10米。窑顶上至少保留3米以上的土层。根据土质情况，窑顶可以是平圆形、满圆形或者是尖圆形等形式的拱顶。窑洞可以分为前后2间，也可以双窑或者3孔窑并联使用，还可以挖出上下层的窑洞。一般窑口空气充足的地方，安排上灶、炕等这个生活起居用品，深处呢则用于储藏。窑壁上可以挖龛放置用具，也可以挖炕窑来放置板床，甚至可以挖出拐窑做储藏室还可以挖出子母窑等等，这些都是窑洞扩大空间的方式。窑洞外立面称为窑脸，简单的窑脸露出土墙或土坯墙，中间开门窗洞口。讲究的呢就砌砖墙防护，甚至雕刻砖花，称作贴脸。也有的在窑脸外再结一段石窑或者是砖窑，称为窑口窑。那么窑洞外面可以用土墙或者是固窑式的这个房屋围合成合院，比如河南巩县的康百万庄园就是黄土高原地区规模最大的靠崖窑住宅群。它的主宅区呢是16孔靠崖窑，整个窑群依靠着黄土崖呈折线型布置，组成了5个并列的窑房4合院。平地窑是在没有天然崖面的情况下，从平地向下挖坑成院，再向坑内4壁挖横穴的方式，所以又称地坑院或者天井院。窑洞上方应当有足够的土层，以满足结构和保暖的要求，一般也在3米左右。平地窑的窑脸全藏在地面下，比靠崖窑更为隐蔽，所以谚语称它是上山不见山，入村不见村，只闻鸡犬吠，院落地下存。平地窑院的形状有方形、长方形以及比较特殊的T字形、三角形等。窑院布局类似北方通行的4合院，以北窑为上房，用作起居室及长辈的卧室，东西厢用作卧室、厨房或储藏间。那么南窑呢，有入口、厕所牲畜房等等。院子里有坡道或台阶能达到地面，也可以用过洞把几个窑院联系在一起，建成组群。比如甘肃庆阳地区的平地窑，在一个天井院里面再分成2到4个院子，甚至形成一个长胡同，两侧分布着近10个院子。固窑
是模仿窑洞形式，在平地上用砖石、土坯发圈建造的窑洞房屋，圈顶上覆以土层，做成平顶房。屋顶用作晾晒粮食的平台，也有阶梯和踏步可以搭挡。固窑最普遍的形式是3孔固窑，然后以此为基本单元组合成3合院、4合院，甚至建造2层。因为窑洞房屋覆土层厚，具有冬暖夏凉的优点，所以在晋西、陕北、豫西等地区，往往以固窑为上房建造4合院。比如巩县新中乡的这个张浩庄园，各层固窑都设外梯上下贯通，形成高低错落、层次丰富的窑洞群。那么还有在呼和浩特张家口一带流行一种土坯砖拱的固窑，细土平顶。更有意思的是土灶土台，它里里外外全是泥土，与整个的这个黄土环境混为一体。不论是哪种窑洞都有覆土厚、防火隔音、冬暖夏凉的优点。更重要的是，靠崖窑和平地窑都尽量向土层里面求得空间，少占平地，经济适用，还具有不破坏生态环境、不占用农田的优点。但同时呢，它也存在着潮湿阴暗还有空气不流通、施工周期长等缺陷。这个窑洞空间可以横向并联，也可以纵向发展，还可以进行局部的拓展，在大窑一端挖小窑、拐窑、子母窑等等。那么窑洞民居在黄土中凿除空间，它虽然没有其他的民居所具有的造型和轮廓，但是它突出地表现了与黄土地融为一体的质感美，人与自然和谐以及内部空间构成的巧妙性具有粗犷淳朴的乡土气息。尽管窑洞民居有着非常鲜明的生土特点，但是在构图原则上它跟这个北方合院式民居仍然如出一辙，中轴对称，以庭院为中心布置房间。所以从空间类型上来说，它仍然是北方4合院在黄土地的一种演变。此外，我国传统民居建筑还有多种形式，比如西南各民族习用的底层架空的干栏式民居，北方游牧民族青木骨架的毡包民居，石砌的藏族碉楼，土构的维吾尔族阿伊旺民居，以及鄂温克族圆锥形的这个搓骡子等等。由于时间关系，那么这些呢，我们将在下一讲多民族建筑中再讲。最后，让我们大致总结一下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设计成就。首先是适应性很强的庭院构成。今天我们讲的北方合院式、江南和南方的厅井式民居，大多是围绕庭院布置房屋的建筑形式，使用范围极广，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民居的主流。实际上，黄土高原的窑洞民居在空间布局上与北方合院原则一致，而东南客家土楼也可以看作是庭院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更加向心内聚的大型庭院。2000多年以来，围绕庭院布置房屋是中国传统民居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若与西洋建筑的集中、外向、开放相比，中国传统民居庭院式建筑表现出明显的内向、封闭的特征。在北方是围出的庭院，在南方呢是挖出的天井。在南北气候和各种文化的这个差异下，它的形态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变通性，可以从单间、单栋、单院、单层到多院、多层乃至各种规模的族群，适应中国南北东西差异极大的各种功能建造甚至是审美要求。比如华北以防寒为主，北京4合院坐北朝南，开阔疏朗，以便争取冬日阳光。江南呢，夏季潮湿闷热，
所以采用窄小的小天井、高耸的马头墙、厅堂开敞、门窗通透。华南一带湿热，所以民居多采取窄巷、深厅、小天井等遮阳纳阴的措施。通过对单体尺度、距离、连接方式、天井尺度、出檐、悬挑、覆盖等构成细节的调整，庭院式民居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多样性。第二，系列化的平面设计。各地民居都有各自的典型形式，比如北京四合院、潮汕天井院、闽粤唐横式住宅等等，都有基本的平面单元，进而组成系列化的设计，以适应不同环境和业主的要求。比如说，北京四合院可以从三合院、四合院、两进院、多进院、带跨院，到开设多路侧轴线的大型四合院。潮汕民居呢，以基本的三合院和四合院反复组合，演化出三落四重错、八厅相向等各种平面组合，进而发展成行列式的平面。浙江的几间几厢式、闽粤的几堂几横式，也都是一系列从简到繁的标准住宅形式。那么这种系列性设计可以保证群体的协调、设计和施工的简便、单元的统一、组织灵活多样，适应性非常强，相当于我们古代的标准化设计，在传统的建造活动中具有非常显著的效果。另外，传统民居还使用了灵活而随机的房屋构架。在北方呢，以台梁式为主，构架材料厚重，但可以获得较大的室内空间。南方以穿斗式为主，虽然空间跨度有限，但构架轻巧，而可以用长短柱灵活调整高差，还可以增加出挑、披檐等灵活的形式。不论哪种构架，都具有木构框架灵活的优点，比之西方砖式结构更灵活自由，便于施工，实现内外空间的交流。那么民居构架属于轻荷载、小跨距、无斗拱的小式构架，它不受固定程式的约束，比起高大的宫殿、庙宇等大式木构架，具有更强的应变能力，产生了很多地方做法。屋顶可高可低，可直可曲，可长可短，还可加减披檐，还可以层层叠落等等，比官式建筑更加灵活丰富。此外，中国传统民居还非常重视室外空间的塑造，把它当作与自然交流的媒介，很好的利用起来。尤其是对于这个庭院和天井对其形态、收放、花木、墙体还有小品铺地等等，都有精心的设计和搭配，形成了独立的艺术性格。比如说北京四合院，它的这个舒展朴实，还有苏州天井院的这个秀雅幽深，还有云南一颗印的小巧紧凑，以及闽粤天井院的这个华丽动感等等。室外庭院的艺术风韵，为地方民居增加了美感的享受。再比如说室内外空间的过渡，北方民居内外空间它的这个区分比较严格，各自比较独立，具有独立疏朗的空间感。而南方民居呢，内外空间它就有很多的这个渗透和交融，具有模糊不定的幽深含蓄的空间感，取得了完整而又有个性的空间层次和景观。在空间利用上，黄土高原的窑洞建筑充分地利用了黄土地，用减法创造出居住空间。浙江山区则利用分层筑台来争取这个建房的用地。浙东民居呢，利用山间空间及外延进退，赢得了更多的有效利用空间。西南山区更是通过出挑还有吊脚等方式争取用地，扩大了建筑的空间。各地的民居密切结合地形、气候城市环境和生活需要，创造出了很多有效的空间利用方法。
此外，各地民居还广泛开发地方性的建筑材料，比如西北地区用的土墙、土坯拱，贵州的片石墙，澎湖列岛的礁石墙，还有厦门民居的胭脂红砖，广东南雄的卵石墙，以及泉州的牡蛎壳墙，还有这个西南民居广泛使用竹材做屋架呀、墙体啊，还有竹编抹泥墙等等。民居建筑的用材一般都偏重于量大、易取的自然材料，不仅经济实用，而且地方材料也造就了传统民居非常有特色的这种地方色彩。最后，在多种外在条件的影响下，以及建筑内在的机制的应对下，在长期的民间选择和积累下，中国各地的传统民居建筑创造了多种成熟而完整的艺术风格。比如北京四合院，它组群格局方整严谨，庭院疏朗朴实，建筑独立凝重而简练。苏州民居呢，它的组群格局非常的紧凑，天井高耸狭小，空间优雅丰富，造型秀丽小巧。闽粤天井院组群布局更加紧密，天井更加狭小，宅内空间更加通透开敞，建筑的装饰性也更浓。客家土楼则是外壁内长，内聚外防，外观坚实雄伟，类似一座座堡垒。而黄土高原的窑洞民居与黄土地融为一体，具有非常粗犷淳朴的艺术风格。可以说，传统民居是历史积累和民间智慧的结晶。虽然就其建造技术和使用功能来说，今天早已时过境迁，它的具体手法和材料不可能在今天完全沿用和重复，但其发生发展，结合各地各种需求的设计方法及创作原则，对于我们今天乃至未来的民居建筑实践和设计，仍然有不少启发和参考的价值。这或许就是我今天讲课的意义。谢谢大家。今天我们来讲中国多民族的建筑。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的部落，经过几千年的融合重组，形成了现在的56个民族，其中汉族占全国人口数量的90%以上。其他多个民族虽然人口比例小，但其聚居和杂居的地区却占到全国面积的1半以上。除了散布在全国的回族外，主要分布在东北、内蒙、新疆、西藏、西北、西南等大面积的边疆省区。在地理气候、民族文化较大的差异下，各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建筑形式，比如蒙古族的毡包、昭庙，藏族的喇嘛庙、碉房、宗山还有林卡，侗族的甘蓝式民居、鼓楼和风雨桥，以及云南傣族的竹楼、寺塔等等，大大丰富了中国建筑艺术的内容。当然，要想在一次课内讲全各民族的建筑实在不易，所以我今天只选取几类比较典型的民族建筑进行介绍，以此来窥见中国多民族建筑的风采。首先，我们来看回族建筑。回族人口比较多，散布在全国各地，杂居在汉族之中。在观念上呢，有些与汉族合流的倾向。加上回族建筑的修建者很多也是汉族工匠，所以回族建筑深受当地汉文化影响。但因为回族全民信奉伊斯兰教，
特殊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还是产生了一些自己的建筑特点。只是这些特点很大程度上与宗教紧密相关。我们先来看一下回族的清真寺建筑。回族有围寺而居的习惯，凡是回族聚居的地方都建有清真寺。清真寺不仅是回民的宗教活动场所，也是他们婚丧嫁娶等重要社会活动的场所。比如号称中国小麦家的临夏市区的回民，聚居在旧城南关的八坊，就是因为最初来到这里的穆斯林建造了8个清真寺，每个寺域的回民呢，围绕清真寺自成一个教坊，所以称为八坊。它不同于当地汉族居住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清真寺是各个住宅主群的核心。回族传统的清真寺大量采取了汉式的建筑形式，外观上与汉族传统宫殿庙宇相似，而与其他国家的伊斯兰建筑大不相同。比如北京牛街清真寺、西安化觉寺、开封东大寺，还有八坊的老王寺、华寺、西寺等等。虽然也有清真寺采用了阿拉伯式的建筑，比如说泉州的清净寺杭州的凤凰寺，但只是极少数。而后来在这个20世纪末的重建或新建过程中为了使清真寺更加接近伊斯兰风格，阿拉伯建筑形式才被大面积的采用。它的主要特征是尖券和穹顶，比如这个宁夏八坊的前河沿寺、西关大寺，还有南关大寺等等。虽然不少回族清真寺和汉族的佛教寺庙外形相似，但它们还是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因为伊斯兰教在做礼拜的时候都要面向麦加圣地朝拜，所以清真寺不管是建在什么地区，它的大殿的朝向都是朝向麦加方向的。在中国呢，主要是坐西朝东的。那么回族清真寺的中轴线一般就取东西方向，而不是像汉族传统寺庙的这种南北向。第二，清真寺的建筑组成包括礼拜殿、御室、经学教室、教长室还有宣礼塔。这个与汉族佛寺和道观的组成呢完全不同，而且礼拜殿的面积很大，往往采取勾连搭的组合方式，这跟汉化的喇嘛庙经堂有些相似。第三，伊斯兰教不允许崇拜偶像，所以清真寺内不供奉雕像，只在大殿的西墙正中设个小龛，代表麦加天房供人膜拜。第四，清真寺大殿的前后或旁边总要有1座或2座宣礼塔，这是呼唤信徒们做礼拜用的，也叫做邦克楼、唤醒楼或者望月楼。清真寺所有的建筑物的内外，无论是砖雕、木雕或者是彩画，都不允许有人物或动物形象。这个建筑的装饰图案大多是几何纹、植物纹和图案化的阿拉伯经文。可以说，回族清真寺建筑在融入地方文化的过程中，有选择地保留了自己的一些宗教特色。回民散布在全国各地，各地的回居呢，大多融入了当地的汉族合院建筑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形成统一独特的民居形式，但却保留和创造了一些民族特点。比如说临夏回居就是采用木构架合院式的建筑，与当地的汉族民居相差无几，但是呢，它的这个朝向和布局都比较自由随意，不受这个汉族传统的风水观念影响。八坊的回民院落多呈长方形，随基地的这个形状环境来进行布置。典型的宅院可分为居住院、杂用院和花园3进院落，各院的相对位置比较灵活，可以按纵线排列，也可以横向排列，还可以把花园、杂用混为一院，或者住房跟花园穿插等等。这跟汉族民居的习惯呢也不一样，
有点受到中亚伊斯兰建筑的影响，还有这个回民特别爱干净。古兰经中说，真主喜欢洁净的人，所以回居中一定要有水井和水房，也就是浴室。这也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在临夏八坊地区，水源丰富，几乎家家都引水入宅，增加了民居内部的动感。而且无论贫富这个回居的室内都布置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桌椅板凳和木地板每天都擦得十分光亮清爽。这个爱清洁讲卫生是回族民居又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和好习惯。那么第4个特点呢，临夏回居的正房它创造了一种虎豹头的形式，就是民间的装修略为退后，形成一个单间前廊，民间是客厅，2个次间是卧室，卧室里面呢顺着檐墙布置满间大炕这样是适应了回族家庭喜欢一家人在炕上团聚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些则是根据实际需要在汉居基础上进行的创造。所以说在建筑形态上，回族的清真寺和民居虽然都深受当地汉族建筑的影响，但是呢也表现出了一些伊斯兰文化的特点，还有结合自己实际需要的创造。接下来我们看东北地区的满族、朝鲜族的民居建筑。满族的先民主要是生活在东北长白山一带的女真族。1635年，皇太极才改其名为满。满族非常善于学习，入关后逐渐大量接受了汉族的建筑形式，但在民居中仍然保留有一些自己的民族性格。首先是喜高。由于早期的满族人他长期居住在东北山区，方便打猎和居高防守，逐渐养成了居高临下的心理习惯。即便后来向山岗平原过渡，也仍然要在山岗的高处建房，或者人工夯筑高台，保持一种防卫的优势。这与中原地区汉族民居选择依山傍水、藏风聚气的这个风水观念有很大的区别。而且满族民居夯筑高台是要把整个院落抬高，这跟春秋时期单体的这种高台建筑也不一样。第2个特点是大院，因为东北气候寒冷，地多人少，所以呢满族民居布局上多呈用地宽松的这种大院形式。正房、厢房非常独立，之间有较大的距离，互不遮挡，可以获得充裕的阳光，尤其是冬天的这个光照。同时呢，也因为马车是当地的主要的交通工具，所以它这个院落做得非常开阔，房屋跟四周院墙还相隔一段距离，使马车可以赶到院内或者绕院行驶。院墙与房屋之间的这个许多空地还可以用来种菜、堆放杂物，很适合东北农村自给自足的家庭生活。第3个特点是锁轮杆。满族大院一般比较长这个2厢之间用2门分成内外院。由于萨满教祭祀的要求，这个满族民居需要在内院东南角设置喂食神鸟的这个锁轮杆。但后来受到这个汉族宗法礼制的影响，这个锁轮杆呢就被放到了中轴线上了并且用这个2门遮挡一下。因为在汉族的方位观念中，神圣的东西应该是在中轴线上的。第4个特点，西屋为主。与汉族以堂屋为核心的生活习惯不同的是，这个满族民居的生活上它以西屋为主室内南北西3面设火炕，称为万字炕，其实就是拐弯炕转圈炕。那么西山墙上呢设祖宗神龛，靠着神龛的西炕是最为尊贵的，上面放桌子、茶具，桌2侧呢还铺红毡，是待客之处。
一般人做南北抗，为了补充这个西间抗位的不足，往往向民间还扩大半间，叫做借间。那么民间的堂屋反而成为一个次要的过渡性门厅，这个跟汉族民居的布局很不一样。东间往往作为一般居室和厨房，这个堂屋后面呢隔出一小间储藏衣物，称为道闸，里面还是个小炕，冬天的时候可以温暖衣物，便于随时穿用。有的民居就没有堂屋，取消堂屋了，那西屋的炕继续延伸，只在东侧稍间开门，形成了个布局像口袋一样的口袋房。这主要是为了让室内的这个空间尽少的接触寒风，以适应东北寒冷的气候。满族民居的这种布置在清代皇宫的寝殿中得到了延续。比如说，沈阳故宫的清宁宫和北京故宫的坤宁宫，采用的都是这种口袋房的布局形式。最后，在建筑形象上，满族民居有两坡硬山顶、洋瓦屋面、支斋窗，外檐装修简单，这些呢跟北方汉族民居相似。别具特色的是，它在山墙两侧或南北砌筑落地式的烟囱，与室内火炕相连。这个做法与朝鲜族民居颇为类似。另外，它这个室内还以各种火炕、火棚、火炉、火墙、火地等各种方式取暖，门窗呢却只糊纸来抵御风雪，这点与朝鲜民居也有些相似。我国的朝鲜族大多居住在吉林省延边自治州，延边地区的鲜族生活习惯与朝鲜北部的居民差别不大，所以延边鲜族的早期建筑采用的就是朝鲜北部咸镜道式，特征是居室比较多，既有火炕又有木板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延边的鲜族民居又有一些演变。延边的这个鲜族民居，它的这个基本特点，一个是独门独院。延边农村的这个鲜族住宅在选址的时候，喜欢依据阴阳风水说，选择背山面河的缓坡，左青龙，右白虎，宅前还有开阔的地段，前方最好有条小溪河，这个与古代汉族选择宅基地的讲究非常相似。然后沿着山坡，沿着道路，一栋栋建房，独家独院。院子用较矮的板帐围起来，宅前的庭院呢比较开阔，种植蔬菜，后院可以种植少量的果树。那么住宅两侧布置厨房、仓库等附属建筑。第二个特点是房间很多，鲜族民居的平面往往呈一字形，双通间6间或8间，由主间、客间、里间、牛舍、仓库等等组成，有的还带有偏廊，个别有拐角房。朝鲜族往往是一个大家庭3代同堂，所以需要的居室比较多，而且还需要做农活的房间。居室之间用轻质隔墙，有门相通。主要的堂屋呢，则相当于2间居室。另外，朝鲜族还有席地而居的习惯，进屋的时候把鞋子、靴子拖在廊道上，室内则保持着唐代中原地区席地而坐而卧的这种风俗，因此室内的家具极其简洁，东西大多都放在这个壁柜里。由于气候寒冷，墙壁又薄，居室里面呢满铺地炕来御寒。地炕与灶台相连，室外设烟囱排烟，这样的做法有别于汉族民居后墙御寒的方法。最后，朝鲜民居建筑在造型上也颇具特色，建筑屋顶保留着古代歇山式、五殿式的4坡形式，坡度平缓，屋顶铺草或者盖瓦，硕大的屋顶、平矮的这个屋身以及窄长的门窗，显得非常的柔和亲切、朴素淡雅，颇具唐代风格。
下面我们看蒙古族的建筑。生活在北方寒冷地区，逐水草而居的蒙古族创造了方便迁徙的毡包建筑形式，又称蒙古包。蒙古包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携人住这是北方狩猎部落为了满足抵御严寒及迁徙的需要创造的一种可移动式的住房，有几十根木杆聚在一起绑扎成圆锥形的骨架，外面呢覆盖上多张兽皮来构成，这是比较原始的居住形式。现今大兴安岭的鄂温克族的搓骡子，还有赫哲族的马架子，甚至美国印第安人所居住的地皮，也是类似这种携人住圆锥形的帐篷式的居住形式。那么携人住几经演变，公元前7世纪已成穹庐状，公元前5世纪基本定型，并成为北方戎狄在游牧生活中的主要居所。那么在《史记·匈奴传》的记载中，这种居所被称为帐或落，它不仅是居所的称谓，也是部落实力的计量单位。若干帐和落表示着部落人马的多少，力量的强弱。每个帐或落实际上就是一个毡包。那么到了公元12世纪蒙古帝国时期，成吉思汗统一了北方，毡包的制作达到鼎盛，出现了能够容纳上千人的这种巨型公帐式毡包，以及几十头牛牵引的这个豪车型毡包，说明毡包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公元16世纪，满族入关建立清朝后，这些毡包呢被通称为蒙古包。包在满语中是家的意思，蒙古包就是说蒙古人居住的家。蒙古包的主体结构是由哈纳、套脑、污泥等标准构件组成的轻质骨架。哈纳是指木质的可伸缩折叠的这个环形网状墙，套脑呢实际上就是木质的这个圆形天窗，污泥则是指天窗与墙的这个伞状船条骨架。架设蒙古包的时候先在地面挖浅槽，然后竖立网状哈纳，再把这个伞状的污泥用皮条扎紧在这个网状墙上，将套脑扎紧在这个伞状船条上，最后在外面披上这个羊皮或毛毡，用绳索捆紧。这样的结构构造简单、轻便耐用，非常便于拆装。一座蒙古包的总重一般也就在300公斤左右，拆卸或安装呢1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蒙古包内的布局入口的地方一般是朝向东南或正南，这样便于采光和抵挡西北的寒风。从宗教意义上讲，13世纪前蒙古族信奉萨满教，有拜日的习俗，所以入口朝南或东南每天一早出门的时候就可以受到太阳的恩泽。蒙古包内分为几个生活区，一进包门的正对面是主卫，是主人居住和接待贵宾的地方。进门左边呢也可以待客，进门右边放置炊具，是妇女日常活动的区域。靠墙边放置一些香柜。包内的西北角供奉佛龛，前面忌讳坐人的。入口左侧放鞋，右侧堆放一些燃料。全包的中央放置炉灶，包顶的这个圆形天窗差不多正对着这个炉灶。它这个天窗可以通风采光，白天有绳子拉着，可以掀掉毛毡，夜晚再把它盖上。蒙古包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它的装饰也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蒙古包的顶毡和包内的地毡都用深色的鬃毛缝制出云纹回纹等一些几何图案。这个木质的家具上面呢，一般是由4角纹饰围绕着这个中心的一团主体图案，与蒙古包的布局一样，也有着很强的这个向心意识。包门一般用木质，内外分隔，有鲜艳的彩绘或雕刻。
蒙古包内伞状的污泥和环形的套脑都刷成红色，在这个蓝色布幔墙的衬托下，就有如头顶一轮太阳和四射的光芒。蒙古包的外面，雪白的毛毡围盖在骨架上，顶部罩有用蓝色、黄色、红色布料染成的这种如意花纹，好像朵朵彩云镶嵌在美丽的大草原上。蒙古包春秋天的时候，一般会搭建在水草丰满的草场或者河流两岸适合放牧的地方。冬天呢，则躲到山湾或者洼地里面搭建毡包，以避开暴风雪的侵袭。夏天就搬到通风良好的高地上去，主要是为了避免这个牲畜中暑。通常数十座蒙古包会聚集在一起，以2到3米的这个间距形成这个矩阵式的排列，包门朝南。当然也有单个的毡包，加上草垛羊圈或者用围墙的这个包绕的方式。除了这些比较常见的移动式的毡包外，另外还有王爷毡包、喇嘛毡包以及固定式的蒙古包等等。它们的形式基本一样，只是在规模、构造和形状上略有一些不同。我们再看蒙古族的宗教建筑。长期过着逐水草而居、迁徙生活的这个蒙古族起初并没有成体系的宗教建筑。从明代后期开始呢，喇嘛教在蒙古地区迅速发展，并开始建造藏式喇嘛庙。那么清代政府为了团结蒙藏势力，大建喇嘛庙。清末的时候，蒙古寺庙已多达这个1000多座，蒙语称喇嘛庙为昭庙。形式可以分为藏式、藏汉混合式和汉式3种，其中以这个藏汉混合式居多。藏式的昭庙总体布局和单体建筑风格全用藏式，比如说武当昭，全昭有6座经堂和3座活佛府邸，错落地布置在层层台地上，其中10轮学院经堂的造型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洁白方整的墙体上有深暗的柱廊和窗洞，紫红色的女儿墙上点缀着各样喇嘛教铜饰，金碧辉煌，具有强烈的节奏韵律感。整座经堂的正立面比例良好，构图紧凑，尤其是这个门廊的突出光影与大片白墙的虚实色彩对比，用得非常成功。藏汉混合式的昭庙呢，分为坡地和平地2种，少数建在坡地上，总体布局与藏式差不多，只是某些重要的建筑用藏汉混合风格。建在平地上的数量呢比较多，总体布局采用汉式佛寺中中轴对称的院落组合，以经堂为全寺的中心。除了经堂本身是藏汉混合式外，其他的房屋多为汉式。那这类昭庙成就较高的比较多，比如席利图昭西拉木伦昭美代昭等等。内蒙古还有一些佛塔也多与汉地或藏地佛塔相近，比如巴陵右旗的青轴白塔辽代万步华严经塔都是采用的汉地常见的仿木构楼阁式砖塔。而这个席利图昭塔和这个乌审昭塔院呢，100座以上的这个平式塔，这种喇嘛塔都是采用的这个藏式的喇嘛塔的形式。另外还有辽中金密檐式砖塔，还有呼和浩特瓷灯式金刚宝座塔等等。总的来说，蒙古包比内蒙古的这个宗教建筑具有更鲜明的民族特色，是蒙古族值得骄傲的建筑成就。所以这个成吉思汗的墓就采用了3座相连的蒙古包式殿宇构图，一目了然地标志出蒙古大汗的身份和民族特征。接下来我们看新疆维吾尔族建筑。新疆身处西北，四面高山围合成内陆盆地，那中部天山呢，又将其分为南北2部分。南疆干燥炎热，北疆相对来说凉爽湿润，
由于境内地形多样，气候各异，民族也多，使同一个地区的建筑也有不少差异。其中最有特色的还是维吾尔族的民居和伊斯兰建筑。为了适应干热少雨、多风沙的自然环境，维吾尔族创造了外观封闭内向、隔热性能良好的涂墙、密梁、平顶或者是这种拱顶的住宅。外墙呢几乎不开窗子，但民居内部一般都有庭院，比较开敞。维吾尔族特别好客，爱好户外生活，能歌善舞。庭院是他们非常重要的非常喜欢的这个活动场所。只要气候条件许可，维吾尔族人多在这个庭院中起居、待客、进餐、乘凉等等甚至睡觉也常在这个庭院或廊下。在南疆的吐鲁番、和田等地区，这个居民在庭院中露宿的时间可以长达半年之上，所以家中一定要有庭院。当然，不同地区的这个维族民居，庭院的特点也不一样。比如说，北疆最西边伊犁地区的这个维族民居，多呈开敞的花园式平房，一字形或曲尺形的房屋。在它的这个南面呢，院墙围绕出宽大的庭院，以争取冬季的阳光。吐鲁番盆地的这个维吾尔族民居多为1到2层，庭院以半开敞式的这个高棚架为特征。为了隔离夏季的酷热，房屋通常采用土坯砌筑呈拱顶的这种窑洞，有的采用半地下。庭院非常注意与室内的交流，房间多面向外廊或者是庭院，以利于通风。南疆喀什地区多密聚型的小庭院住宅，2到3层楼房沿庭院周边布置。那和田地区呢，则多用集中封闭式的阿以旺民居。阿以旺就是中间这个中厅庭院，中厅上面往往加盖屋顶，留有天窗采光，将院内各面房屋的下室联系在一起，利于夏天的日常活动。那东室则沿下室布置，面向下室开窗，利于冬季的保暖和抵挡风沙。在维吾尔族这种众多的庭院式民居中间，南疆阿以旺式的民居最具民族特色，而且建造成就也颇高。首先，为了抵挡风沙和酷暑，阿以旺房屋性格封闭内向，但是平面布置十分灵活，内部空间安排的舒展流畅，空间主次分明，很有层次。其次呢，在这个空间处理上阿以旺民居非常善于利用柱廊、高差、屋檐、楼梯等各种措施，巧妙地处理庭院和室内空间的连接，以及空间的这种延伸和相互渗透。空间虚实互补，既完整又富于变化，空间序列非常精彩。比如说，入口处先抑后扬，蜿蜒狭窄的小巷进入低矮的大门，再豁然开场，继而在明亮的庭院里见到空间的延伸和渗透。再比如，将2层的这个墙内退，来扩大庭院的空间。1层层高略低，2层的层高略高，使得庭院空间有向上向外延伸扩展的感觉。部分屋顶还可以上人，这样也扩大了院落空间的视野。再者，南疆的维吾尔族民居特别重视庭院的设计和绿化，庭院中广植花草树木，绿化甚至发展到平屋顶和楼层的这个敞廊上，既美化环境，也调节小气候。比如这个库车的阿以旺民居，不仅设置有不同功能的庭院，以木棱花格扇或者是这个门墙分隔，院内种植花木，有的还设置面向果园开场的庭院敞廊，可以供给夏季纳凉、休息、饮茶，甚至欣赏歌舞。喀什的民居院落呢，则尺度非常的适当，绿化配置得体，
庭院环境舒适亲切。吐鲁番民居的院内搭建棚架，院中间用土坯花墙、拱门等组织出多变的空间，加上这个吐鲁番盛产葡萄，晾晒葡萄的阴房以及高耸空透的这个花格墙，为民居外貌增加了特殊的格调。最后，维吾尔族民居的装饰手段非常的丰富，砖饰、木雕、石膏花、壁龛和壁炉等有着浓厚的民族风格，而且着重装饰主体建筑、主要房间和重要部位，有利于获得这个主体突出的明显效果。新疆盛产石膏，维吾尔族民居室内普遍使用石膏壁龛、石膏花、石膏装饰带，采用中亚风格的这种雕刻和装饰图案，具有十分明显的地方装饰特征。再来看一下维吾尔族的伊斯兰建筑。维吾尔族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建有诸多礼拜寺和玛扎。玛扎就是圣者的陵墓，来自于波斯语，因为墓上方建造这个圆形的穹隆顶，维语又称为拱北或者是拱拜斯。因为同样是信奉伊斯兰教这个维族的礼拜寺与回族的清真寺有一些共同之处，比如说在功能布局上，因为圣龛必须在礼拜殿的西面朝麦加方向进行礼拜，所以礼拜寺一般都以礼拜殿为核心，坐西朝东布置。再比如这个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每天5次进寺礼拜，尤其是星期五必有大聚会，所以礼拜殿的空间呢一般都比较大。穆斯林在礼拜前应该小净或大净，所以礼拜寺院中一般又都有水渠、水池浴室等等，这个供祈祷者净手净身之用。这浴室是一定要有的。这些特点都跟回族的清真寺尚且相似，但是在外观造型上，维族的礼拜寺却更多的继承了经波斯和中亚传来的伊斯兰建筑风格。坚挺的穹隆顶、门窗壁龛都用尖拱券，而四角呢布置高大的宣礼塔，很有视觉动感。寺中随处可见的几何纹、古兰经文和植物纹，以及波斯中亚地区的琉璃工艺等等，不仅富有装饰色彩，而且具有浓郁的异域风情。玛扎的造型也有类似的特点，但是新疆的这个礼拜寺和玛扎根据当地的情况又有一些变通，融合了一些新疆本土的手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体现在结构上，维吾尔族的伊斯兰建筑都不采用石结构，而沿用本地的这个木柱密梁平顶结构，穹顶呢也多采用砖结构或者是土结构。其次是在空间布局上，新疆的礼拜殿它分内殿和外殿。外殿呢前廊非常宽敞，内殿四周有墙，比较封闭，供冬季使用，以适应当地的气候。比如说这个吐鲁番的额敏寺还有喀什的艾提卡尔寺都是这样。而且除了礼拜殿必须坐西向东的这个规定外，新疆的清真寺的布局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它不求规整对称一般只是沿大院周边布置建筑。像艾提卡尔寺，它的这个四平面就是不对称的一个四合院的形式，由入口门楼、讲经堂和这个礼拜殿组成。有的大寺呢甚至设有对外服务的群房宿舍和向外开门的这种店铺。新疆玛扎的布局跟其他地区的伊斯兰陵墓也不一样。大型玛扎除了建拱拜寺外，还附有礼拜寺。那小型玛扎呢，只是土墙维护的一片墓群，具足而葬。在围墙入口建土坯拱门，两侧附塔柱。只在重要的墓上用土坯建造拱拜寺圆顶，甚至还有维汉结合风格的玛扎，比如哈密王陵，上面是汉式八角攒尖顶和上圆下方的重檐盔顶。那攒尖顶下呢，有一个砖砌穹隆顶的墓室，这反映出伊斯兰建筑在新疆当地宗教和文化的需求下，建筑材料与文化习俗新形式的一种探索。第三，维族礼拜寺的入口往往采用
门塔组合的构图，正立面非常高大，用尖拱券门廊与这个圆柱式高耸的邦克楼形成对比。大门墙面和邦克楼贴面砖组成漂亮的这个花纹图案，比如库车清真大寺的这个入口大门和这个邦克楼，以及这个喀什的艾提卡尔寺入口，巧妙地将2个宣礼塔、一组壁龛和入口门楼组成一个不对称的立面，色调统一，尺度得体，突出了建筑物的雄伟壮观。那么喀什阿巴合加马扎也是这样，在门墙正中开一个大尖拱，然后左右呢各立一根形同宣礼塔的这个塔柱。那么这样的门塔式构图在新疆各礼拜寺和马扎中经常都可以见到。最后，维吾尔族的伊斯兰建筑装饰除了沿用波斯中亚的琉璃面砖和石膏花饰以外，更多的运用了本地的木雕和砖花，比如吐鲁番的峨明寺，入口也是采用的门塔构图。44米高这个通体浑圆的苏公塔全用砖砌，塔身比例收分恰当，塔面上带阴影的镶嵌砖花、凹凸砖花设计得非常细腻、朴素而有韵律，给人一种一气呵成、浑厚朴素的艺术感染力。另外，高大的门墙上面尖拱龛和小龛全用米黄色的砖砌筑，完全不同于这个琉璃面砖和石膏花，浑然一体，朴素而细腻，与周围的这个黄土地高度协调。大门顶部的一排透空小龛，阴影中露出点点的天空，更加增加了大门的空灵之气。那么这些建筑艺术处理手法使得维吾尔族的伊斯兰建筑既有中亚伊斯兰建筑的影子，又有浓郁的新疆本土风情，是新疆维吾尔族根据自己的环境和需求再次创造的结果。我们下面接着看西藏地区的藏族建筑。西藏的自然环境十分独特，海拔高，温差大，干燥寒冷，辐射强烈。一方面呢是这个景观粗犷震撼，另一方面生存条件也十分艰苦。那么这也进一步孕育了雪域高原上十分独特的宗教氛围。中国没有哪个地方像西藏这样浓厚的宗教气息弥漫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到文化艺术的每一个毛孔，不仅使藏传佛教的建筑也就是喇嘛庙了成为西藏建筑的主流，而且使得原本与宗教没有直接关系的宗山、林卡和民居等建筑也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我们先看喇嘛庙建筑。西藏的喇嘛庙数量众多规模庞大，远非内地佛寺可比。有些大寺占地10几公顷，宛如一座城镇。寺内街巷齐布，建筑错综复杂，僧侣人数众多。比如哲蚌寺，它的额定僧人就有7700人，色拉寺是5500，甘丹寺是3300，这都是规模巨大的喇嘛庙。喇嘛庙的建筑跟汉地佛寺也截然不同。首先是政教合一，这个藏区的喇嘛庙是一个佛教功能的综合体，它不仅是藏区的宗教中心，也是政治经济教育中心，兼行政管理与教育于一体，所以规模庞大，内容复杂。它的构成不同于汉地佛寺。到清代，也就是五世达赖之后，这个喇嘛庙的组织已经基本定型为错卿、扎仓和康村3级。错卿呢是指最高组织的寺庙，也可以指这个错卿大殿，是重大宗教节日全寺僧众的聚会场所。一个寺可以有若干个扎仓，扎仓的意思就是学院。那么每个扎仓呢，常有一座经堂，供僧人集体诵经和法会。
经堂周边附设若干佛堂，分别供奉佛像、灵塔和护法神。扎仓附近呢，还有大厨房，为僧众准备食品。一个扎仓还可以有许多康村，康村则是指基层组织，同时也指一般的这个僧舍和僧院。一座完整的喇嘛庙，包括拉康、错清、扎仓及其经堂、护法神殿、灵塔殿等等。那么各扎仓的活佛府邸称为昂堑，大规模的呢称为拉章，类似于宫殿。另外还有康村，也就是僧房了，以及附属的这个服务用房等等。不同的寺院的侧重会略有不同，比如布达拉宫是以宫殿为主，拉卜楞寺呢以学院为主，大昭寺以佛殿为主。拉康、错清、扎仓、昂堑和拉章，这是寺庙里面最重要的几种建筑，体量庞大，轮廓突出，色彩鲜明。藏地喇嘛庙的总体布局和单体造型几乎全是藏式，有着鲜明的藏式风格。平地寺庙呢，比如拉萨的大昭寺、扎囊的桑耶寺、日喀则的夏鲁寺、撒切南寺等等，总体都采取规整对称的方式，主体大殿作为构图中心，形象最为突出，周围布置低矮的附属建筑，但它们与汉地佛寺有很大的区别，没有明确的中轴线，空间构图非常集中紧凑。而山地寺庙布局则比较自由，不求规整对称，遵循着一些坐北朝南、中心突出的原则。往往北部山路上面在高处安置一些体量比较高大辉煌的佛殿和经堂，以错清也就是大殿为中心。外侧呢布置扎仓、昂堑，在外围呢则布置低矮的康村小院，比如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拉萨的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等，都是三地寺院自由式布局的代表。那么喇嘛庙中藏式的建筑单体也很有特色，在结构上大量的使用密梁平顶，这个不同于汉式的这个木构架双坡屋顶。造型上呢，墙很厚，而且有很大的收分，窗很小，往往采用下小上大的这个虚根做法，使得建筑显得雄壮坚实。檐口和墙身上大量的藏族特有的横向饰带则给人以层数较多的感觉，打破了墙身的矮板。还有这个在色彩和装饰上采用对比的手法，根据这个喇嘛教义规定，佛寺刷成红色，经堂和塔呢刷成白色。红墙上用白色和棕色的饰带，白墙上呢则用黑色窗框。屋顶部分重点鎏金，色彩对比十分强烈，突出表现了宗教建筑的浓重和等级。此外，这个寺中还有喇嘛塔、转经廊和印经院等附属建筑。喇嘛塔的形式与汉地佛教的佛塔截然不同，更接近于印度的覆钵式速陡坡斯都巴。比如这个拉萨山南佛塔群以乱石堆砌成圆柱体塔身，还有这个江孜白菊寺大菩提塔，在5层藏式楼宇上建亚字形基座，再建的覆钵塔。那么内部呢有多层佛殿和空室，有塔中寺之称，风格都非常独特。接下来我们看藏族宗山。所谓宗山是西藏古代的地方政权拥山而筑的城堡，比如雍布拉康占据乃东县一座高100余米的这个小山顶，还有古格王国和江孜的宗山等等一座座城堡居高临下，悚然挺立。但它与内地城堡式建筑最不同的是政教一体。藏族宗山内普遍建有佛堂、佛殿，兼有宗教建筑的性质。藏地的政府与寺庙很难像内地那样严格的区分开来，
比如说布达拉宫，它既是地位最高的宗山，也是喇嘛庙的圣殿。然后宗山在建筑形态上依托山体建成坚固的堡垒，建筑因势而起，好像从山体里生长出来一样，具有粗犷雄伟的气势。比如拉萨的这个布达拉宫，中间红宫最高最大，包括灵塔殿和佛殿。东面的白宫呢，就东白宫略低一点，主要是达赖喇嘛的寝宫。再东是僧官学校，也就是扎仓。那么西白宫是僧人住处，更低一点。周围的辅助群房啊，主要是各种库房啊，就顺着山势沿等高线层层下降，烘托出山顶的主体建筑。群楼从中间向这个周边啊层叠下降。而康村小院作为主体建筑的陪衬，只许用素白的颜色。之字形的道路沿山势蜿蜒向上，凸显出殿宇的巍峨。墙体开窗采用藏族民居下小上大的这个须根做法，更加加强了群体挺拔神秘的宗教韵味儿。那么这样的群体组织，看似随意，却高度协调，主体突出，与山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具有非常强烈的粗犷雄伟的艺术感染力。再来看一下藏族的林卡。那么藏语林卡的意思呢，是花树繁茂、景色清幽、环境良好的地方。依藏族的风俗啊，每年5月全家都会出游林卡啊，所以各地都有天然林卡。这个贵族庄园和寺庙中人工经营的林卡呢，就跟这个汉族的园林相似。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这个拉萨西郊达赖喇嘛专属的这个罗布林卡。由于西藏特有的宗教氛围，加上专属于达赖喇嘛，罗布林卡的宗教气氛十分显著。主要建筑都设有经堂，建筑装饰都是喇嘛教题材，像屋顶的金床、金塔，室内的壁画和佛像，迥异于内地园林的文人雅趣。罗布林卡的地形平坦，绿化构图规整，这可能跟佛经所描述的极乐世界中地面平如手掌，布局呈棋盘方格有些关系。那么湖心亭区的水池呢，也是方整的矩形，与敦煌壁画净土变中的水池相似，池中的建筑也都是沿中轴线整齐排列。最后看一下藏族的民居建筑。藏族民居主要有雕房和帐房，更普遍、更有特色的呢还是雕房。雕房把各种房间都集中安置在同一栋建筑里面，这跟多栋单体建筑围成合院的这种汉族民居很不一样，具有较强的外向的这种防御性。雕房采用厚实高大的外墙，墙多窗少，利于抵抗严寒的气候，所以外观特征上啊，它表现出这个厚重封闭的粗石墙或者这个土坯墙，墙面收分非常敦实粗犷。在结构上，雕房采用平顶密梁结构，便于建造，但是呢，它房间较小，层高也较小，紧凑内缩，有利于保暖防寒。一般这个雕房会建到2到3层，甚至4层。这个底层呢，蓄养牲畜，储藏草料；2层有起居室、卧室、灶房、储藏间；3层或者4层，除了卧室和储藏外，一定要设置有经堂。大家知道，在这个西藏，宗教是如此的深入人心，即使是一般的民居，也少不了佛堂、经堂的设置。那么民居的室内装饰和装修也以经堂为重点。后墙上有制作精细的佛龛，用强烈对比的原色来绘制鲜丽繁细的彩画，甚至雕梁画栋丽粉贴金。那么活佛的这个官邸里面也与此基本相同。其他地区的藏居也受到了西藏雕房的影响，如四川甘孜阿坝以及这个甘肃陇南山区的藏居，还有四川茂瓮一带的羌族，与藏族同源，
也是采用集中式的吊房民居，只是随着山地地形变化，采用错层、叠落、挑廊、吊楼等手法，呈阶梯状布置。它的这个材料啊，就地取材形成的这种土石墙面，与本色的这种木质材料相配合，有朴素的原生态的美感。总的来说，自然环境、宗教氛围加上藏民独特的生活习惯，使西藏地区的藏族建筑呈现出十分鲜明的民族特色。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西南地区多民族的建筑。我国西南地区山河交错，景色绮丽，同时也是我国多民族聚居最稠密的地方，民族建筑艺术丰富多彩。那么根据各民族的这个语系归属和历史呢，大致可以分为4大族群：氐羌、百越、苗蛮和百蒲。氐羌族群最早居住在甘肃和青藏高原，南迁后啊，在川西和滇西北形成了诸多民族，像哈尼族、彝族、拉祜族、白族、纳西、利利、普米、景颇、阿羌族等等。他们的这个建筑形式通常受到当地民居的影响，比如白族和纳西族接受并改进了汉族的合院形式，景颇族呢则接受了百越族群常用的这个甘南式建筑。百越族群包括壮、傣、侗等等，基本保留了越人甘蓝建筑的习俗，适应了西南地区炎热潮湿的气候。只是各族的甘蓝在不同的环境里已有所不同。苗蛮族群啊，包括苗族和瑶族多分布在湘西和黔东南。其建筑受到了附近汉族建筑和甘南居的这个双重影响。住屋多为前部架空，后部倚在山崖上的半甘蓝建筑。百蒲族群属南亚语系，最早居住在这个云南南部，有些后来呢也南迁到东南亚，主要包括像这个布朗、佤族、崩农族、德昂族等等。他们的住屋和百越族群相似，也是甘蓝居。我们选取几种典型的民族建筑来进行介绍。首先是这个云南大理的白族民居。白族聚居在云南大理地区，西依苍山，东临洱海，景色优美，气候温和。因为与汉族有着长期的交流，它的这个民居形式与汉族合院已经非常的相似。在汉族合院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自己的一些特点。这白族民居的典型布局有3坊1照壁跟这个4合5天井2类，并由此演变出更复杂的大型住宅。这里的这个坊呢，意味着一栋3开间2层的房屋。3坊1照壁是指3坊围成的3合院，再用一垛照壁墙进行收口。4合5天井呢，是指4坊围合成的4合院，以及中央加上4角，一共5个天井的格局。纳西族的民居布局啊，跟这个也非常相似，但是大理地区呢，它地势西高东低，主导风向为西风，所以民居通常是这个正房朝东。大理雨大风多，为了防风，外部采用山墙封护。这个墙头和薄风板的位置采用石板，而这些防护的部位包括门楼、照壁，也成为装饰表现的重点。门楼常用3间牌楼式造型，有尖长的一角飞翘檐下呢斗拱繁密，并有大理石板镶嵌，这个十分的华丽。那这点跟苏州民居中把这个砖雕门楼藏在内院里的这种内向的装饰性里完全不同。照壁也常采用3叠水照壁，壁顶这个瓦檐高翘，白灰粉墙的这个壁心中间呢多配上文字或者是大理石的平画，
那么壁前设置有葱绿鲜美的花台和盆景，清秀美观。在山墙或者是墙腰，还用多种面砖拼贴出各式的图案，很有装饰效果。我们再来看一下云南的傣族建筑，属于傣越族群的傣族采用干栏式的竹楼作为民居，各家竹楼四面临空，独立在绿树丛中。傣族呢实行一夫一妻制，子女成家后另外建住所，所以这个民居的规模往往比较小。竹楼平面近方形，楼下架空圈养家畜，堆放杂物。楼上用轻质隔断分为堂屋和卧室。堂屋的这个火堂周围是全家围坐聚会活动的场所，卧室呢是全家共用的这种通常大间，很有意思每人一块铺垫。室外设有前廊和晒台，傣族人很形象地称这个晒台为展，由矮栏维护是这个换洗晒衣还有晾谷物的地方。那么傣族的竹楼这个底层架空，它利于避开潮湿和虫害。起初呢，开始是采用的这种竹材绑制的这个构架，清代后期逐渐有可能也是受到这个汉族木构架体系的影响了，逐步改用了木柱梁檩的构架。傣族的这个竹楼屋顶坡度非常的陡峭，大概是45到50度左右，比较利于排泄雨水。西双版纳地区非常喜欢用这种歇山屋顶，墙身外倾的这种造型，墙面外再接宽大的披檐，那么上下檐呢可以将楼层的这个墙身全部盖住，墙面不开窗，非常的阴凉。傣族竹楼上面没有显著的装饰加工，基本都是显露出结构和材料的本色。屋顶穿插，出檐低深，轮廓变换具有朴实轻柔的建筑美感。那么在宗教建筑方面，傣族信奉小乘佛教，佛寺跟汉地佛寺和这个藏传佛寺都大不相同，往往像傣族民居一样，也是随地形灵活的布局，包括有佛殿经堂僧舍傣式佛塔戒堂等等建筑。在造型上，以其层层叠叠的这个屋顶最为突出。以佛殿庞大的这个陡坡屋顶为例，傣族的佛寺的这个佛殿常常将大屋顶做成上部2坡和下部4坡的这个歇山式，做1次或者2次叠落形成多层的重檐式歇山顶屋面纵向上又分成3到5段，中间一段最高，依次向2端叠落，凹曲形的屋面柔和优美。各个极上呢还有多种这个琉璃饰品，使庞大的屋面绚丽多姿，既雄伟壮观又妩媚妖娆，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傣族佛塔的这个造型也很独特，比如景洪县橄榄坝寺的这个佛塔，还有曼飞龙塔，都是这个塔身修长，造型富有韵律和节奏美。而这个瑞丽的解勒塔和这个银江的曼蒙汀塔呢，都是由众多的这个小塔簇拥着中心的主塔而形成，造型秀丽挺拔，金碧辉煌。再看一下黔桂乡地区的这个侗族建筑。那么侗族主要居住在广西、贵州、湖南3省交界处，处于这个森林茂密、溪河纵横的山区。侗族村寨往往顺着山坡等高线呈台阶式布置，民居参差卓越，在清晨薄雾的笼罩下，衬以山路和水车，显出浓厚的诗情画意。跟其他傣越民族一样，这个侗族民居仍然是采取的干栏式，但与地处边陲的傣族相比呢，侗族的干栏形式受汉族的影响更多一些，采用全木结构、通柱穿斗屋架、悬山式屋顶、青瓦屋面等等。这个侗族的干栏一般高3层，底层架空，用板壁围起来饲养家畜和储藏。2层呢是主要的居住层，围绕堂屋和火堂间布置全家卧室。
客房。按照侗乡的风俗啊，这个堂屋最好是开敞空旷的，不堆放物品啊，以示随时迎接财富和人口。堂屋可以没门，但是呢必须有门槛儿，而且特别高，以防止财富的外流。堂屋用来待客，火堂间才是全家围坐吃饭聚谈的地方。堂屋当心兼内凹，形成开敞式的这个前廊，成为全家凭栏眺望的这个休息场所。3层则是屋顶阁楼层，有子女的卧室和储藏间。在这个构造上，侗族甘蓝采取不同高度的柱脚来适应山地的各种高差。那楼面可以做成天平地不平或者天地皆不平的样式，而且利用这个木构穿坊的多层悬挑，挑出这个吊楼啊、挑廊啊，以少占土地而扩展每层的使用面积。在外观上，侗族甘蓝下部常用暖石基座，有的在前廊添设抱厦，在侧部呢增加披檐，有的则是在山墙雨披上加砌楼，造型很像老虎窗的形式，整体轮廓显得活泼多姿。那么在侗寨里面还有一种类型的建筑非常引人注目，就是鼓楼。几乎每个村寨都有鼓楼，常见在这个寨子中心或者路口啊、河边等冲要处。与西南很多少数民族相同，侗族的私有观念不强，集体活动比较多。民居呢是外向的，不像汉族住宅有个封闭式的私家院落它没有。然后寨子里面的一些公共活动，像歌舞庆典啊、聚会议事等等，都是在鼓楼前的这个鼓楼坪，又叫做芦笙坪上面进行。其实这个鼓楼是汉族对它的称呼，侗语里面则称为堂卡堂瓦。堂指的是众人，瓦或者是卡呢指的是说话。这个堂瓦或堂卡的意思就是公共议事厅，或者又称拨顺，意思是寨子的灵魂。那么这2种称谓都表达出它的文化内涵。各村的鼓楼造型各不相同，成为侗族村寨的重要标志。鼓楼的式样可以分为塔式和厅式2种，以塔式居多。塔式鼓楼平面呢为方形或8角形，也有6角形的，内部有4根通天大柱，外观则是密密层叠的7、8层甚至11、12层的这个屋檐，层层内收，轮廓很像一株大树，有的最高处做成亭状，形同密檐宝塔，造型美观而俏丽。比如这个通道高步村的鼓楼，楼内它其实并不分层，顶部悬挂一面大鼓，遇到需要报警或者集会大事的时候呢，就会上去敲鼓通知寨民。鼓楼的结构全用杉木榫卯衔接，不用铁钉，构造十分精巧。比如像这个贵州从江曾冲鼓楼，就是塔式鼓楼造型中间最秀丽的一座，平面8边形，外面11重檐，檐端略有上翘顶部呢再升起重檐8角攒尖亭，2檐相距较远，上檐比下檐收分大，整体轮廓变化非常丰富。从江的高千鼓楼呢，形象与曾冲鼓楼也非常相近，但平面6边形，12重檐，上有重檐6角攒尖亭，总高有23米，是最高的一座鼓楼。另外的例子还有马鞍鼓楼、大田鼓楼等等。侗寨的风雨桥也很有特色，风雨桥就是上面有长廊、楼亭等建筑覆盖遮雨的桥。这个侗乡河流很多，几乎每个侗寨都有风雨桥，有的还不止一座，作为入寨的必经之路。风雨桥上的长廊形式多用单檐，而楼亭呢往往做成多层重檐，形式鼓楼，
造型非常俏丽，比如桂北三江县马鞍寨的城阳桥，还有通到黄土乡的风雨桥，以及新寨风雨桥等等。这个风雨桥既可供行人遮风避雨，又可供村民休息聊天。每逢盛大节日的时候，各寨串门啊，大家齐聚桥头，盛装出迎，唱歌奉酒，吹着芦笙，弥漫着浓郁的民族风情。湘西黔东南一带是苗族的聚居地，苗族村寨呢多依山据险而建，具有一定的防御性。山地苗居与壮族、侗族的甘蓝属同一个系列，布局很相似，只不过因地形复杂，发展了前部架空、后部倚在山崖上的半边楼形式。苗居在造型上还保留了一些古老的做法比如屋脊向两端翘起，一角也微微上翘，外柱呢有明显的向内侧角。喜欢用歇山屋顶等等，这造型质朴而又略带古风。临河的苗居则采用前殿后居的吊脚楼形式，用木柱将房屋高高的支撑出水面，随弯就曲地布置在河道两岸，比如湘西凤凰沱江镇的沿河苗居，形成了柱脚疏密、房屋错落的河岸景观。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民居形式，比如云南哈尼族的土掌房、景颇族长脊短檐的竹楼、摩梭人的木棱房、海南岛黎族的船形屋台湾岛高山族的平台屋等等。总的来说，丰富多元的民族建筑突出地表现出了建筑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交流性。首先是地域性，各民族分布地域广阔，东西南北各异其俗，建筑形态势必有地域性的差异。比如东北以防寒为主，吉林满族大院处理得独立而疏朗，利于争取冬季阳光，利于务农和马车交通。南疆地区既需要考虑防风沙，又需要御寒防热，因此往往外部封闭，内部空间流动。西南需要防潮防虫通风，甘蓝式建筑成为较好的选择。再比如西北生土材料丰富，东北木材丰富西南有大量的小木材、竹材等等以及因此而发展的建筑技术建造习俗，那都是各民族建筑形式千差万别的根本原因。各地的民族建筑无疑受到了地理气候、材料构造乃至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强烈影响和重新塑造，是对地域性长期适应的结果。其次是民族性，比如说南北东西的地形气候如此差异，各地的汉族民居却都选取了庭院式的布局形式，遵守中轴对称、中围堂屋等礼制习惯。而西藏、甘南四川的藏族都通用着集中式的雕房形式，而各地的回居呢都非常爱干净等等。建筑形式显然还受到了民族文化、思维方式生活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同，差异就更大了。因此在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共同作用下，分布在边疆省区的各族表现出十分鲜明的民族风格。比如藏传佛寺雄伟巨丽，藏族雕房粗犷神秘，都具有很强的震撼力和防御性。维吾尔族的民居外壁内敞，内部空间流畅舒展。维吾尔族的伊斯兰建筑呢，轮廓起伏，塔楼高耸，这都具有沉静浑厚的性格。室内的装饰富丽精细华美，颇有伊斯兰风情。而傣族佛寺和佛塔造型玲珑精美，民居亲切柔美。侗族的民居呢，简朴灵巧，鼓楼和风雨桥俏丽多姿。另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如回族白族纳西族，虽然他们的建筑形式基本融入了汉族合院建筑的体系，但他们的建筑中仍然清晰地保留着一些民族特点。
在地域性与民族性都非常显著的同时，民族建筑的交流性也不容忽视。历代的战争、迁徙、共生，促进了文化的交融，其中就包括建筑文化和技术。一方面，各民族与汉族的建筑文化交流频繁，比如各地回居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当地汉族民居形式。云南大理白族、丽江纳西族所惯用的3坊1招壁、4合5天井，也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汉族院落的处理手法。而地势平坦地区的壮族民居、瑶族民居，也逐渐地开始脱离传统的干栏，采用汉族习惯的地居形式等等。这些实例呢，都表现出各民族与汉族建筑文化之间的不断交融的进程。另一方面，各少数民族之间建筑交流也很频繁，比如这个德昂族的歇山顶竹楼，与傣族的这个竹楼非常相似，但其厨房的毡帽顶和这个佤族民居以及勐海拉祜族的这个椭圆形槽顶呢，也非常相似。这反映出西南地区乡里民族间的这个建筑交流非常活跃。最有意思的是彝族。那么在昆明的彝族，他接受了一颗印的民居；在四川凉山的彝族呢，又接受了当地的木拱架房。居住在红河沅江一带的彝族，则采用了当地哈尼族习用的土长房。所以，同一民族的建筑可以出现很大的差别，而不同民族的建筑也可以极其相似。民族间的建筑文化是封闭和交流并存的。总之，各地民族间的建筑形式既有地域性和民族特性，也存在着相互交融、取长补短，各自在地区环境下发展了自己的特点，形成了个性和共性并存的更加成熟的民族建筑形式。